小姐，真被你给说中了。沈侯爷外室生的孩子还真就不是沈侯爷的，都是小姐料事如神嘛。沈大夫人去闹的时候还带着府医呢，结果府医当场就给沈侯爷查出来身子有碍，影响子嗣。那娟娘刚开始还嘴硬，最后沈大夫人提出要滴血验亲，才知道娟娘那个孩子是她之前那个夫君的。侯爷被气吐血了，命人将人赶出了府。沈侯爷跟沈玉白因为外事闹了这么一大出，结果父子俩什么都没落下。就是啊。银俏，你去把这册子交给四姑娘。是。这是什么？小姐，这是嘟嘟给您的回礼名目，您看一下。我只是送过去一些毒药而已。嘟嘟说您的礼物很贵重，它用的效果甚好，所以才给您回礼的。这是不是太多了一些？这得做多少毒药才能够还得上燕慈的这份大礼？对了，小姐，嘟嘟被您之前给的一种叫绿芷渊的毒药给伤了，他带着伤还去医馆亲自帮你布置呢。什么？听天机说的，不小心洒出来了一滴，瞬间就将嘟嘟手上的皮给弄没了呢。你跟我出去一趟。你家嘟嘟受伤了，你还笑？小姐，奴婢是在替嘟嘟高兴，小姐也在乎嘟嘟呢。我当然在乎他，他又不是傻子，哪里不知道燕慈处处帮他。距离小姐成为都督府的女主人又近了一步呀。夫人，你的毒药好厉害，我的手好疼。我来帮您上药，也不知道是杀谁的时候手抖了，可能会有点疼。温温轻点儿，我就不疼了。荣成王世子跟郡主已经进京，明天晚上宫中就会设宴。沈玉白已经要将2个妾室给送到乡下庄子上去了，可他要娶金陵郡主的话，我势必就做不成这个世子夫人了。你在等他跟你和离？嘟嘟，最近这只手尽量不要碰水。那我洗澡的时候怎么办？这里人来人往的，别这样。你是让我别这样，还是别那样？都督，属下看到静宁郡主跟侯府的那位孙姨娘进了隔壁茶馆雅间。孙青莲怎么会认识那位静宁郡主？静宁郡主找孙青莲又是为了什么？温温想要去听听他们说什么吗？想。你不用害怕，我来找你是为了你好。为了我好？郡主，您说我让你去琉璃阁放一把火。什么？反正那林婉意已经成了废人，只是放一把火而已，对你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什么成了废人？林婉意现在好好的呀。什么？你没有怀孕吗？都怪李饶那个贱人，当初对我动手，结果把我的孩子给打掉了。不过幸好他也没有好报，尸体都不知道被丢到哪个乱葬岗去了。什么？李饶已经死了？郡主，怎么了？难道李饶是您的人？不是，难道我做的梦都是假的？不，就算是其他事情是假的，但是林婉意必须死。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只要能杀了林婉意，我就有办法让沈玉白扶你做正妻。世子的正妻，那不就是世子夫人吗？我一定不辱使命。郡主，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我只认真而两茫，一笔相思一笔错。原来上一世孙青莲是得了这个静宁郡主的指使，在他的琉璃阁放了一把火，活活的烧死了他。可我跟他无仇无怨，他为何要对我下毒手啊？难道因为他要嫁给沈玉白？文文，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的话吗？你或许是荣成王丢了的那个女儿。如果她真是荣成王的亲生女儿，那么静宁郡主自然不想自己眼下的宠爱跟尊贵被其他人分了去。我让人直接杀了那个孙青莲。不用，倘若他敢放火，正好就让他去烧了沈家人。文文，想要做什么就去做吧。我要杀人，你会给我递刀吗？给，不过我更愿意当你的刀。你这双手应该是用来治病救人的。不，这双手早就不能单纯的治病救人了。燕慈，我虽然没有对无辜的人动过手，可是我的这双手的确也不干净了。那我就更喜欢了。
如果都督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那弯弯先告退了。药我给你留下了，按时换药，切记10日内一定不要碰水。倘若洗澡，就让下人帮你洗。夫人不帮为夫吗？都督总是逗我，什么夫人不夫人的？莫非都督还真打算娶我不成？对，小姑娘脾气见长啊。月光不解风情，心愿不做冷。您找属下有事？看看这画上的人是谁？启禀都督，画上的人最像林姑娘，但也有6分像荣城王妃，而且她的眉眼几乎和我师父药老一模一样。玉衡，你了解药谷的人，倘若他们找回了当年丢失的女儿，会如何做？对方这些年如果过得好，倒也算了；如果过得不好，定然会手刃那些欺辱过他的人。那就再让弯弯自己在侯府多玩一会儿。都督，林小姐真的就是王妃的亲生女儿，药谷找她找了好多年，要不要现在就让他们知道？不用我们主动告知，李锦心思最深沉，等他见到弯弯的时候，自然就会知晓。但现在还不是让李锦见弯弯的时候，他还没有跟沈玉白和离。倘若知道弯弯才是荣城王府真正的郡主，那么沈玉白跟侯府肯定会像是狗皮膏药似的，彻底粘上弯弯。静宁郡主会不会怀疑些什么呢？还有，如果我真的是那个丢了的女孩，为何这么多年来父母什么都不说呢？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弯弯呐，你去了哪里呀？让三婶好顿找啊！我听四姑娘说，你帮她挑了几个京城中尚未娶妻的小子，怎么你竟选一些家世如此低的？其中竟然还有商贾之子。就算四姑娘是庶出，但那也是尊贵的侯府闺秀。那就让三婶帮四姑娘选吧。不过这门楣高的话，日后嫁妆就得准备不少呢。还有这些年来侯府对四姑娘的忽视，倘若日后她嫁进高门，三婶你说她会不会嫉恨当初侯府欺负过她的人呢？是啊，这些年来许多人都欺负四姑娘，如果这位四姑娘以后真的发达了，那么还会好好待他们吗？还是弯弯想的周全，那就按照你说的办吧。等她自己选好后，你就帮忙上门定了这件事。那好，我这几日就安排一下。三婶儿，可曾给五妹妹选好人家了？当然选好了，静言可是侯府身份尊贵的嫡小姐，不过就不用你操心了。你呢，就拿四姑娘的婚事好好练个手。世子，上次我跟你说过，你若不是来送和离书的话，就不用再来琉璃阁了。我今日就是来给你送和离书的。那和离书呢？我还没有写，你拿笔墨纸砚过来。行。弯弯，我要跟你和离，你竟然这样淡定。我们从小到大的情谊，在你心中竟然一点都不重要吗？我请问你，你为何突然想通要跟我和离了？我这段时间出了太多事，祖母也过世了，我身子也不好，就想着遣散妻妾，带发修行3年，为祖母为侯府祈福。明明就是为了要娶静宁郡主，世子还是快写吧。弯弯，倘若我们和离后，你怎么办？大周女子在家十分艰难，要不我们先暂时和离，等日后侯府稳定了，我再接你回来。不必了，我以后过得如何，也不劳烦世子担忧。世子，西殿下那边突然派人来说让您即刻就进宫。宫宴不是明晚吗？不是宫宴，是其他事情。殿下让您换上官服，立刻进宫。你先把和离书写完再走。弯弯，表哥如此这样着急找我，一定是有天大的急事，我去就回。小姐，世子回来还会继续给你写和离书吗？没事，如果他不想写了，我还有其他的法子。怎么没有看到紫苏？紫苏姐姐去了碧玉阁，一直没有回来。走，姐姐，世子最喜欢颜色丑丽的美人，只要你替我陪了世子，得到她的欢心，我们姐妹俩以后的日子就定然不会差的。我已经让人去请世子了，求离开之前见他最后一面，他肯定会心软来的。到时候我会灌醉他，然后……昭妍，你们带紫苏回琉璃阁。是。林婉意，自从你新婚宴被送给都督后，世子就嫌弃你了，他永远都不会碰你，你这辈子都会过得凄惨无比。还记得当初那个没有烧完的纸片吗？我故意给你机会爬沈玉白的床，你果然就背叛了。其实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怀过孕，那不过是一种让人以为自己怀孕了的药，而且你以后再也不会怀孕了。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我要杀了你！小姐，您留他一命，始终是一个祸害啊！不用杀他，脏手。而且有时候活着会比死了
还痛苦。郑姨娘疯了。三夫人，都是那林婉仪进了郑姨娘的院子，出来后没过多久，郑姨娘就疯了。肯定是林婉仪对郑姨娘下的手。你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我没有。那就是污蔑主母。明日你们俩就要被送到乡下庄子上了，别再给我闹什么幺蛾子。大嫂，孙姨娘去三婶那儿告状未果，她离开的时候眼底都是怨恨，我担心她会不会做什么事情对你不利。我已经让人盯着她了。大嫂，你之前帮我挑选的那几个人我都看了，我想要嫁给那个刘文举。他是一个很聪慧的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吃亏。不吃亏是好事，如果他能够将我当成家人，那么以后他也不会让我吃亏。如果你决定了，我即刻就派人去安排这件事。多谢大嫂了，以后如果大嫂哪里用得上静柔的，静柔万死不辞。静柔，以后都要靠你自己了。小姐，孙青莲让人去厨房拿了好多浓度很高的烈酒，同时还让丫鬟去取了火油。其实林婉意是故意让孙青莲知道子服是被他给逼疯了的。见子服逼疯，明日又要被送到乡下庄子上去了。孙青莲求助无门，最后自然是想起了静宁郡主交代的事情。小姐，那个沈四爷他又在故意调戏我，不知道他跟四夫人又在憋什么坏水呢。他这一次应该是真想调戏你。什么？今晚让大家提前把重要的东西全部都带出琉璃阁，晚上不要睡觉，发现异常就赶紧往外跑。而福陵你负责将沈四爷打晕了，多灌一些酒，丢在芙蓉阁的寝房门口。沈玉白到底去干什么了呀？这个和离书，他会不会又反悔不写了？此时的沈玉白正在揽月宫偏殿床榻上，跟黎洛溪颠鸾倒凤。娘娘，殿下，那两人成了，只是沈世子的身子好像是不大中用，几下就不行了。他本就没好利索。行了行了，退下去吧。是。这对母子俩根本等不到明晚的宫宴了，所以就先下手为强，以叙旧的理由将静宁郡主留在了揽月宫中，随后又连忙招来沈玉白，这才促成了两人的好事。现在他们就等着明日一早醒来，木已成舟了。莫非如此算计玉白，他醒来后会不会跟我们翻脸？翻什么脸？白送他一个郡主做夫人，他跟他们侯府还得感谢我们。谁让你其他的兄弟心腹们都不争气？那静宁郡主看过他们的画像，理都不理，唯独在玉白的画像上停留了许久的时间。几个表兄弟心腹之中，唯有玉白是最优秀的，娶那御医的女儿实在是太可惜了。不过母后，那静宁郡主那边，那小姑娘看着就没什么主意的，遇到这种事情自然就是半推半就了。等回头让玉白将他正妻休了，就可以将两人的事情定下来。莫非说的极是？走水了，走水了，快来救火啊！夫人，四爷为何会躺在你房间门口啊？什么？去，赶紧把三爷喊过来。是。哪里走水了？夫人，是大风少奶奶的琉璃阁。林婉意的院子，会不会是那个孙青莲做的？去，派人去碧玉阁。是。沈大夫人醒来的时候，火已经被扑灭了。林婉意被烧死了吗？没有，听说当时大奶奶有事在侍女的厢房里。算他命好。婉婉，到底怎么回事啊？三婶，如果不是我碰巧有事不在，怕是就要被活活烧死了呀！还真是有人要害死我。夫人，那孙姨娘跟她的丫鬟被吓得在房中一直发抖，他们屋子里还有很大的火油跟烈酒的味道。刚才奴婢问过管家了，说是这2日孙姨娘让人领了不少的火油跟烈酒。还等什么？你们快去把那贱人给抓住！是。果然是小户人家出来的，这么不顶用，被一个妾室欺负到如此地步，真是窝囊废。走，跟我一起去审那贱人去。是。哼，所有证据都确凿了，你还想抵赖吗？给我张嘴，一直打到他承认为止。江氏倒不是为了林婉意出气，她主要是作为正妻，很愤怒有这种贱人竟然敢谋害正妻。她打算拿孙青莲杀鸡儆猴。对，这件事的确是我做的，但是是有贵人让我这样做的。他说这样做对咱们侯府好。什么样子的贵人会让你做出这种害人的勾当，还说是为了侯府好？
是静宁郡主。如今夜深了，等明日天亮去请静宁郡主过来，你就什么都明白了。林婉意，你如今得罪了那位殿下，就算是今日被你侥幸逃脱了，以后定然也逃不掉。三婶儿，今晚可以暂时不处置这个孙青莲，可是你问过郡主之后，也要给我一个交代。如果侯府任凭妾室谋害主母而不治罪的话，那么下一个妾室很有可能会效仿的。婉婉，你放心吧，这一点三婶是明白的。这惊扰了大半夜，你也吓坏了，赶紧回去歇着吧。明日天亮，我就让人去修缮你的寝房。是。小姐，分明是那孙姨娘想要害你的命，你怎么放过她呀？万一明日那个郡主来了，救了孙姨娘怎么办？不管明日那位郡主来不来，孙青莲都逃不过一个死，区别就是侯府动手还是静宁郡主动手。什么？你怎么这么笨啊？小姐都说的这样清楚明白了，即使这件事情真的是静宁郡主指使的，指使妾室谋害正妻这种事，会成为郡主身上的巨大污点，她怎么会让孙姨娘活啊？哦，奴婢明白了。沈四爷那头的情况怎么样了？四夫人去领沈四爷的时候，脸色都变了呢。奴婢按照您的吩咐，在府中散步。沈四爷爱慕三夫人的事情，应该已经是传遍三房四房了。三房嚣张跋扈，四房则是宛如毒蛇一般，潜伏在暗处，伺机而动。既然这样，就先让他们狗咬狗，看看到底是哪一房的牙齿更锋利尖锐一些吧。夫人，是我。外面下雨了，我沐浴的时候在池中睡着了，做梦梦到你被大火给吞没了，惊醒过来就听到天机回来禀告你院中失火的事情。这件事你不是知道的吗？我有自己的算计，定然不会让那孙青莲伤了我。天机去跟你禀报的时候，他没有说我并没有受伤吗？他说了，我没事。倒是您，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您系错了扣子呢，我帮您系好吧。反正待会儿还要脱，就先不用系了。这里是下人的厢房，隔壁住了很多人，他们会听到的。太晚了，我只是想要在这里单纯睡一晚，但没想到原来夫人有兴致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我就却之不恭了。那些东西快放下吧，奴婢来收拾。福灵，你昨天知道嘟嘟会来？是嘟嘟来了之后，奴婢才知道的。天机奉命在府中暗中保护您，琉璃阁起火之后，确定您没事，他就连夜回去禀告嘟嘟了。奴婢也没有料到嘟嘟竟然会来啊，害得我连夜想办法让昭妍他们几个睡得沉一些。不过这也就证明了嘟嘟在乎小姐嘛。这几日这个屋子就我住了，等回头再给你们几个安排其他的屋子住。老四，我知道你平时花心，但没有想到你连自己的嫂子也觊觎。哎呀，本来就是误会，三哥你不要多想。既然是误会，那就各退让一步。老四，你给老三两口子道个歉。可他刚才还打我了，大哥，你看我这眼睛都青了。打就打了，谁让你平时爱喝酒？好了，这件事就到这里。师子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位郡主殿下。前一刻还打在一起的两房，此时瞬间达成了共识。婉婉呐，虽然三婶之前经常说你，但是更希望你做玉白的正妻呀。林婉意多好拿捏呀！如果真的让那位静宁郡主进侯府，这侯府8成以后就真没有他们两房什么事儿了。父亲，你们怎么都出来了？郡主驾到，我们当然要出来迎接了。父亲，我有事情要单独跟郡主聊。单独聊啊？那好，你们去聊吧。玉白，家中昨晚出了事，要不让郡主先去歇息，你先来处理一下这件事。三叔，什么事情需要我来处理？当然是你的事。郡主，先让下人带您去歇息，我马上就过去。他竟然没有死，这件事怎么又跟梦中的不一样了呢？弯弯，静宁郡主怠慢不得，有什么事情赶紧说。孙青莲
要一把火烧死我。啊，好端端的，表妹她为何要这样做？因为你要把他们送到乡下的庄子上去，他认为都是因为我。弯弯，我是真不知道这件事，我回头就把孙青莲送到官府去。世子，将和离书写给我吧，这次是我侥幸逃脱了，下次可能就指不定如何了。弯弯，难道你对我没有任何情谊了吗？昨晚世子去了哪里？精宁郡主脖颈上的红痕可是世子亲的。我并不喜欢那静宁郡主，我心中只有你啊。我懂，你都是无奈，全都是为了侯府。趁着郡主还不知道，你赶紧写吧，这样对你我都好。弯弯，这是何物？这里的药可以让你恢复男人闺房之能，你立刻将和离书写好，我就将这药给你。昨天晚上跟静宁郡主颠鸾倒凤的时候，他虽然迷糊了，但也能知道自己的力不从心，幸亏对方也喝醉了，并没有发觉。倘若静宁郡主知道他不行的话，那他们的婚事必然就会发生波折。你这药……你写好了，我这瓶药给你，另外还把药方写下来给你，你快写吧，郡主还在等着你。好，我写。至于那个药，只能够暂时让他恢复闺房能力而已。林婉意好不容易给他下的毒，怎么可能让他那么容易好？茯苓，你出去雇几辆马车。昭妍，你带人立刻清点嫁妆，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装到马车上去。小姐，咱们可以回家了吗？对，我们回家。婉婉，你这是要做什么？三婶儿，我劝你也提早做一些打算了。你以为世子一晚上未归，今日又与静宁郡主同时出现，是何意思？什么？难道玉白真的要娶郡主了？静宁郡主，现在可以说说我们的事情了吧？昨天晚上的事是一场意外，我们俩都喝醉了酒，所以昨晚发生的事你就都忘了吧。郡主，你我已经有了肌肤之亲，我理应对你负责。倘若这件事泄露出去，也有损你的名誉啊。你对我负责？怎么负责？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已经后院妻妾成群了吧？我贵为郡主，你难道还打算让我做妾？不，我哪里会让郡主做妾？我已经跟那林婉意和离了，所有的妾室我也都遣送回了乡下，以后我定然一心一意对待郡主。什么？脑袋里面乱糟糟的，再一次怀疑自己的梦境是不是都是假的。毕竟入京后，一件件事情都跟梦中的不一样了。今日我身子不适，想要回府歇着了。你我昨晚之事，先不要让外人知道。我要回去好好想想。那郡主先回去歇息，等改日我登门拜访。不，你别等了，等我想好我们的事情再告知兄长他们。我担心他们会反对。那就听郡主的，玉白心仪郡主。反正两人已经颠鸾倒凤过，再有一次应该也没什么吧。那林婉意跟母亲大人实在是太像了，这个林婉意必须死。那药丸是真的好用。刚才给弯弯的和离书是否有点太痛快了？算了，等跟郡主的事情彻底定下来后，再寻机会去偷偷安慰安慰弯弯，又没有人会再娶弯弯。只要我多一些耐心，多一些温柔，会让他想起来青梅竹马的情谊的。郡主，我先送您回府吧。你就不用送我了，我担心哥哥们会多想。好的，那今晚的宫宴咱们再见。好。等娶了静宁郡主，他以后在朝中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而且外边再也不敢有人议论他不配袭爵了。如此这样甚好，看那三房以后还敢不敢对侯爵之位虎视眈眈。母亲，林御医医术十分了得，我去找弯弯，让他给您弄一些治脸的药吧。别的御医都治不好，他林家人能治好吗？母亲，之前弯弯给了我一种药，已经治好了我的隐疾，林御医真的十分厉害。当真？来人，去琉璃阁把林氏给叫来。夫人，大奶奶已经收拾好嫁妆，打包好行李，走了。走了？她去哪里了？我沈府的少奶奶带着嫁妆跑了，她这是要上天呐！听说是回林府了。弯弯走了？你们都是哑巴吗？这等大事为何不禀告我啊？夫人，是您说过自己要睡觉，谁都不可以吵醒您啊。不，他不能就这样离开。眼下静宁郡主还没有决定答应，我怎么能够真正失去弯弯？想要真正和离，光有和离书还是不行的。和离后需要修改户口，撤销婚书，走完这个流程，他才算是彻底恢复了自由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他欢喜是肯定的，但沈玉白休想欢喜了。虽然和离了，但并不代表他的复仇就结束了。上一世林家被满门抄斩，他被变成废人后还被烈火焚身，何其惨烈。如今侯府门楣还挺立着，一切都并不算完，只是一个新的开始而已。世子夫人，你竟然要跟世子和离？
这件事世子也是同意了的。如果大人不信，可以找人看一下这放弃书到底是不是沈世子的笔记。啊，我认得。沈玉白当初才俊双绝，写出来的诗备受全京城文人们追捧。大人可曾听说过荣成王府的精灵郡主？当然知道了，那位郡主进京可是选夫婿的。如今这世子夫人哭哭啼啼的模样，莫不是沈世子要娶静宁郡主，所以才跟原配和离了？呸，什么玩意儿啊！和离的好，世子夫人，哦不，林小姐，你稍等，下官这就替你办理相关事宜。劳烦大人了。官差办理得很快，还满眼同情的亲自将林婉意给送了出来。燕都督，听说你跟沈玉白和离了？您这听说的速度够快啊，差一点就要超过我本人了。和离了，我刚去官府办的户籍修改那些。原来跟沈玉白和离，他是真心高兴。倒是都督您怎么会在这里？停下来，弯弯，我有话要对你说。怎么不想让沈玉白看到？你们不是已经和离了吗？我现在得尽快回府，并不想跟他纠缠。啊，燕都督，您怎么会在这里？还想要问你为何要拦本都督的马车？沈世子这是何意？都是误会。我以为……你以为什么？是我看错了。还请都督不要责怪。罢了，马上宫宴就要开始了，耽误不得。回头沈世子好好想想，为何要拦我马车吧。是，竟然是燕慈坐在马车上。刚才燕都督怀中好像抱着一个女人，那不可能是弯弯吧？沈玉白竟然没有认出我来，不对啊，福陵坐在外边呢。我让福陵去做点别的事情，他没有在外边。至于沈玉白，他认不认出来有这么重要吗？沈玉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一下子将家昭送回去，恐家人们担心，想要速速回去安抚他们。你对林家人倒是真好，即使他们不是你的真正亲人，那在弯弯心中，我又是如何呢？你是我的恩人，燕都督是好人。真稀罕啊！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是好人呢。今日沈玉白是跟精灵郡主一起回的侯府，两个人看样子不清不楚，而且侯爷他们有意希望两个人在一起，不然沈玉白也不会这么容易给我放弃书。这件事我知道，他们俩在揽月宫的偏殿可是缠绵了一夜。哎呦，大姑娘，您终于回来了，快进去看看吧。侯爵夫人带了人来林府闹事了。他们来闹什么？他们说你身为侯府的少奶奶，品行不端，还拐走了侯府的财物，跑回了娘家。身为侯府的少奶奶，莫非沈玉白给我放弃书的事情还没有告诉他老娘？这位钱婆婆既然这么不安分，愿意折腾找事儿，那就让她彻底疯了好了。我说你们林家是怎么教导女儿的？出嫁从夫这个简单道理一点都不懂吗？受了一点委屈就带着嫁妆跑回娘家，这到底是出来给人家做媳妇的还是做祖宗的？谁家媳妇不会受委屈啊？怎么偏偏你林家女就这样矫情呢？今日宫宴，林雨之跟林怀安这对父子俩都要在宫中忙碌着。林老太太前2天带着林婉莹去了龙华寺，还没有归来，如今只有林夫人带着儿媳在家。婉婉在侯府受了什么委屈啊？感情我说了这么多，你就只听到了这句？我关心我女儿。我看那林婉意就是被你们林家人给宠坏了，才在侯府无法无天的。我在侯府怎么就无法无天了？林氏，你可是我侯府的媳妇儿，怎么说跑就跑了，还带着这么多东西？说好听的是嫁妆，说不好听的，万一里面有我侯府的财物呢？既然知道自己说话不好听，那就闭嘴啊！你竟然如此跟长辈说话！您算什么正经的长辈？我已经不是你们侯府的媳妇了。什么？玉白已经休了你？我无错，凭什么休我？我跟沈玉白是正儿八经的和离，放妻书、迁移户籍等手续全部都办妥帖了。我不信，不信你就回去问问沈玉白啊。至于我带回来的东西，沈三夫人都让人确认过了，全部都是我的嫁妆。如果沈大夫人还有疑虑，那就回去问沈三夫人吧。来人，送客。
林婉意，你竟然这样对我，玉白肯定不会原谅你的。他不原谅我，哼，我还不原谅他呢。侯府一直待我不公，我刚嫁过去，他们就让沈世子娶平妻，他们还试图谋我嫁妆，用赝品替换掉我的嫁妆，拿去典当行卖了。我过府不足3个月，沈世子就纳了3个妾室，还在外面养了外室。沈世子的一个妾室试图放火烧死我，结果这件事情证据确凿，侯府包括沈玉白竟然选择包庇了那个妾室。没看出来呀，沈世子一表人才，竟然还做那等事。我看那沈世子啊，也是一个卑劣小人呐。沈夫人，刚才我去官府办理文书的时候，顺便报了一个官。如今官府的人应该是去侯府抓那个纵火者了，你还不回家看看吗？孙青莲的事情我们说过，侯府不会让你委屈的，你何必要把这一切都捅开，竟然还闹到了和离，你一定会后悔的。我肯定不会后悔，但你们会不会后悔，我就不知道了。至于和离之事，可是沈世子主动求我的，他说自己心中另有他人，让我乘人之美让出主母位置。你们侯府门楣高，家大业大，咄咄逼人，我也只能够委曲求全的同意了呀。你若是不愿意走，就留在这里被百姓围观吧。想必明日起，京城上下的说书先生就又有新题材了呢。母亲，我跟沈玉白的确是和离了，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了，嫁妆我也都拿回来了。我可怜的弯弯呐，侯府的事情都过去了，以后我就赖着母亲了，母亲可不要嫌我烦啊。傻丫头，怎么会呢？你之前的院子我都命人定期收拾打扫，如果缺了什么呀，就直接找林管家去要。是，你去让人守着宫门外，等老爷他们忙完了，就立刻接他们回来。是。今日中秋宫宴，静宁郡主黎洛熙毫无争议地成了中心人物。除了七皇子跟九皇子两派的人，其他一些人也蠢蠢欲动，试图能够得到静宁公主的青睐，水涨船高。她离开的时候，侯府中还一团乱，母亲冯氏刚哭得背过气去，而孙青莲也被她失手给掐死了。那个女人死有余辜，谁让她要去害弯弯？明明我们已经私定终身了，她为何还对其他男人笑？听说沈世子跟夫人和离了。沈世子，你跟你夫人不是从小就定亲，青梅竹马，怎么静宁郡主一入京你就和离了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九殿下言重了，我跟内子和离是另有缘故。什么缘故？说来听听。那边怎么回事？几个小年轻的打起来了？启禀陛下，他们没有打架，可能是为了争抢静宁郡主，而对彼此都看不上眼吧。以你之见，最后那静宁郡主会花落谁家？你随便说说，朕恕你无罪。会花落谁家，微臣不知，但却知道荣城王府这朵花已经被人采撷了。陛下，静宁郡主昨日进宫，在揽月宫待了一晚上。今儿一早，静宁郡主出宫后，并没有回他们在京城中的王府，而是先到了沈侯爷家。下马车的时候，沈世子同静宁郡主手牵着手一起下来的呢。太好了，明月县主，你怎么了？你刚才没听到吗？他们说沈玉白跟他夫人和离了。自然是听到了。哦，我差点忘记了，县主一直心仪那沈世子。谁稀罕那个沈玉白啊？能够痛快和离，还算那个林婉意有脑子。哎，听说过几日你小侄子办生辰宴，你记得给林婉意发一个帖子。可我们家跟他们家没有任何来往啊。郑家可是2品大员，那林婉意的父亲林宇之是太医院院士，只不过7品而已。让你给帖子你就改，磨叽什么呀？如果不是我家近期无事，直接找上门又没有面子，至于这么麻烦吗？感情是县主打算到时候羞辱那林婉意吧？福林还没回来。小姐，您找我啊？燕都督让你做什么去了？小姐，都督说为了庆祝你今日恢复自由之身，让奴婢去城郊取了一样东西，是送给您的贺礼。贺礼？这是城郊西的永乐庄园，庄子土壤十分肥沃，特别适合种植各种药材。您以后开医馆，一些常用的药材就不必花钱去收了，可以直接找稳妥的人来种植看护。庄子上也有许多的仆役，他们以后也都为小姐所用。这个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要，你给燕都督送回去。小姐，如果您不想要，等到下次见到他之后，您直接跟都督说呗。
世子，那林氏根本配不上你，跟你和离，他过段时间肯定会后悔的。哎，就是，估计啊，他就是想要以退为进，想要拿捏世子呢。世子，你可不能惯他毛病啊！且看吧，过几日那林氏就得痛哭流涕，求世子原谅他。林家人也会因为痛失你这个好姑爷而后悔不已。老爷，大少爷，告诉您们一个好消息，大小姐和离了，如今已经归家了。真的吗？相当真。他们肯定是强颜欢笑罢了。林家什么门楣，侯府是什么门楣啊？哎，弯弯还没有歇着吧？你去通报一下，说我跟他大哥夏之归来，想要看看他。啊，这可怎么办呢？嘟嘟还在里面呢。老爷大少爷，小姐已经歇下了。这么早弯弯就歇着了？莫非是身子哪里不适？小姐没有生病，就是累极了。之前在侯府都是紧绷着，如今回到自己家，突然放松下来，就泄了力了。啊，那我们先回去了，你们好好照顾着弯弯。是。都督，是我。这里不是我家吗？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将沈玉白与静宁郡主的事情告诉了陛下。那他们两个人的婚事应该将近了吧？不会，静宁郡主并不想嫁给沈玉白。自从知道静宁郡主要害死他后，他就特别希望静宁郡主能够跟沈玉白锁死。而侯府那些人，林婉意之所以还留着他们，就是送给静宁郡主的大礼。静宁郡主不是都已经跟沈玉白暗度陈仓了吗？如果她不嫁沈玉白，那要嫁给谁？婉婉，我们都暗度陈仓好几次了，那你何时嫁我？都督，我想过去查自己到底是不是荣成王的女儿，如果真的是的话，我也打算在他们俩成亲之后，再跟荣成王相认。我家弯弯可真坏啊！你这是打算让那沈玉白后悔？他那人把自己跟侯府的前途看得高于一切，知道后吐个几口血都不奇怪。而且那金陵郡主当初让人害我，这笔账我还没有跟他算。如果弯弯想，我定然会想办法让他们俩成亲。那我是不是又欠了你什么？哦，对了，那个庄子你还是收回去吧，礼物太贵重，我都不知道拿什么来还你了。如果没有东西偿还，那就拿自己抵债。刚才见林婉意太累，都累到睡着了，他除了亲一下，再也没有做别的。既然现在醒了，养足了精神，自然就可以做一些其他费力气的事情了。他竟然为了娶那静宁郡主才和你和离的。父亲不要生气，不管如何，弯弯回来了比什么都要好，而且是和离。如果弯弯是被侯府休了的话，那么祖老那边也会有微词，后续麻烦事情更多。说的也是，这段时间弯弯你辛苦了，就在家中好好歇息。我不会一直在家中，过段时间我就会搬出去。我打算在城中开一家女子医馆，地方已经选好了。治病救人，这是做善事啊。没想到大奶奶竟然会跟世子和离，那她离开之前帮你定下的亲事，要不要换呢？当然不换，那可是大嫂真心实意为我挑选的。即使是庶女，但毕竟是侯府，所以刘家接到消息后立刻就同意了，然后就将2个孩子的亲事定了下来，只等沈静柔3年孝期满就可以嫁过去。只是侯府沈家还能否坚持3年了呢？道长怎么样了？邪祟就在此处。什么？这里可是那林婉意的住处啊！难道那林婉意就是邪祟？道长，那您的意思是，那邪祟跟这院子的主人有关系？是他招惹了邪祟，才会如此，连带着也影响了侯府的运势。这人已经离开了侯府，还不行吗？当然不行，他走了，灾厄依旧留在侯府。那如何才能破解我们侯府的灾厄呀？很简单，只要将这处院子的主人举办完血，拿来给我做法，摆上祭坛，7期49天，即可解除侯府的灾厄。要怎么才能够跟林婉意要办完血来呢？至于怎么取血，让大房他们烦恼去。四姑娘，难道咱们侯府的灾厄真的是大奶奶给带来的？怎么会是大嫂带来的？明明每一件事都是他们自己做的。你偷偷去趟林府，把这件事告诉大嫂。是，就你啦，还我房中给我搬东西。五妹妹要搬什么？香柳笨手笨脚的，如果给你弄坏了怎么办？我来帮妹妹搬吧。那也成，
我找昭妍姐姐，我跟她是同乡，麻烦小哥帮忙通报一下吧。不用给我银子，大家都是做下人的，都不容易，我帮你通报就是了。多谢啦。你不是四姑娘身边的香柳吗？紫苏姐姐，我有要事要跟你说。紫苏姐姐，你不是今天要泡在厨房里吗？怎么舍得也过来了？出事了，小姐！那侯府请了一个道人去做法，那道人说是你给侯府带来了邪祟，现在说要用你身上的半碗血做法，749天才能够除掉侯府的灾恶。莫非那个道士有2把刷子，都能够算出来我是重生之人？血当然是肯定不会放的，但重生这种秘密，林婉仪不会告诉任何人。毕竟如果被人知道了，那他可是会被当成妖孽烧死的。所以如果那个道士是真的知道了什么，在他把这件秘密告诉其他人之前，林婉仪就得想办法把这个人除掉。另外，他没有料到四姑娘倒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也算是对方的投名状了。不得不说，侯府那样乌烟瘴气的地方，竟然还逮逐出好笋。你拿着银子去镖局雇几个武功高强的人来，说让他们暂时帮忙看护医馆。是。小姐，这些人够不够？不够我再去找。对付侯府的家丁已经绰绰有余了，你给他们去安排住处。哎，是。瑶光姑娘，你怎么来了？那些都是男的，我能够贴身保护。已经有茯苓了，不用再麻烦你了。茯苓没我厉害。又欠验词了，他得加快多做出一些药丸出来，不只是毒药，而且还有伤药等。玉白，那林婉仪之前是你的夫人，所以这件事儿啊，就由你去做吧。半碗血，那个道士到底可不可信？如果认为我请来的道士不可信，那你就再去请个可信的回来。玉白，不是我说你，这半年来侯府发生的一桩桩事情，不都是你们大房的事情吗？够了，玉白，这件事就由你去做，明日就去林府，去跟林婉仪要半碗血。可是父亲，不就是半碗血吗？又不是要了他的命，这件事就这样定了，散了吧。父亲说的对，只是去跟林婉仪要半碗血而已。他的性子一向最好，他肯定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侯府越来越乱吧。四姐，你说那林婉仪真的是邪祟吗？五妹，你可别说这些，怪吓人的。说林婉仪是邪祟，如果她真是的话，就该把这侯府的人挨个都收拾了才对。我们大姑娘没在家。怎么可能？我们刚和离不久，她不是带嫁妆回来了吗？世子还记得你已经和我们家大姑娘和离了呀，那为何还要来找她呢？世子，据说她在西街那边开了一家医馆。她开医馆干什么？沈世子来了。知道了。用不用本都督去打发他走？我自己下楼去处理就行。倘若您下楼了，那沈玉白肯定就被吓跑了，我就没机会让人揍他了。总算是明白为何弯弯让茯苓去找会武功的人做护院了。那好，夫人自己去处理吧。左不过有他在背后护着兜底，林婉仪想去做什么便做什么。至于那个怂恿侯府要给弯弯放血的道士，主子，那个叫李明的道士已经查清楚了，他前几日同静宁郡主接触过。静宁郡主不想嫁给沈玉白，但却要杀了弯弯，而弯弯暂时不想跟荣城王府认亲，得让静宁郡主先跟沈玉白成亲，可以让黎洛熙跟沈玉白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布满京城了。是，开我医馆有何事？他本以为跟自己和离后，林婉仪定然伊人憔悴，他正好可以好生安抚安慰一下，趁着林婉仪心软之际，就可以提出那半碗血的要求。可眼前的林婉仪却好似换了一个人似的，更加明艳照人。你还真的开了一家医馆？弯弯，我知道和离后你日子不好过，但你不用这样抛头露面。倘若林家养不起你，我可以继续养你的。你该不是让我去做你的外室吧？不管如何，都比你这样抛头露面强。谁家正经女人这样做？弯弯，看在咱们昔日情分上，我绝对不会见你这样堕落下去的。你没事吧？如果你今天上门来是来说教的话，那恕不奉陪。来人，送客。弯弯，我上门是想找你帮个忙的。看在往日情分上，你给我半碗血吧，事关侯府。你是不是有病啊？今日要我血，明日是不是就要我的命？来人，给我将这欺人太甚的混账打出去！不出意外的话，今晚他们还会上门来取血。我放在书房中写好的那些话本，你想办法交给整个京城听众最多的说书人。是，这不巧了吗？小姐跟都督都想到一块儿去了。侯府找来的那个道士是静宁郡主的人。婉婉，你应该就是荣成王丢失的独女。
静宁郡主如此想要除掉你，她应该也是知道了你的身份。其实荣成王的真正女儿找回去，对养女身份的静宁郡主影响不是那么巨大，这又不是真假千金的调换，除非我当年丢了的事情跟静宁郡主有关系。当年相关的许多人，荣成王都调查过，没有丝毫线索。只要他们做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当年那人做事情做得十分隐秘，但燕慈未必查不到，但他出手后肯定会惊动荣成王跟药谷，而现在弯弯还不想跟荣成王府相认，那么他就把对这件事情的掌控权都交给弯弯。他其实也在有意培养弯弯，因为等日后跟了他，要面对许多危险。是不是那个精灵郡主身边跟着一个叫做蓝姨的人？我记得你说过，她其实是精灵郡主的亲生母亲。如果她也参与了此事，只要想办法接近她，就有机会从她口中撬出当年事情的真相。过几日不是郑家小少爷的百日宴吗？对，那个时候精灵郡主肯定会去，而据说那个蓝姨跟她寸步不离。到时候把茯苓或者瑶光带上，你的医馆马上就要开张，正好是一个极好的宣传机会。郑家可是2品大员之家，老牌勋贵，还不站队，在京城之中人脉颇广。如今到了用晚膳的时候了，只是这2日我搬来的匆忙，这里没有什么吃食。不是，你不走？今晚那么好看的戏，怎么弯弯不邀请本都督一起看吗？你是说晚上侯府会来人的事？瓮中捉鳖一定很有趣。听说林大姑娘开了一家医馆，李某特意协理来庆贺。燕慈，你怎么在这里？黎苍都想好了，在他没有得到林大姑娘的芳心之前，是万不能让二哥知道他的存在。毕竟二哥的心眼子太多了，而且二哥也没媳妇儿，万一到时候二哥跟他抢林大姑娘，那怎么办？我为何不能在这里？你……哦，对了，他是你的人。弯弯，他是荣成王的3公子，姓黎名苍，很早入了兵营，现在人称一声李小将军。他今年多大？我20有1了，还未曾婚配。林大姑娘，你还没有看我给你带来的贺礼吧？你快看看喜不喜欢？贺礼就不必了吧。弯弯，那些都是药谷的好东西，收下吧，这可是李小将军的一片心意。那就多谢李小将军了。不谢不谢。林大姑娘，我听说那沈玉白过来闹事，他没有吓到你吧？没有。那就好那就好啊，这是我的令牌，你收好，如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你直接派人去王府找我就行。谢谢你。说什么谢呀，都是应该的。李苍，如今夜已经深了，你还是快点离开吧。你赶我走，那你为什么不离开？我与你不同。你有什么不同啊？我们的确不同。是，行。如果荣成王府的3位公子知道我是他们的妹妹后，会如何呢？你还记得你在皇宫之中遇到的那个刺客吗？刺杀皇帝，荣成王府？不用担心，不到谋反那个地步。这里的事情比较复杂，不过眼下对你影响不大。那如果我跟荣成王府相认后，有我在，即使你跟他们相认了，也不会让任何事情影响到你。为什么李小将军会来？看样子你跟他很熟悉。燕都督，弯弯很喜欢黎苍吗？可能是血缘的关系，那日在假山之中就对他有了一些熟悉感。如果不是因为那一抹熟悉感的话，当时就不是给他止血药，而是加他几针了。黎苍好像喜欢上你了啊？那你还让我收下他的贺礼？没事，反正他也娶不了你。时辰不早了，我们得抓紧点，不然待会儿侯府派的人就会来了。抓紧什么？夫人抓紧时间还债呀。好了，逗你的，你赶紧去睡一觉，半夜闹起来你就睡不了了。那豆豆您呢？我当然也要补个觉。怎么就好像是寻常夫妻过日子的模样了？怎么睡不着？我不想做你白月光的替身了。我知道你帮了我许多忙，我也不是无用之人。除了床榻之外，我也可以做一些事情，报答你这段时间的恩情。谁说你是我白月光的替身了？最开始不是燕都督在见到我的时候说好似故人吗？那个故人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我燕慈自始至终想要睡的人就只有你林婉意。燕慈，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弯弯若想要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来深入了解一下。大骗子，说好了今晚只是补觉来着。我是说，这位林大姑娘身边只有一个会武功、力气大一些的侍女外，其他没有什么了吗？还没做什么，4个人就被放到了3个。你要去哪里呀？银尘歌悄然相思，平地起波澜。你快点起来！不用着急，外面茯苓他们会处理好。我笑他一晚，了不起线索。
你就不担心他们走到里面来看到我们吗？走不进来，弯弯你不是在门口地上都放满了毒药吗？更不要说还有那设计好的机关弩箭。他们之前的计划也是得让这几个人走进林婉意的闺房，这样才能够将人扭送到衙门去的时候给侯府定罪。小姐，要如何处置他们？分开审问，你们用什么办法都行。审问好，让他们在供词上签字画押，等天一亮，所有人连带着他们的供词一起送到京兆尹府上去。京兆尹柴康是一个老滑头，你直接送人跟供词过去，恐怕对方只会先应付你。我先去京兆尹只是报案，而这个报案也只是第一步。我让我父兄他们这几日也各种哭委屈，想必已经在许多达官贵人甚至是陛下的心中也埋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到时候所有的舆论都会指向沈玉白跟侯府，就算是陛下想要给七皇子脸面不严惩侯府，但也绝对不会放过。你就不担心这样一来，那静宁郡主跟沈玉白没有办法成亲了？静宁郡主都这样声名狼藉了，其他那些贵公子还要娶她？对，因为他们都贪恋她背后荣成王府的势力。如果他们不能顺利成亲，那么我就用最后一个法子推他们一把。不许让自己铤而走险，听到没有？他们不值得你这样做。这群人很好审，用茯苓的话就是他们许多个法子都还没用呢，这群人就将侯府沈侯爷给抖了一个底朝天。他们今晚上来不只是要取林婉意的半碗精血，还要侮辱他，算是让他吃一个哑巴亏，不敢将这件事张扬出去。侯府实在是欺人太甚。晏慈拿过那些供词看了看，提起笔，他竟然瞬间模仿他们的笔记，分别在供词中加上了一条，他们还要将林婉意以及他医馆所有人灭口，都是为了沈玉白能够娶静宁郡主。不用我陪你下去？柴康是你的人吗？倘若不是，你就不该牵扯进来，以免他会想我跟侯府的事情背后是否跟你有关联。柴康不是我的人，但你是。相信我好了。真是狡猾的小狐狸啊！侯府门没高，可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我是万万不会状告侯府的。他们根本不给我活路，之前放火没有烧死我，这次竟然派人上门来。沈家欺人太甚，林大姑娘，你放心吧，下官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你且在这里先歇着，我这就去禀告我们大人去。麻烦刘大人了。大人，您快点去给林家大姑娘主持公道吧，那侯府也实在是太过分了呀。你让我主持公道，怎么着？是现在去抓沈侯爷，还是去抓那白世子啊？要不一起都抓来？抓你个头！你不知道侯府是端妃的母族啊！而且这个时辰他们肯定都要上朝去了，本官也要上朝去的。哎呦，林大姑娘怎么办呢？那几个人都招了，倘若不是林大姑娘找了几个会武功的护院，她早就香消玉殒了呀。那这样，你先让他把供词跟人都留下，说这个案子等本府下朝之后再来审。至于他受到了惊吓，先回家好生安歇。可是，没有可是了。沈玉白，送给你跟静宁郡主的第一份新婚大礼，你可要接好了。父亲，要不我今日告假，先回去吧。我去看看林婉意。派人上门去跟林婉意强势要血的事情，他告诉了儿子，只不过随后让人糟蹋林婉意的事情，并没有让沈玉白知道。一来是让林婉意那个女人闭紧嘴巴，以后不管沈玉白娶了谁，都跟他没有关系，他已经是残花败柳了。二来也是为了让沈玉白对林婉意死心，沈侯爷担心玉白对那个林婉意念念不忘，而耽误了娶静宁郡主，所以才来了一招釜底抽薪。玉白，孰轻孰重你不知道吗？都说了，只是娶那女人半碗血，都是为了侯府，他应该感恩戴德才对。可他们一晚上都没有回来，会不会……最坏的结果可能就是失败了而已，不要多想。对方没有回来，沈侯爷认为更多的有可能是几个人流连于温柔乡了。毕竟林婉意那样漂亮，身段婀娜，而且她那几个得力侍女也个个娇俏可人，美得各有千秋。诸位爱卿，今日有何事禀告？启禀圣上，臣要参大理寺司职沈玉白宠妾灭妻，罔顾人伦，谋财害命。开口的是御史台王御史，这个王御史甚至还不是九皇子的人，
而他一开口，九皇子那一派的人势必就不会袖手旁观。看来弯弯之前做的一系列事情的确发挥了效果。各位大人，那都是坊间传言，并不可信啊！这样乱说，岂不是会毁了静宁郡主的归誉？沈玉白倒聪明，一句传言不可信，再来一句静宁郡主归誉不可毁，立刻就将自己给摘了出来，同时还把荣成王府的人给拉到了自己这边。沈玉白不管如何是不会在朝堂之上承认他跟静宁郡主的私情，最好的结果是静宁郡主非要嫁给他，而不是他用了手段毁了静宁郡主的清白，让对方被迫嫁给自己。那本官敢问沈世子，你宠妾灭妻，霸占正妻嫁妆，任凭家中妾室，放火烧死正妻，这件事可有？王大人，这是沈家的家事，这就不适合在这朝堂之上说了吧？晏慈，怎么这件事你也知道了？沈世子的家事臣不太了解，就是今日上朝的时候看到那林氏竟然敲了京兆尹府门口的鸣冤鼓。柴康，回陛下，确有此事。哎，什么东西打了我肚子一下？晏慈这厮看我干啥？哎，为何柴大人的肚子那儿圆鼓鼓的？莫非是状纸？哎，柴大人，你口袋里莫非是那林大姑娘的状纸？的确是，只不过下官走得匆忙，还没来得及看。呈上来。哎呀，哪个蠢货害我呀？沈琦、沈玉白，你们可真胆大包天呐！在京城之中肆无忌惮杀人，还有没有把朕放在眼里？陛下，您说什么呀？我们怎么会杀人？就是啊，陛下，臣冤枉。柴大人，这些都是那林家女诬告吧？她空口无凭的，怎能这样血口喷人？抱歉，侯爷，下官还没有开始审人证，还不知道具体情况呢。有人证，看来就是那几个人被抓住了。那林婉意竟然还反咬一口，果然最毒妇人心。当初就不该让玉白跟他和离，就不该让他活着走出侯府。哦，该不是沈世子想要迎娶静宁郡主，所以才想要害死发妻吧？玉白，你快点解释，这里面都是误会啊！我就只是让他给我办完喜而已。沈玉白，你难道不知道夜半时分6个彪形大汉闯进闺房意味着什么吗？我发誓，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死弯弯。你没有，那你父亲呢？晏慈，你去京兆尹督办此事，晚膳之前朕要得到结果。退朝。臣遵旨。恭送陛下。你跟上来干什么？沈玉白跟小溪到底怎么了？我二哥好像生气了，倒是很少见。看来你们很在乎黎洛溪啊。这不是在乎不在乎的问题，这事关我们荣成王府的名誉啊！编造那个什么琉璃传的人也太恶心了。晏慈，你也太过分了！本将军的臀是能够随意踹的吗？二哥，那晏慈的心眼子比你的还要多，什么都问不出来啊！不然这样，你先回府，我去京兆尹府看看。也好，我回去问问小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9000岁大人啊，您说今日这案子下官该怎么审理呀？柴大人如实审理就是了。可会不会得罪七皇子啊？你说七皇子在乎的是沈玉白，还是更在乎让沈玉白娶了那静宁郡主？柴大人只管秉公审理此案，至于沈家父子如何定罪，我会回去请示陛下。成。弯弯，你没事吧？本将军刚才在朝堂之上就想这么干了。李小将军，你别生气，这里面有误会。等今日这件事解决了，我让玉白登门去给静宁郡主赔罪。哼，惹怒了我家年坏的二哥，别说是赔罪了，赔命都有可能。林大姑娘，你没事吧？虚惊一场。昨天晚上没走就好了，又少了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柴大人，你还不准备升堂？怎么，你打算晚上进宫去陪陛下用晚膳吗？对，升堂。侯爷，不是您让我们毁了林姑娘的吗？您说林姑娘蛊惑世子，世子被她打了，还对她念念不忘，所以只要林姑娘以这种十分不堪的方式死去，世子就再也不会惦记她了，还千叮咛万嘱咐，这件事一定要做得干净利落一些，万不能让世子知道呢。阿父，你当真这样说过？我当然没有。玉白，你怎么信外人都不信你父亲？大人，我还有证据。
这不是我这次给你的酬劳，是上次我让你……不止这次，还有上次。哎，沈侯爷，看来你让这几个地痞无赖做了不少坏事啊。大人，我们多招一些，是不是就可以从轻发落啊？那是当然。沈侯爷，你为何对我如此心狠手辣？我才嫁进侯府几个月，你们处处刁难。你还问本侯？你这个扫把星！自从嫁进侯府，我们侯府就没有过过好日子。沈老太太是被你跟沈玉白气死的，沈玉白的3个妾室，2个死于他手，剩下1个也是被他逼疯了。沈大夫人如今缠绵病榻，也是被侯爷你的外室跟孩子给气的。林林种种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反过来诬陷我一个柔弱无辜的女人。我家弯弯连撒谎都这么可爱。弯弯，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但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以为他们只是去找你取半碗血的，我不知道他们要辱你，要杀你啊！竟然这个时候光顾着把自己摘出去，而不管我这个父亲的死活了吗？他之前给侯爷下的毒，如今有了怒火攻心这个药引子，那么等到他的就是病来如山倒。柴大人可以定案了吧？是。林大姑娘，你且先回医馆歇着，我得去找那个沈玉白问个明白。倘若他们俩真的两情相悦，想要在一起呢？林大姑娘，你放心吧，我们荣城王府是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他沈玉白休想借我们荣城王府的光。这个小哥人不错，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写了那本琉璃传，如果让我抓住他，我肯定揍他一顿。就是心眼不多的样子。最迟明日赐婚圣旨就会到2个府上，陛下应该只会对沈家小惩大戒，并不会赶尽杀绝。我明白，我没指望因为这件事情就让侯府满门抄斩。竟然想要让侯府满门抄斩？我家弯弯果然随我。好了，回去沐浴更衣，晚上等我。启禀陛下，燕大人跟柴大人到了。宣。这审案速度挺快的呀。不过也是，证据确凿的事情，倒也不用太费时间。九弟不用这样落井下石吧？或许是一场误会呢。那林氏不还活着吗？哎，七哥，你这话就不对了。总不能说人家林氏命大活下来，对方的杀人罪就不追究了吧？够了，你们都退下去吧，言辞留下。是。你认为朕该如何罚沈家父子俩？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恕你无罪。那就褫夺沈家侯爵之位，降为伯爵，而且罚俸禄1年，让袭爵终止在沈玉白这一代。你跟沈家有仇？没有。这件事如果陛下轻判，恐会失去民心。今日在朝堂之上为林家女说话的人，许多都是纯臣。老七那边恐有不妥。陛下可以重罚了沈家父子，然后再赐婚沈家，让那沈玉白迎娶静宁郡主。朕可是听闻那静宁非你不嫁来着，你现在这般竭力让静宁嫁沈玉白，是何道理呢？谁都知道臣是您的爪牙心腹，而荣城王府的势力又一直十分敏感，让人忌惮。倘若静宁郡主嫁给了臣，那她从臣那儿偷消息不怎么办？你怎会把静宁想成了细作？她不过是一个刚及笄不久的小姑娘而已。陛下，臣是无根之人呐。静宁郡主就算是不选沈玉白，也有许多更好的选择。她谁都不选，为何偏偏选臣呢？你的意思是荣城王府有不轨之心？这不得而知，暂时没有证据。不管如何，也不能让静宁郡主嫁给臣，咱们试探不起。陛下，您给他们赐婚是为了静宁郡主归玉着想，而荣城王府定然会十分不满这桩婚事，届时就会把所有怨怼都记在了沈玉白身上。如此一来，七皇子想要借荣城王府的事，恐怕并不容易。说起娶妻，你也20多了，都督府还是得有一个女人。如果你看上了哪家姑娘，朕也给你赐婚。谁家姑娘敢跟着臣呢？你呀，你总是妄自菲薄。如果你不是宦臣，朕肯定要给你一个内阁首辅做一做。倘若他不是无根之人，皇帝哪里会将他当成心腹呢？
晏慈又陪着陛下说了一会儿话，就顺利地拿到3道圣旨。一道是将沈家褫夺侯爵降为伯爵，同时罚沈琦、沈玉白各1年的俸禄，以及停止了沈家第3代袭爵。另外2道就是赐婚圣旨。晏都督，请留步。世子有事。晏都督，今日肯定是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弯弯，如今这个局面实在是被迫之举啊。世子是何意？本都督怎么听不懂呢？我以后自然还是会庇护弯弯的，都督身份特殊，就不劳烦都督了。什么东西，都这个境地了，竟然还敢觊觎弯弯，可真是不要脸啊！世子此话可是真心？自然是真心。那好，正好本都督还赶着去荣城王府宣读圣旨，世子这句话一定会带给静宁郡主。我刚才什么都没有说，改日定然会请都督喝茶，今日就不打扰都督了。怂得真快。晏慈，大晚上的，你来荣城王府做什么？宣读圣旨。什么圣旨？自然是赐婚呢。什么赐婚？给谁赐婚？该不会是给我赐婚吧？哎，不行不行，我已经有心上人了。你得庆幸自己是弯弯的亲哥，不然的话，哪里还允许你喘气的明天？是给静宁郡主赐婚，你快点去把世子跟静宁郡主喊出来吧。幸好不是我。哎，怎么没有问问皇帝是要把静宁许给谁呢？你哭着说被端妃算计，失了清白，但为何回来后却不跟我们说出真相？倘若不是我的人查到的话，你是不是还打算一直隐瞒下去？那等丑事我怎敢往外说呀？我已经警告沈玉白，不许将此事泄露出去。可是哪里知道现在全京城都知道了。你不想嫁给沈玉白，但如今你归于已鬼，你还想要嫁谁？我要嫁给晏慈。二哥，小西，晏慈来了。什么？晏都督来了？原来小西这么急着嫁人啊！晏慈来做什么？他是来宣读赐婚圣旨的。陛下给小西赐婚了，许给谁？我忘记问了。晏都督，那些说书的都是胡说八道的，我跟沈玉白什么关系都没有，你可一定不要误会我呀。揽月宫那晚发生了什么事，本都督一查便知。他知道那夜我跟沈玉白在一起了。本都督今日来是给静宁郡主宣读陛下的赐婚圣旨的，陛下给你跟沈世子赐了婚。晏都督，这是何意？之前陛下也答应过，小西进京来是自行选夫，现在又为何下了圣旨？那世子就得问一问令妹了，谁让他在后宫之中跟沈玉白做了那等阿杂事呢？倘若他们俩不成婚，怎么想要给令妹安一个祸乱宫闱的罪名吗？我不要嫁给沈玉白，我不要！哭得可真够难听的呀，还是我家弯弯哭得好听，尤其是在榻上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立刻见到林婉意。怎么，你们还真打算抗旨了？没有办法再商量商量了吗？你们可以去找陛下商量。你以为我傻呀？算了，这件事我也没办法了。不过留在府中听小西哭得好烦。言辞，你回府正好路过林大姑娘的医馆吧，你捎我一程，我去看看她。捎你一程？怎么，你不乐意？言辞，你也不是这样小气的人呐。我就是这样小气的人。你怎么不走大门？走窗户方便。听你说的意思，黎洛熙竟然不愿意嫁给沈玉白吗？他是不会告诉林婉意那个黎洛熙有病，竟然想要嫁给他。谁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但总归陛下定下的期限，沈玉白甚至都不用给他祖母守孝了。如此一来，沈家人和七皇子都是哑巴吃黄连。小姐，李小将军来了，奴婢要不要放他进来？你让李小将军回去吧，就说今日太晚了，我已经歇下了。是。婉婉，你要不要早点告诉李藏，你是他妹妹？现在沈玉白跟金陵郡主还没有确定婚期，贸然告诉李仓，他靠谱吗？那是相当没有谱。李小将军，我家小姐昨晚受到了惊吓，今日又去了京兆尹府，折腾了几趟，太累了，就早早的睡了。您还是先请回吧。那你们好生照顾你们家小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让她去派人找我。明日她会在的吧？你们告诉她，明日我再来。是。岁月难得沉默，秋风厌倦漂泊，夕阳赖着不走，挂在墙头，舍不得我。昔日
一河潮声向东流，再回首，往事也随风也一片片落。小姐，您是不是昨晚没休息好？那今天还回林府吗？当然回。黎洛熙打算去找沈玉白商议如何让陛下撤销赐婚圣旨。静宁郡主出行，其他无关人等还不速速让出路来！既然主动撞上门来了，你能护住我吗？直接撞上去。林婉意竟然敢拦本郡主的马车！郡主大人，我已经跟沈世子和离了，将那正气的位置让给了您，你竟然还不甘心，想当街撞死我吗？你胡说八道什么？污蔑本郡主，你找死！黎洛熙早就忘记了自己一直秉承的温婉外表。郡主殿下，您这样咄咄逼人，罔顾礼法，荣成王殿下知道吗？本郡主如何，还轮不上你一个小官差来智慧。原来那琉璃传说的都是真的呀！哎呦，可怜这个林姑娘哎！这荣成王英明于世啊，怎么会有这等飞扬跋扈的女儿啊？听说不是亲生的。给荣成王府抹黑，就看黎世子会如何处置这件事了。大小姐，您这是怎么了？我没事，我父亲跟兄长他们今日都在家吗？在的，不过今日府上来了客人。什么客人？弯弯，还不快给燕都督见礼？见过燕都督。听闻你在街上差点被静宁郡主的马车给撞了，都怪阿父没有用，我明日就去告御状去。那倒也不至于，不过您可以带着大哥继续哭一哭。人示弱的时候，就可以用眼泪跟委屈来博取更多的关注和同情。那我现在就进宫哭去，让林怀安过来陪我叙话就行。行。弯弯，你忘记我说过什么了吗？都督说过不让我处于危险之中。我今日这一出是让众人知道琉璃传讲的都是真的，也会给荣成王府施压。我想要看看荣成王世子会如何做。你在试探李锦？以后荣成王府是他说了算。如今荣成王夫妇不在，那么李锦的态度就尤为重要。那倘若他护着黎洛熙呢？不认也罢。那就不要认他们了。你若要借势，我的随你借。既然兄长来了，那你们聊，我先回房了。婉婉呐，同你祖父说说吧。毕竟当年你跟沈玉白的婚事是他跟沈老侯爷定下的。祖父，沈家谋我嫁妆，多次害我性命。我如果再不离开，恐有性命之忧。恕弯弯只能违背您的决定了。这事儿啊，也怪不得你。毕竟当年定下婚约的时候，你才刚从江南回来。那个时候沈玉白也小，谁知道他是那样的人呢？这样一来，弯弯是不是就得罪了那静宁郡主啊？那静宁郡主如此咄咄逼人，得罪与不得罪又有什么区别？你们几个呀，都应该跟弯弯学一学，遇到事情得有自己的主意，还得有自己的办法。看来以后啊，得让小锦娶一个伶俐一些、厉害一些的媳妇儿了。小姐，牌匾是都督让人做的，他说之前是你让他给驿馆起的名字。木婉堂。怎么名字不喜欢吗？为何都督会想叫木婉堂？若是弯弯求我，我就告诉你缘由。林大姑娘，前天我妹妹的马车撞到你了，你没事吧？李苍，前天的事情你今天才来问候，是不是晚了点儿？你怎么又在这里？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弯弯是我的人，我知道他是你的人呢，但是你要不要叫得这么亲近？林大姑娘，我也可以喊你弯弯吗？今日驿馆还没有开门，恕不接待客人，二位请回吧。燕慈，你是不是克我呀？怎么每次遇到你都没有好事？这样长久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林大姑娘的芳心呢？小狐狸长脾气了，竟然敢把我也赶了出去。小姐，这是什么呀？药皂，用来净手，不但手上的肌肤更加的白皙，而且还会残留花朵的香气。林婉意打算明天带上这些东西去，也算是宣传了她的木婉堂。林大姑娘肯定是因为小溪迁怒我了。小三，你怎么了？二哥，你不管管小溪吗？他差点撞死人呢。燕慈，我父王的意思是，如果陛下一意孤行，可能计划要提前了。上次让小仓去皇宫刺杀，只是试探，而试探的结果是，陛下跟之前并无区别，一点悔改之心都没有。
如今七皇子跟九皇子才斗了一半，还有几个部没有掌握呢。那好，我会禀明父王，再行定夺。另外，我有一件事想要问个明白。你说，你为何一定要让小溪嫁给沈玉白呢？沈玉白是七皇子的表弟，沈家也是七皇子的附庸。因为他们都伤了林婉意。沈玉白不是东西，辜负了林大姑娘这件事我知道，但小溪什么时候伤了林大姑娘？马车撞了她？不对，赐婚在那之前就下来了呀。之前沈家那个妾室要放火烧死林婉意。燕慈可不希望弯弯好不容易找到家人，再被血亲背刺。早点看清楚黎家兄弟俩的内心，还是十分必要的。都督，咱们是回都督府还是去木婉堂啊？你认为我该去哪里，就把车赶去哪里。这个月让天玄多给你开1倍的月钱。谢都督。之前那么凶的把我赶出去，如今又这么热情。我是真的有事情做，倘若不让都督一起走，黎仓肯定又纠缠半天。你做什么？这些是我让福临弄到的名册，明日参加宴会的女眷都有谁，哪些是七皇子一派的人，哪些是九皇子一派的人，还有他们的品性等等。毕竟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不殆。弯弯不想知道为何叫木婉堂了吗？难道不是燕都督爱慕我吗？算你答对了1/3。还有2/3。你若亲我一下，我就告诉你。果真是没有良心的小狐狸。我随我母亲本姓穆，之前谁都查不到燕子的身世，竟然直白地告诉了我。弯弯，我知你在沈家受到了许多惊吓跟委屈，暂且也不会逼你什么。而且我眼下还有一些麻烦，等解决之后，我必迎娶你进门。那届时我同荣成王府相认，他们也会反对这门亲事吧？交给我便好，你要做的就是这里面放着我。今晚我得进宫一趟。刚才燕慈说的是1/3的理由，那么最后一个理由是什么？都督，您到了呀，陛下宣您进去呢。听说那静宁并不想嫁给沈玉白，他们荣成王府打算抗旨吗？臣不知，这其中或许有其他人的挑拨。难道是老九那边也是？之前老七频频出事，老九会不会想着趁着这个机会让老七折损的更多？燕慈没回答这话，反正他一向都是负责引导，然后让善仪的皇帝自己去猜。果真没有用，就不能用一些高明的手段吗？转眼这又1年过去了呀，他们就一点长进都没有吗？如此这般无能，朕如何放心将来把江山交给他们？燕慈，听说老九给你送了女人。那女人已经被臣退还给九殿下了。不知道九殿下此举是何种心思，是想要拉拢臣，还是想要侮辱臣？老九只是喜欢女人而已，他应该没有想要侮辱你的意思，你不要多想。是，最近北京那边不太安分，你让人多盯着点，如有异动，立刻禀告朕。是，陛下，那臣告退了。当年那人可是当着他的面亲手杀死了他的母后啊！当时才3岁大的他躲在床榻底下，看着母后的鲜血从拔布床的缝隙渗了下来，滴到了他的脸上。母后告诉过他，不管发生什么，都躲在床榻下不要出声，所以他就死死地用小手捂着嘴，任凭脸上的泪水跟母后的血流到了一处。当年的事情需要一个真相，那些死去的人都需要一个真相。燕都督，听闻你最近去了林家，是陛下的一些吩咐，微臣无可奉告，还请娘娘不要怪责。安神汤要凉了，本宫得快点去送给陛下了。娘娘，请。天权，回去让人把林府门口的钉子都拔了，不管是谁的人。是。
燕都督专门夜探香闺，还如此轻车熟路，莫非是经验丰富？本都督是采花贼。我刚才看书看得好累，明日还得早起，今晚就让我好生歇息吧。弯弯继续睡吧，不用你来动。东风夜放花间，树根坠落。叶慈，冷了，都是我的错。脚都要断了。今天嘟嘟怎么没走？昨夜被弯弯累到了。那燕嘟嘟请自便，我出门了。儿雪凉黄金缕，小雨盈盈。众里寻的林婉叶，人都来了还不进去？仙主，我也是刚到。那咱们一起进去吧。好。林婉叶，待会儿那静宁郡主如果对你发难，你不必害怕。多谢仙主关心。谁关心你了？我就是看那静宁郡主不顺眼，听说她那日赶马车差点撞到你，你没事吧？有没有去看大夫啊？我没事，我自己就是大夫。啊，你真的会看病啊？我在西街那边开了一家专门给女子看诊的医馆，叫木婉堂，还会卖一些专门给女子的药妆。倘若仙主来，我会给仙主优惠。你就是小家子气，怎么不说我要多少就送我多少啊？我这是小本营生，还要养活自己。这林婉叶也太惨了吧，隔离之后都要自己养活自己了，回头多去照顾照顾她的生意。我们家郡主啊，最喜欢小孩子了。这是荣城那边出名的暖玉，放在孩童的身上啊，可以辟邪安神。郡主能来，已经让我们蓬荜生辉了，还送什么礼呀？都是应该的。那你先忙着，我出去走走。之前兰姨说，她如果不想嫁给沈玉白，还有一个人可以帮她。今天就是她特意来这里跟那人私下里见面的。你小心点，别把这暖玉弄坏了。你们仔细闻一闻这玉上的气味。这块玉的确是价格不菲，可是不是什么暖玉，而是殉葬过的古玉。这怎么可能呢？这玉是静宁郡主送的呀，她也没有必要来害我的儿啊。也许不是静宁郡主要故意害你儿，或许是他手下的人给弄错了礼物。林婉意成功将怀疑的种子埋到郑大奶奶心中。郑大奶奶，这是我给令郎的生辰米，百宁安神粉，这是他食欲不振、哭闹不安的时候，可以将这个融入到香炉之中。这次倒不是林婉意提前布局了什么，主要是黎洛熙自己粗心大意。黎洛熙现在的心思在其他处。小姐，刚才奴婢跟着静宁郡主他们一起出去，终于找到机会将药粉撒到那冯兰的身上，等到今晚她回去歇息的时候就会发挥效果了。届时奴婢和瑶光就去动手。奴婢还有意外收获，刚才跟踪他们的时候，看到静宁郡主竟然在假山之中跟一锦袍男子在那私会呢。在这个节骨眼上，黎洛熙倘若私会外男的话，那就是违抗圣旨。福灵，将那冯兰等放哨的人引开。是。你这是要去哪儿？我听闻政府园中的菊花开得正盛，想要过去看看。走，咱们一起。好。她不想嫁给沈玉白，但圣旨不可违抗，所以冯兰就提出可以让嘉柔公主帮忙，而眼前这姜望正是嘉柔公主的独子。她顶着压力来这里与这姜望相见，本以为他会提出什么有用的法子，结果他拉着自己进了假山，竟然就亲了起来。哎呀，快看呐，那里的两个人是不是抱在一起啦？姜公子，这可如何是好啊？外面人太多了，待会儿啊，我用斗篷罩住你的脸，然后将你抱走。那好，姜望，你是属狗的吗你？这等事情为何不回家去做，来这里丢人现眼呢？怎么，明月县主吃醋了？我吃醋？你就跟那个沈玉白一样，都是一丘之貉。怎么是静宁郡主啊？她不是被皇上赐婚了吗？刚才还是沈家那位嫡小姐叫嚣着说假山中有人抱在一起的呢。不对劲儿啊！我怎么听闻静宁郡主早就跟沈世子私定终身了呀？都给本郡主闭嘴！黎洛熙，我劝你好好想想，该如何去陛下跟前请罪吧。这个宴会他是没脸继续参加下去。郡主，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个蠢货，不是让你在外面放风吗？你到哪里去了？我可是你的亲生母亲啊，你怎么能打我呢？你给我闭嘴！我是荣成王夫妇的女儿，倘若你再多嘴，我就绝不将你留在身边了。你给我滚下去，不要来碍我的眼。之前那玉的事情
多谢林大姑娘了，这是谢礼，不成敬意，还请笑纳。郑大奶奶真是客气了，今日你肯定很忙，我就不耽搁你的时间了，先告辞。林大姑娘再会。微时交好，弄不好以后会对他们郑家有大用处。去荣成王府可不是小事，得在不惊动荣成王世子跟李小将军的前提下，潜入冯兰的屋子，得知他梦中最愧疚惧怕的景象是什么。倘若他之前在荣成王女儿丢了的事情中做了什么手脚，那这件事应该就会是他最大的心魔了。李小将军的武功极高，而黎世子的警觉性最高。黎世子身边还有一对双胞胎侍卫陆琪跟陆九，这两人的武功也不差。这几日我都没有好好的感谢一下黎苍，今晚邀请他来这里吃饭，到时候你跟瑶光就行动，切记不要跟荣成王世子他们正面冲突，一旦被发现的话就先撤回来，你们的安危最重要。是啊，让天机带人陪着福灵他们去，万无一失。我陪你一起宴请黎苍。黎洛熙一而再再而三的惹是生非，如今李锦对他的耐心已经要告罄了。今日他跟江望私会一事，应该会让李锦彻底对他失望了。黎洛熙为什么会去找江望呢？难道他们之前就有什么私情？今日应该是他们第一次相见。不过江望的母亲是嘉柔公主，当年嘉柔公主差点嫁给荣成王。什么？那冯兰当年只是一个普通妇人，她哪里有那个本事偷了荣成王的亲生女儿？但倘若有一个强大的帮手的话，一个鲜为人知的真相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林大姑娘要宴请我了，钟叔，你都不知道林大姑娘有多好，她跟我母亲长得像，性格也像，医术也了得。我一定会努力得到她的芳心，把她带回到荣城去，我母亲定然会喜欢她的。要不要再准备一些礼物？总不好空手上门啊。他已经把小溪禁足了，等明日还得进宫请罪。小溪这是怎么了？为何宁死不愿意嫁给那沈玉白？既然如此，当初为何跟沈玉白在宫中苟合呢？钟叔，小仓呢？世子他接到林大姑娘的邀约，立刻去那莫婉堂赴约了。他还跟老奴说，那林大姑娘跟王妃长得很像，性子也像。去备车。世子，您要去哪里？莫婉堂。燕慈，你怎么又在这儿？我能够开莫婉堂，多亏了你跟燕都督帮忙，所以今日这宴是我专门设下感谢你们二位的。明日开业的事情都准备好了吗？哪里需要帮忙，不要客气。已经都准备好了。今日去郑家参加生辰宴，许多人都说明日会来捧场。别提郑家的生辰宴了，也不知道小溪是如何想的，跟中了邪一样，就是不想嫁给沈玉白，一心想要嫁给燕都督。我二哥已经给他禁足了。静宁郡主既然之前能够知道一些上一世发生的事情，保不准也是重生的。不想嫁给沈玉白，应该是沈玉白未来的结局不太好，而他一心想要嫁给燕慈。李苍，我已经有心上人了。我们荣城王府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小溪许配给你。李小将军舍不得妹妹嫁给9000岁吗？当然了呀，燕慈心眼子特别多，我妹妹嫁给他的话，还不得被他欺负得死死的呀。小姐，黎世子来了。我二哥来了。他之前的打算是等着沈玉白跟黎洛熙成亲后，再去跟荣城王府的人相认。你若不想现在暴露身份，我帮你打发走李锦。不必了，他已经起了疑心，势必就会查下去。倘若自己主动去暴露他的真实身世，对方或许就会以为他是不是处心积虑，让李锦去调查出来反而最好。我家弯弯愈发聪慧了。你送给林大姑娘的？对啊，不过是一些小古董而已嘛。小古董？二哥，你是不是来找我的？不，我今日过来是见一见那林大姑娘的。母亲说过，小仓献祭了自己的心眼给了家人们，特别大方，自己一点都没剩下。这家伙什么都清清楚楚地写在脸上。小仓，你为何拦着我？万一你也看上了林大姑娘，跟我抢可怎么办呢？这笨蛋，倘若林大姑娘真是妹妹，还看上，到时候看你如何收场吧。药香果然跟母亲像极了。一直都只听闻林大姑娘的盛名，今日却是第一次相见，在下有点失态，实在是因为林大姑娘好似故人。白日里你妹妹欺负林大姑娘，结果晚上你们兄弟来，你们到底要做什么呀？我是来找小仓的，顺便拜访林大姑娘。燕都督为何在这里？林大姑娘是燕都督的人。正好今晚准备了许多菜肴，那就请入座一起享用吧。好，燕都督，我还有一些政务想要跟你谈谈。
可否一步茶楼详谈？夫君，你当初留了这封信，说日后如果小溪不善待我，就想办法把这封信交给王爷。如果真的那样的话，小溪也就毁了呀。我记得燕都督手下有一个叫玉衡的人，正巧是我大哥的师弟，也是师从药骨。对，那他应该跟我母亲也很熟悉，也就是说他也知道了林大姑娘跟我母亲长得很像。对，也就是说燕都督很早就知道林大姑娘极有可能是13年前我丢失的小妹妹了，为何不告知我们呢？二哥，林大姑娘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小妹妹？你先闭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如何回答呢？你知道什么？若对我们有用的话，荣城王府算是欠了你一个天大的人情。有2件事，我随便说说，黎世子就随意听听。其一嘛，林大姑娘2岁有余，生了一场大病，是林宇之夫妇抱着她去了龙华寺，好了后就直接去了江南林夫人娘家，一住多年才回来。其二嘛，静宁郡主一直针对林大姑娘。难道小溪已经知道了林大姑娘的真实身份？今日静宁郡主好像在政府还私会江公子了吧？没记错的话，江公子的母亲嘉柔公主当年十分爱慕荣城王殿下。难道嘉柔公主当年因爱生恨偷走了我妹妹？我也不知道。小溪为什么要针对林大姑娘啊？是啊，你说奇不奇怪？你跟林婉意到底是什么关系？黎世子是在质问本都督，以什么身份呢？他的兄长吗？你们想要认妹妹了，那是不是应该先去跟沈家、跟沈玉白算算账？不管如何，多谢你告知这些事。黎世子见外了，我们又不是外人。他总感觉燕慈这话里有话。凭着李锦的性子，肯定会立刻开始调查，查林婉意的身世，查黎洛溪背后的那些小动作，还要彻查嘉柔公主在13年前的事情中有没有动什么手脚。既然这些事情有人做了，那我就得赶紧回医馆好好哄一哄弯弯了。都怪黎操那小子，哪壶不开提哪壶。快跑快跑，快把小郡主交给嘉柔公主的人。好得很啊，怪不得当年父王他们怎么都找不到妹妹，感情是有了内贼。去把这疯女人关起来，不许郡主出门一步，这件事也不许告诉她。是。二哥，真的是冯兰跟杜伟义做的吗？可他们为什么呀？我管他是为了什么，就凭他弄丢了妹妹，还让这些年来父王母亲都活在抑郁之中，我就绝对不会放过他们。如果说当年妹妹被偷，冯兰跟杜伟义跟那嘉柔公主联合了，那么杜伟义当初为父王挡毒箭，怕也是假的了。莫非林大姑娘真是我们的妹妹啊？应该是冯兰身体不好，根本抵抗不了南柯一梦，所以就发了异状，什么都说出来了。黎世子已经连夜派人出去调查了。小姐，我们在那冯兰的房间中发现了一封信。这封信与其说是用来制约黎洛溪的，更可以说是用来要挟嘉柔公主的。杜伟义留下的这封信上写了他是如何跟嘉柔公主合作丢了那个孩子。他早就得知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就故意演了一出苦肉计，来了一出托孤。你跟福宁今晚辛苦了，你也赶紧下去歇息。是。弯弯，有我在。缥缈于雪山，朝夕子牡丹，不知还别怀。晚风无情吹，你心如磐石，石不穿，怎自知冷暖？放任我自为挑担。今日你不用上朝吗？今日我休沐，帮你看着，以免有人闹事，好不好？好啊。黎世子，这位是我的母亲，听闻今日林大姑娘的木碗堂开业，特意来恭贺。是林太医吧？我能否单独见一见林大姑娘啊？
自然是能的。您这边请。林大姑娘跟那荣成王妃那样像，他们应该是亲戚吧？怪不得林大姑娘有底气跟沈世子和离呢。她怎么不知道弯弯何时跟荣成王府有了亲属关系？沈玉白这段时间消瘦了不少，她发现自己竟然又不行了。之前从林婉意那儿拿到的药已经用完了，虽然有药方，但她找了许多大夫都无法配出药来，所以今日她才会带着贺礼上门。恭贺开业是假，真正目的是想要那种药。婉婉，如果你担心，我陪你一起去，一切有我在，不要怕。上来就放血吗？我的女儿，我的乖女儿啊！好不容易看中的姑娘，就这样成了妹妹。咱们要不要也跟妹妹抱抱？弯弯竟然是荣成王夫妇俩的女儿，怎么会这样？早知道如此的话，弯弯，我又不是外人。福灵，送客。是，这人是谁啊？母亲，刚才那人叫沈玉白，他跟小妹从小定亲，几个月前两人成亲，人品不行，小妹跟他和离了。阿父，母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13年前，我们的女儿生了重病，我父亲极其擅长儿科，都无济于事，我们夫妇俩就抱着女儿去了龙华寺求佛祖保佑。可我们的女儿到了龙华寺的时候就没有气息了，我却听到草丛之中有孩童的啼哭，我却发现那竟然是一个女童，已经是浑身滚烫发了高烧了。女童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象征之物，我当时把夫人跟孩子送到江南后回了京城，四处托人打听，也没有打听到底是哪家丢了孩子，就一直这样养着。弯弯呐，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当时有好几路人都阻挠我们找人，我们还遇上了仇家，我们只好将找你的消息暂时压了下来，只能暗地里寻找。我们担心仇家会先找到你，先对你动手。感谢你们救了弯弯的命，还把她给教养得这样好。王妃殿下，使不得呀！这一拜是应该的。弯弯，老娘先去砍几个人，等收拾完那些混蛋后，咱们母女俩再好好的叙旧。言辞，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倘若我一直是荣成王的女儿，会怎么样？那我就不能这么快把你给拐到我的榻上。弯弯，你听我解释，我跟黎洛曦，弯弯，你怎可这样不知情点，伤风败俗？他本来是想要跟林婉意和好的，他们之间的事情都是误会。他本来想要告诉林婉意，他不会娶黎洛曦了，他心中爱的人一直都是他，可不知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夫人，我错了，我的确是故意让沈玉白发现我们俩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你才是荣成王的亲生女儿，那娶哪个会对他跟七皇子用处更大，保不准他跟七皇子再动什么歪心思。但如果他知道了你我的事情，就会投鼠忌器，他们不能一边得罪荣成王府，一边在得罪我。还有，我害怕你会对我始乱终弃。嘟嘟这样俊美，弯弯喜欢我这张脸吗？那就多多联系我吧。凤兰，王爷一直待你跟杜伟义不薄啊，你为何要对我女儿下手？是嘉柔公主找上了我们也不敢拒绝呀。不敢拒绝？倘若你们真的对王爷忠心，就应该如实告知，王爷同样会认小溪做养女，也会让你下半生衣食无忧。可你们自己贪心，妄图用你们的女儿取代我的女儿。倘若你们有自己的亲生女儿，那会真心对养女好吗？你是不是有病啊？不用跟他生气，我们只要知道他不无辜就行了。先把冯兰带下去，
等他女儿大婚后，就送他去跟杜伟一团聚。郡主救我呀，郡主！他自己都自身难保。我知道我罪孽深重，但是郡主她是无辜的呀。当时她才不过2、3岁，她什么都不知道呀。她很早就知道我女儿在哪里，非但不告诉我们，还差点害死了她。你要我如何原谅她？带下去，他娘的一窝子白眼狼啊！不能骂人，不能骂人。母亲，你真的还要认小溪做养女，让她以荣城王府郡主的身份嫁给那个沈玉白吗？如果这个身份去掉，沈家就要退婚了。这个身份等她嫁过去的时候再收回好了。至于小溪那边，小锦，你去让她准备出嫁，婚期越快越好。我这就去安排。二哥，兰姨这几日去了哪里啊？我不过就是骂了她2句，竟然还生气了呢。明日我会让人将嫁衣那些赶制出来，你跟沈玉白的婚期就定在5日后。为何一定要让我嫁给沈玉白呢？明明沈玉白跟七皇子是表妻，七皇子又一直对我们荣城王府不善啊。原来你一直知道啊。那当初端妃请你入宫，你为何欣然前往？怕不是你想要搭上七皇子那条船？你眼前只有2条路，一条是嫁给沈玉白，另外一条就是跟你母亲一起去与你亲生父亲团聚。二哥，兰姨他们做的事情我是真的不知情，念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你帮我想想办法嘛。可就因为你们的一己思念，让我亲妹妹没有跟我一起长大，这笔账要怎么算呢？乖乖准备出嫁吧，或许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了。全完了。谁想到林雨之竟然摆了我们一道，他们原来真的跟药蛊有关系。今日是那林婉意的医馆开业，荣城王妃更像是去给她捧场的。那林婉意一个和离女是怎么入了荣城王妃的眼？母妃，那日我的人看到李小将军送了好多东西去木婉堂，您说会不会是李小将军看上了林婉意？这次荣城王妃去木婉堂，实则是相看儿媳妇的。如今沈玉白要娶静宁郡主，已经让七皇子那边胜了一筹。景安，燕慈那边的事情怎么样了？他有没有松口啊？哎呀，我送去的美人都被他丢了出去，而且他还说礼部尚书的人选跟明年的科举考试等等，他都是不会插手的。他说了不插手，势必也不会帮着七皇子那边。接下来你要让那些谋士想办法，让咱们的人坐上礼部尚书的位置。是，你准备一些礼物，亲自送到那个木婉堂去。还要我亲自去吗？是不是太给那个林婉意面子了？这荣城王府的实力，就连陛下都十分忌惮，可不能马虎大意了。反正呢，我们也是林家实打实的亲戚，正好可以借着那林婉意跟荣城王府打好关系。儿臣明日就亲自登门拜访那林婉意去。早知道那林婉意跟荣城王妃交好，当初他求我帮忙跟沈玉白和离的时候，出手就好了。阿父，母亲，感谢当初你们的出手相救，只要你们还认我这个女儿，我就永远都是你们林家的长女。认啊，当然认了，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宝贝闺女啊。婉婉啊，我们没有用，帮不了你太多的忙，可只要你愿意，林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我们啊也永远都是你的家人。实际上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把你当亲生的来疼爱，只不过一直也没有告诉你真相，真是愧对于你呀。祖母，您不要这样说，在我心中，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家人。在婉婉的身份没有对外公布前，你们谁都不许往外说，可别给婉婉添麻烦，知道了吗？是，祖母。当初他舅父被发配到宁古塔，没过多久就中了毒，险些丧命，还是药蛊出手才救回了舅父一条性命。舅父将计就计，这么多年来一直装病，可即便如此，还是引起了他的怀疑，势必得去一趟北境了。督主，李小将军来了，还带了许多酒，说自己失恋了，找你喝酒，要借酒消愁。你去让厨房做一些下酒菜。是。燕慈，都怪你，你为何让我认识林大姑娘啊？她现在成了我妹了，我竟然那样糊涂啊！你们荣城王府打算认回婉婉吗？那是当然的了，我母亲正在搜刮王府中的宝贝，明日要再去木婉堂给婉婉送过去。哦，对了，小溪跟沈玉白的婚事就定在5日后，这倒是够仓促的。黎洛溪还是荣城王府的郡主？对啊，她以荣城王府郡主身份嫁给沈玉白，等回头我母亲就会跟她断绝关系。
也不知道婉婉以后会嫁一个什么样的夫君，我一定要帮她好好把关。我做你妹夫怎么样？不行，你没有办法给婉婉孩子呀。我能，那也不行。你这人心眼子忒多，以后肯定会欺负婉婉的。而且我父亲母亲都告诉我，让我也离你远点，不然什么时候被你给卖了，我自己都不知道。看来未来岳父岳母对我的印象都不是很好。月儿慢慢爬上楼，谁在月中游？月色将那心上人剪影拼凑，本是不停留，偏偏沉醉她温柔。督主，林大姑娘一早已经回了木婉堂。去叫醒黎苍。是。怨慈你真小气，让我多睡一会儿都不行吗？而且啥意思？现在就赶我走，连一顿早膳都不给吃吗？我要去趟木婉堂，在那边用早膳，你不一起？我当然一起了。李小将军，你怎么来了？以后喊我三哥就行。婉婉，待会儿母亲会来跟你谈事情，我就在这里等着她。我明日要启程去趟北境，你的事情还有一些不太放心。黎洛熙嫁给沈玉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婚期就在4日后，但她的性子应该不会就此安分下去。他的弯弯早就料到了这一切，并且也有算计安排。我待会儿得进宫面圣，明日一早就要动身出发，今天会很忙，等晚上再回来陪你。婉婉，我知道你是燕慈的人，不过跟着燕慈这人肯定十分危险的。你之前是不是欠了他什么人情？要不这样，三哥帮你想办法还他人情吧。这个恐怕黎苍真帮不了他，他欠燕慈的是以身相许。你怎么带了这么多的东西来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本来还想着给你一些珍贵中草药，结果被小仓提前给你了。那你看看，如果缺什么，回头我让人去药谷挖来给你。婉婉，我打算为你在王府办一场认亲宴，到时候也会提前知会林家，你看怎么样啊？母亲，那就等黎洛熙和沈玉白大婚的时候一起公布我的身份好了。届时黎洛熙突然受到了巨大刺激，身体出点什么问题，也就都顺理成章了。好，小姐，因为婚期太仓促了，所以他们就把琉璃阁收拾了一下，准备给静宁郡主住。因为神府还在3年效期内，哪怕是皇帝陛下指婚，这场婚事也不能大办，一切从简。我看每个人都挺高兴呢，据说沈大夫人都高兴的下了地。不过是以为娶了黎洛熙之后，他们沈家就能够翻身了。等到大婚当天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沈玉白，新婚夜我送你的大礼，希望你会喜欢啊。小姐，可那沈玉白已经是知道了，他会不会闹出什么幺蛾子呀？他舍不得荣成王府给沈家带来的权贵，他只能捏着鼻子迎娶黎洛熙。林大姑娘，快开门啊！本皇子来给你送礼来了。原来是表外甥来了呀，你把礼物放下就走吧。啊，你喊本皇子什么？上次跟林贵妃见面，她非要让我喊她表姐，所以九殿下是我的外甥，今日一幕我乏了，要早点歇息。傅灵，送客。是。九皇子那人最小肚鸡肠，回头你去哪里多带一些人，以免他报复。再过几日，荣成王府就会为我开一个认亲宴，九皇子就不敢再来招惹我了。皇帝都忌惮荣成王府，更何况做事情一向畏手畏脚的九皇子呢？婉婉，你在我的榻上呢，专心点，可不许讲其他男人啊。这是我的榻，燕慈。婉婉，看着我马上要离开一段时日的份上，你别拒我。浊酒一壶，取一杯敬来路，山一程。临别一曲，独眼望洞庭湖。哟，景安，怎么这样大的火气啊？母妃，我去那木婉堂送礼，侍女推脱说她身子不适，不宜见客，可真是好大的架子啊！所以我心头不爽，直接去了她的闺房门口。景安，倘若真是那李小将军看上了林婉意，你这般直接去了人家闺房门口的行径，就有一些唐突了。唐突什么？又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了。更可气的还在后边呢，她非但不见我，还说什么她喊你表姐，
我就得喊他一声表姨母，然后我要闯进去，他竟然让会武功的护院将我给抬起来扔到了门外，我绝对饶不了这个林婉意。那个林婉意如此有底气，怕是已经入了那荣成王妃的眼。之前我派在林府附近盯梢的人竟然都没了，想必也是荣成王府动了手。啊，那林婉意可是合离之身，要知道李想将军以后可是会掌握荣成王府兵权的人啊，他怎么会娶那林婉意为正妻啊？不管是正妻还是为妾，肯定是他已经入了荣成王妃的眼。所以说林婉意将我赶走还是好的，如果真的被那黎苍给揍一顿，父皇可能都不会管这件事。母妃，你说那黎苍还会不会来揍我呀？等过几日就是那静宁郡主跟沈玉白大婚的日子，届时你去探一下黎苍的口风。景安，下次可不能这样冲动了，该隐忍的时候一定要隐忍。是，母妃。都督何时归来？最快20日，最迟2个月，我定然会回来。算算那个时间，也就是要到年底了。上一世林婉意并没有活到年底，希望今年过年的时候可以跟都督一起守岁。那自然是好极了，不管你到时候去哪里过年，我都会去陪你。又是夜谈相归。对，婉婉，答应我，你做什么都可以，但前提得保证自己的安全，知道吗？我让天机多带一些人，随时听从你的支配。你对我这样好，会把我给宠坏了的。你再坏也没有我坏啊！天塌下来，我永远会为你顶着。叹那晚风吹人心，我将万事曾于心。一腔愁绪如何清晰？我也会慢慢变强的，我不会一直躲在你的身后。3日转瞬即逝，阴历9月初4，宜安葬祭祀祭婚嫁。哎呀，还是玉白成亲有经验呐，看着淡定的模样，哼，我真是自愧不如啊。九皇子还没开始喝喜酒，怎么就醉了呢？哦，可能是上次参加你的婚宴，一直醉到如今还没有醒吧。九殿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见我们跟见到鬼似的。林婉意，谁让你来的？林姐姐还需要再等一等，我堂哥还在钱塘屋敬酒。你的婚事怎么样了？本来要等3年后再成亲，但这些日子大伯母跟三婶都嫌弃我碍眼，就去跟刘家说让我提前嫁过去，然后等我及笄再圆房。刘家人欣然同意。他们就这样迫不及待？因为刘家有钱，会准备一份丰厚的彩礼过来。那就是沈府没有什么钱了，所以才会急着卖了沈静柔。你早点嫁过去，离开沈家也是好事。我这些日子也在准备嫁妆，婚期就定在了下个月。拿着，这个算是林姐姐我给你的天妆。一个铺子。两位主子，事情都已经办好了。那一次新婚夜也是眼前这光景，可我跟弯弯连合卺酒都没有正式喝过。既然荣成王府不仁，那就休怪我不义了。到时候把晏慈是假太监，并且以后会坐上皇位的事情说出来。倘若七皇子想要那个皇位，提前对晏慈动手就行了。等到七皇子坐上那个宝座，沈玉白定然也会身份不低，到时候就可以尽情的去报复林婉意，报复荣成王府了。世子，我有话要跟你说。世子，前院的皇子殿下们，请您过去再饮酒。是弯弯身边的那个福临。我先去前院，倘若郡主累了，就先歇息。我就知道弯弯定然是后悔了，今日看到我娶了静宁郡主，心中不爽，才会做出这等洞房花烛夜劫人之事。福临，是不是你家小姐让你来喊我的？搞定！这个男人果然是如同梦中一般的没用，我都要带着他飞黄腾达了，他竟然还顾着出去陪那些人喝什么酒。要不以后想办法搭上七皇子。是不是感觉这酒味道很不错？林婉意，本郡主让你滚出去！你为何2辈子都要害死我？什么2辈子？难道你也经常梦到未来的事情？我就说嘛，为什么许多事情都跟我梦中不一样了？原来是你动的手脚。黎洛熙应该跟他不一样，不是重生，而是通过梦境预知到了一些未来的事情。不过那个未来却是林婉意上一世经历的，并没有改变过的未来。你刚才喝的合卺酒之中呢，有一种无味的诗语丸，到时候你非但不能说话，就连嘴舌都动不了了。林婉意，你不得好死！我已经死一次了，这次轮到你了。
你就不担心别人知道是你做的吗？静宁郡主新婚夜听闻自己的父母当年做下的丑事，以及自己的郡主头衔被卸，怒火攻心，直接晕厥。醒来后口不能言，四肢不能动。我给你安排的这个理由好不好啊？小姐，沈玉白醒过来的时候，正好被小厮喊到了前院，现在正在那儿跟其他宾客喝酒呢。走吧，今日的戏就插唱最后一出了。今日借着沈世子的婚宴，本世子有2件事要宣布。世子爷，今日是犬子的大婚之日，其他无关的事情还是不要今天说了吧。还真与你们沈家有关。黎洛熙的父母拐丢我妹妹，还做苦肉计，让父王认了她做养女，所以从今日起，黎洛熙再也不是荣城王府的人，亦不再是郡主。让你们之前嘚瑟，以为傍上了荣城王府，结果被打脸了吧？第2件事呢，就是我们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妹妹，后天会在王府中摆宴席，庆祝妹妹归来，到时候会给各位发请帖。怎么可能呢？他若是王府真正的金枝玉叶，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他没有想到自己当初最看不上的大嫂，竟然有这样显赫的身份。不好了不好了！世子夫人听说自己不再是郡主，突然就发了疯，砸了许多的东西呢。现在整个人突然撅过去了，昏迷不醒了。婉婉，我错了。我们离开吧。婉婉，你把杜青青毒死了。杜青青是黎洛熙的本名。你做得干净利落吗？可别让人查出来是你做的呀。婉婉，没事，就算是你没处理好，二哥也会让人去善后的。我没有毒死杜青青，而且我做得很干净，不会留下什么尾巴。所有的布局从很早就开始了，环环相扣，最后成功的让杜青青跟沈玉白都被困在其中。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呢。如此甚好。幸好那日他去木婉堂闹事，被林婉意给赶走了。他也听母妃的话，没有再去找麻烦。倘若他后来去找林婉意的麻烦了，指不定就不能活着看到今天这场好戏了。林婉意竟然是荣成王的亲生女儿，不行不行，明日一早我要进宫，让母妃帮我去说亲，我要娶林婉意做正妃。林婉意竟然是荣成王的亲生女儿！我看那沈玉白悔的肠子都青了，沈家人也个个面如菜色。他们之前肯定是没少欺负人家林婉意呗。还有沈玉白，为了娶一个冒牌货，跟林婉意和离了。明月，你之前不是还爱慕那沈玉白吗？现在这样说他，是爱慕过，就当之前年少无知，眼瞎了吧。父亲，你能不能就不要再揪着这件事情了？哎呀，怎么办呢？林婉意竟然是成了郡主了，比我身份都要高，那以后还怎么欺负她呀？爹娘，你们不是一直头疼我的婚事吗？要不你们就替我去荣城王府提亲嘛，不管哪位公子都行。明月呀，这件事得从长计。哎，眼下也并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婚约。母亲后日去王府参加宴席，到时候帮你打听一二。还是母亲对我最好了。等回头我成了你嫂嫂，你就还得乖乖听我的话。换了檀香熏香？是都督走之前特意交代的，他说您最喜欢这个味道啦。沈家有什么消息？昨天晚上天机一直趴在沈家的屋顶看了一晚上的热闹呢。沈家请了太医来，其他人都醒了，除了沈大夫人，杜青青也醒了过来，但见她不能说话，四肢也不能动，沈大爷立刻就让沈玉白休了杜青青这个扫把星。之前认为是我影响了他们沈家的运势，现在又说杜青青是扫把星。小姐，这是沈四小姐让人偷偷送来的东西，她说您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了。这是当年老侯爷写的信，他已经知道给自己下毒的人是老大夫妇俩，上面罗列了证人跟物证。他把这封信交给了沈老太太，说以后倘若大儿子做下什么恶事，就把这封信交给老二。可沈老太太被大儿子气死得太突然，恐怕在那之前他还一心宠着大儿子一家。这些很重要，最起码是完全可以毁掉沈家大房的，那毕竟是弑父啊。小姐，您打算什么时候公布这封信啊？他既然想跟我投诚，那就等他出嫁后离开沈家那个泥潭了，我再公布这封信。小姐，外头有人来看诊了，是一位老妇人，快把人请到诊堂去。是。老身多年夜梦惊醒，许多大夫看过，都不知是何原因。老夫人，您可能是有一些陈年心结未解开，所以才会影响了休息。我可以给您开一些安神的方子，让您睡得更舒适一些。我的确有一些心结未解呀。
好，那你开药方吧。好，瑶光，你认识刚才那位老夫人吗？小姐，刚才那位老人家是当今太后。太后娘娘，其实让奴婢来跑这一趟就行了。哎，你看那算是怎么回事啊？哀家要亲自替小易呀长长眼，他总是留恋这里，频繁出手帮一个小姑娘，那定然是对人家有益的，也或许是消息有误。眼下是为了荣城王府的事情呢。我呀最了解小易了，倘若是为了公务，他大可以直接去找那个李锦嘛。这林家小姑娘啊，人长得漂亮，不卑不亢，小易的眼光啊不错啊，只是可惜呀，小易如今没有办法给他子嗣了。那位到底是多眼盲心瞎呀，会眼睁睁地看着亲生儿子成了宦臣。殿下他少时吃了太多的苦，这福报啊在后头呢。以后啊你可得多留意一下啊，倘若那位林大姑娘遇到了麻烦，就多多帮忙，就当是为了小易护着她。是啊，竟然是当今的太后娘娘。所以太后今日来到木婉堂，要么是跟荣城王府有关，要么太后老人家对都督的态度如何？很好，很好。之前燕慈说过，她随母亲的姓氏，姓穆，如今又跟太后扯上了关系。太后来木婉堂的事情，还是告知一下燕都督为好。小姐，您写一封信给都督吧。欢欢竟然给我写信了。沈府的状况，荣城王府马上要开的认亲宴，还有就是太后她老人家竟然去了木婉堂。可是京城中出了什么事？京城之中无事，舅父那边有消息了吗？穆大人已经安全无忧，但他打算趁机诈死，这样才能够让京城内卫彻底放心。只不过如此一来，就会跟许多人暂时失去了联络。明日安排一场刺杀。刺杀谁啊？我。他们这一行其实很危险，皇帝已经怀疑北境的事情了，明面上是派燕慈去那边调查，何尝不是在试探燕慈？此行倘若燕慈什么都没有查出来，恐怕回去后就要面对皇帝的猜忌了。穆大人意外坠入雪谷而亡的消息，应该很快就会传到京城了。随后燕慈受到刺杀的消息再传到皇帝的耳朵里，届时这位善仪的陛下就会去想，是不是有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了。一边除掉了当年试图谋反的穆大人，一边还试图阻拦皇帝派来的燕慈，好将所有证据都隐藏起来。这样一来，就可以完美的把我跟舅父都从这件事中摘出去，还能早点回去见弯弯了呀。皇祖母既然已经看过弯弯，皇祖母，这个孙媳妇儿您肯定满意极了吧？丫头啊，你什么时候跟我的皇孙成亲啊？小姐，您这是怎么啦？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吗？去打点冷水来，让我精神精神就好。是。弯弯，母亲让我来接你。我怎么记得你之前是都督府的人？哎呀，我怎么差点忘记了，弯弯是燕慈的人，你身边有都督府的人一点都不意外。三哥，这件事不要对外人提起，以免对燕都督不利。我懂，对外人说也会对你不利。咱们父王最喜欢的就是咱母亲了。至于咱们母亲性格直爽，她平时最喜欢看医书、研究毒药什么的，你肯定跟她有共同话题。对了，大哥也喜欢医术，他的性格是咱们全家中最好的。如今人在药谷，我都快2年没见到他了。至于二哥，咱家心眼子最多的人，不过你放心，他这人最护短。还有燕慈，弯弯你是不知道啊，当年父王差点要认了燕慈做义子呢，结果燕慈愣是没同意。可父王是真的赏识他，再加上这些年来上头那位一直紧张着荣城王府，咱们就跟燕慈走得近了。父王很赏识燕慈？父王说燕慈是他的过人之子。后来我还听说，父王刚成亲的时候还跟那位过人约定，彼此的孩子倘若生男女就指腹为婚呢。也就是说，
冥冥之中，两人差点成为未婚夫妻。弯弯，你可别多想，那不过是许多年前父辈们的戏言，父王母亲他们也不会逼迫你的。林婉叶，你这是被绑了？三哥，他是明月仙主，我的朋友，这位是我三哥黎苍。郡主，王妃让您过去见她。你去忙吧，不用管我。那我就先走了。啊，母亲呢？来，这玉手镯啊，你收着。当年我及笄的时候，你外祖父外祖母给我的，现在把它传给你，这是祖宗传下来给我们的护身符、姻缘符。虽然错过了你的及笄礼，现在补上也来得及。等回头啊，我先带你回药谷，然后再去荣城。母亲，婉婉可能没有办法跟你去药谷回荣城了，至少眼下不行。当今陛下撤了杜青青的郡主之位，同时封了婉婉为顾伦郡主。只有储君的女儿，或者是极其得宠的王爷的女儿，才会得到这个封号。杜青青的郡主头衔给撸了，皇帝又要换个人在这里做人质了，真是烦死人了。好在对方没有提，一定要让婉婉立刻成亲，一切还可以从长计议。今日是咱们跟婉婉相认的大好日子，暂且不提这些事情。你说的对，婉儿，你有多少把握可以得到那林婉意的芳心？他之前撞见过我抱着黎洛熙的事情，不过他自己也是嫁过人的，应该没有那个资格来要求我什么。大不了我允他成亲后专心对他好了，房中妾室少一些罢了。你笨了，先哄着他，说以后绝不纳妾，等到成亲后，还不是你想要拿多少就有多少。儿子都听母亲的。东方嫣然，好久不见啊！你竟然敢打我！当年就是嘉柔公主嫉妒我能够嫁给王爷，竟然在我们来京的时候伙同歹人偷走了我儿婉婉，让我们骨肉足足分别了13年之久啊！没有证据的事情可不许胡说。不管是人证还是物证，如今已经放在陛下的龙案上了，咱们陛下一定不会让我们这些臣子寒心的。皇兄，那东方嫣然是胡说八道的。你当初做这件事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做得干净一些？那我现在应该如何？除了那个冯兰外，其他的都不算铁证。接下来你再也不要承认或者否认这件事，回头多给他们一些甜头，让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不您给赐婚，让那林婉意嫁给我家婉儿吧。正巧我可以说是当年的事情是误会，但也心疼那孩子，想要好好的弥补。林贵妃白日里刚跟朕提过，希望朕赐婚，老九想要娶她做正妃。您答应了？没有，我又怎么会答应呢？倘若以后老九赢了呢？难不成他黎爵的女儿还要做我们大周朝的皇后不成？绝对不可能。就凭他们也敢肖想婉丫头，他们也配？小易也真是的，这个关口竟然离京了，他再不回来，媳妇儿可就要被抢走了。陛下那边还没有下决定呢，应该一时半会儿啊，这赐婚的圣旨也不会下来。哎呀，不行，明日宣哀家的旨意，让那东方嫣然带着婉丫头来慈宁宫。太后召见的话，那么就相当于把这汤水给搅浑了。其他不管是林贵妃还是嘉柔公主那边，都会犹豫观望起来。太后啊，您之前跟那荣城王妃并不亲厚，这突然召见，会不会引起陛下的猜疑呀？哀家虽然对那东方嫣然不亲厚，可是黎爵那小子可是哀家看着长大的，听闻还找到了亲生女儿，圈进宫来瞅瞅，再赏赐一些东西，那也是理所应当。太后您说的极是啊。这皇上竟然给那丫头封为顾伦郡主，看来他还是没有停止对小爵的猜忌。这里怎么好像是皇宫？他杀了母后，都是血，全都是血。竟然是一场梦吗？可我又怎么会梦到皇宫中的事情呢？还有梦中的那个孩子，
到底是谁？我的心为何会这样痛？他杀了母后，应该不是当朝的事情吧？毕竟他们大周的先皇后可是病故而亡，陛下与她间谍情深，所以后来再也没有立后。主子，你醒啦！刚才我收到了天机传来的消息，都督过几天就会回京了。为何提前回来？都督的右臂中箭了，不过箭上没有毒，也没有伤到要害，您不用担心。这是巧合吧？怎么陛下那边没有动静，太后却要宣我们今日进宫啊？会不会是鸿门宴啊？母亲，要不你们不要去了吧？我可以扇萧启念耳光，但却不能藐视太后老人家的权威呀。毕竟她一直对你们父亲极好。虽然太后老人家对咱们家不错，但保不准宫中有其他人居心叵测，一定要小心谨慎。那待会儿就让小仓乔装打扮，暗中保护我们好了。小锦，你在外边接应。太后老人家跟晏慈是相识的，而且还对晏慈极好，所以宣他进宫，或许……婉婉，你怎么啦？没什么的，我就是想着医馆开了许久，可只有我一个大夫。原来是这件事儿啊！我回头给你祖父书信一封，让他派几个女大夫来帮你坐堂好了。就这样说定了啊！其实他们平时也要四处云游的。来京城没有地方落脚，又不愿意来王府，去你的医馆呢，正是合适。那好吧，一个就足矣。王婶，您这是要去哪里？去慈宁宫。哦，那您快些去吧，可别让皇祖母久等。婉婉，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是荣成王的亲生女儿？我若是早知道，还会被你们沈家欺负得那么惨吗？不过杜青青却是早就知道的，难道你忘了她当初是如何怂恿孙清明烧死我的？婉婉，对不起。沈玉白，如今道歉已经没有用了。婉婉，我看那个沈玉白还对你贼心不死，他是不是还打算跟你破镜重圆？破镜根本就不可能重圆。欺负了我宝贝女儿的沈家，我绝对不会放过的。这丫头啊，的确是继承了你们夫妇俩人的优点，漂亮聪慧，不怪被人给盯上了。哀家听闻老九求到了陛下跟前，说是要求娶弯弯做正妃，其念也求皇帝，说要让弯弯许配给他的儿子小望做正妻。太后娘娘，这弯弯才刚跟我们团聚，他还刚和离不久，王爷呢也还没见过他，我们并不想他这样早的出嫁，想把他在身边呢多留几年。也是应当的，幸亏那沈家人鱼目混珠，又蠢又笨，不珍惜婉丫的，不然的话，小义总不能夺人之妻了。不管如何，多谢太后告知这件事儿，这样臣妇也好有一些准备。客气了，哀家呀，其实也很喜欢婉丫头，也希望啊，陛下儿孙争气。如果能娶了这丫头啊，咱们不也能亲上加亲吗？只是孩子们的事情啊，还是得看缘分呐。话里有话呀。他总感觉太后虽然看不上九皇子跟那姜望，但很明显心中还有一个人选，那人八成也是皇族的。原来太后宣我们来是提醒你的婚事，皇宫可是一个是非之地，早早归家才是。你是哪个宫的宫女？怎么这样毛毛躁躁的？秋兰姑姑，求您救命啊！奴婢不小心打碎了长宁公主的镜子，她要杀了我。林婉意，你进来做什么？太后一旨宣我进宫。皇祖母真的宣林婉意了？回公主的确是这样的。是林贵妃有意打算让九皇兄娶了这个林婉意做正妃，那到时候她就是我皇嫂了。林婉意，如果你这张脸废了，我看你还怎么嫁给九皇兄，而且也算是给玉白表哥报仇了。我让你这个贱人跑，看本公主不抽死你！长宁公主好大的火气啊！她提前回来了，不是受伤了吗？我并没有要打杀林婉意啊，只是想要教训教训她而已。玉白表哥因为她大病一场，十分的憔悴，她却跟个没事人一样。你竟然敢打本公主！你姑姑我都照样打，何况是你？沈玉白欺负我家婉婉的账，我还没有找他去算呢，你竟然还替他出头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把长宁公主送回揽月宫端妃娘娘那儿去。是。言子，你这个阉人，怎么就只拦着我不抓他们？你不知道谁是你的主子吗？难道你要效忠荣成王？咱家的主子一向都是陛下。燕慈啊，多谢你刚才为我们解围，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王妃客气了，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今晚木婉堂见。这么短时间你就回来了，怕是还没有到北京吧？启禀陛下，臣的确还没有到北京，就收到了穆广玉的死讯。臣打算火速赶到北京，结果却遇到了刺杀。北境肯定有人要趁着穆广宇之死趁机举兵，臣就佯装被吓得火速回京。陛下，现在定然要即刻派兵去北境啊！那穆广宇真的死了？臣刚开始也有点怀疑，所以后来又派人去北京查了，消息过几日应该就会送回来。你说你既然受伤了，就让手下的人回来传消息好了。臣如果慢悠悠的走，恐会让对方怀疑，而且这件事臣一定要亲自禀明陛下才行。臣愿意带兵重返北京，将那幕后之人揪出来。你既然受伤了，让太医看看。这件事朕会让其他人去办。是，陛下。还有一事，刚才臣进宫途中见到了长宁公主跟荣成王妃起了冲突，长宁公主因那沈玉白的事情迁怒顾伦郡主。臣记得您说过，暂时要对荣成王府客气一些，就让人将长宁公主拉开了。只是公主好像是误会了臣，还骂臣是不是忘记是谁的奴才了。长宁也是被朕宠坏了，荣成王府可是一群护短的疯子，倘若他真冲撞了那东方嫣然，有的他受的。这件事你做的没错。好了，若是没有其他事，你回府吧。是，陛下。那臣告退了。给皇帝演完戏了，该去看看我家弯弯了呀。小姐，沈府又要办丧事了。杜青青这么快就死了？不是杜青青，去世的是沈大夫人。她之前身体就不行，后来沈玉白大婚那日的事情，她受了太大的刺激，今天刚醒过来，就听说沈大爷将之前赶走的那个外室又给接了回来，直接气的是一命呜呼了。这样一来，沈静柔的出嫁应该会被影响了吧？据说今天一早的时候，沈四姑娘已经坐着轿子进了刘家了。这丫头是想要先笼络住刘家人的心，哪怕将来沈家彻底不行了，她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小姐，明月县主来了，现在人就在药室那边。燕都督，你也是来木婉堂看病的吗？可这里不接待男病人呀。这木婉堂倘若没有燕都督的银两支持，恐怕是开不起来的。燕都督是木婉堂幕后的老板？差不多吧。哎呀，怎么就不知道去求助我呢？我也很有钱的呀。你找我有何事？我是请你明日去齐府上门看诊的。下次你直接让侍女给我送帖子。那怎么成？咱们可是朋友，我定然是要亲自上门请你的。你明日记得来齐府啊。我先走啦。今日倒是走正门了。你没看到把齐明月都吓成什么样了？婉婉，可曾想我？都督，我们分开的时间并不久。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婉婉，别闹了，你肩上的伤处理了吗？之前的伤口裂开了，还没有包扎。先脱了衣袍。原来婉婉不善口头表达，都喜欢用实际行动来。燕慈，这得亏伤口没有红肿感染。婉婉竟然这般关心我。燕慈，我懂，都懂。婉婉不气，我这样做是因为陛下怀疑我，我只能用了苦肉计。陛下不是最信任你了吗？他除了自己，其他任何人都不信任。你可知道大周朝的哪一任皇后是被人害死的吗？婉婉为何突然会问这件事？我之前梦到了一个小男孩，他满脸是血，扑到了我的怀中，说了许多话，我只听到了一句：他杀了母后。都督，就是那一夜，他眼睁睁地看着母后被父皇杀死。小燕慈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就在他马上要力竭的时候，却摔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之中。多年以来，燕慈都以为这是自己的梦境，但是现在他的弯弯却说是自己的梦。原来真的是你。燕慈，婉婉，这等关于皇族秘辛的事情，你切记不要随意问人，以免招来杀身之祸。可我只问了你。我会让人帮你调查此事的。婉婉，能让我抱会吗？要累到什么程度才会这样直接就睡着了？
他小时候在几次绝望之时、濒死之际，都见过一女子。那女子一身药香，总是能把他从地狱沼泽中给拉了回来。他本以为那个女子是自己臆想出来的，但就在几个时辰前，林婉意说了她做过的梦。婉婉，你值得我拿命去爱着护着呀。你醒了，伤口还疼吗？还疼，得让夫人亲亲才能好。主子，如你所料，长宁公主一病不起，端妃去陛下那告您的状，但却被陛下给责骂一通，以不会教导之过，罚她抄写佛经，闭门思过。如果让七皇子在马上触碰到皇位的瞬间突然跌入地狱，你会不会后悔当初不该对自己闺中密友落井下石呢？昨天太后宣荣成王妃母女俩进宫，都说了什么？都是一些提及的话，还送了顾伦郡主许多东西物件。我就说嘛，皇祖母肯定会喜欢弯弯的。属下还查到嘉柔公主被荣成王府的人告了，她走投无路之下，竟然想出要让顾伦郡主嫁给他儿子的馊主意。林贵妃也提出了让顾伦郡主做九皇子的正妃。天凉了，工部尚书该换人了。是。等拿掉了九皇子的工部，两位皇子应该又算是可以并驾齐驱了吧？这就是您想要看到的势均力敌，我给你。林婉意，你开木碗堂9000岁拿了多少银子？县主为何问多少银子啊？我要给你赎身啊！今日不是让我上门来看诊的吗？你府上谁生病了？莫非是林婉意有什么把柄在9000岁手中？罢了，是我庶妹身子不适，那就过去看看吧。齐大人是大长公主的儿子，他跟齐夫人感情极好，但成亲后，齐夫人只生了齐明月一个女儿。为了让齐侯爷有后，齐夫人就主动从自己的陪嫁中挑了一个中规中矩的侍女给开了脸。结果那侍女也只生了一个女儿，就病逝了。齐侯爷就再也不纳妾，只专心对齐夫人好了。你这是气滞血瘀，行经腹痛，许多初次来癸水的时候都会这般。你又天生体寒，所以才会如此腹痛难忍。郡主，那我这病还能医治吗？我写一个药方，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差不多坚持半年，你的情况就会有所好转了。太谢谢你了，县主。你妹妹不是比你还小2岁吗？她都要定亲了，你却迟迟没有定亲。林婉意，我看上你二哥了，我已经让母亲去帮我说亲了，以后我可就是你的二嫂了。你这是什么表情啊？难道我配不上你二哥吗？郡主，你是回木碗堂啊，还是回荣成王府啊？齐夫人，你有什么事？是这样的，我之前听闻你三哥还没有定亲，我看着他跟明月也挺合适的。哎呀，母亲，我明明说过了，我没有看上那林。你若是回荣成王府，能否帮我探一探你母亲的口风啊？好，那就多谢郡主了。明月县主这是看中了世子爷，还是看中了李小将军啊？明月县主没有看中我三哥，可是齐夫人却认为他跟我三哥合适。那主子，你待会儿要如何跟王妃说呀？如实说。母亲，今日是有什么喜事吗？这般高兴。我刚听说宫中昨天出了个乐事儿，据说啊，浣衣局一个宫女毛手毛脚的，竟然洗破了几10件衣裳，其中呢还有林贵妃最喜欢的那套紫色克丝罗裙，她带人翻遍了整个皇宫，愣是找不到那个宫女了，这人就好像是凭空蒸发了似的。母亲，三哥回来了吗？关键时刻不顶用，生他何用啊？哎呀，可惜已经不能塞回去了。三少爷是昨天晚上回来的，他回来后得知王妃跟郡主您都没事，他就把自己锁进的屋子，到现在还没出来过。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昨天浣衣局的那个宫女，难道是小仓？母亲，我来是有事情找您说的。什么事儿啊？母亲，林婉意把齐夫人托自己的事情一说，以及齐夫人跟齐明月可能看中的不是同一个人。
倘若你们早就有安排了，我去回绝了齐夫人就是了。没有安排，主要呀是我很早就对你3位哥哥说了，以后媳妇儿自己找，他们找到了人呢，就领到我跟前来，我看顺眼了就可以。你兄长们我是准备放养的，但你的婚事儿，母亲一定会为你亲力督办操劳的。我的婚事？是啊，婉婉，你如今啊是我们荣城王府的郡主了。按照之前的约定，你必然是要嫁给京城勋贵世家子弟。如果不这样的话，恐怕皇宫里边那位就要开始动手脚了。抱歉啊，婉婉，这件事我们眼下只能这样做。母亲，您说荣城王府的麻烦，我也是懂的。可再次成亲这件事情，可否不要那么急？还有人选，我也想要选自己想要的人。这是自然，而且我也打算呢多留你几年。哎呀，你是打算什么时候把那丫头娶回来呀？你可知道她的婚事，皇帝是会插手的。哎，知道你如今需要隐忍，但是时间可等不得你呀。现如今有许多人都想要娶婉丫头，你总得想个法子呀，不然你就等着她嫁给其他人吧。不会的。之前林婉意同沈玉白成亲，两人青梅竹马，佳偶天成。燕慈当时虽然对林婉意有兴趣，但倘若她跟那沈玉白恩爱幸福，燕慈必然也不会横刀夺爱。只是她借着酒醉稍微一暗示，那沈玉白竟然就为了权势，迫不及待地将林婉意送上他的床榻。当时燕慈就决定了，不管如何都不能让林婉意同他继续在一起了。那一夜恩爱实属是意外，他没有料到林婉意会如此主动。既然木已成舟，他必然不会再放手。弯弯的幸福只能够由他来给。皇祖母，您且放心吧，用不了多久，皇帝会主动求着我去娶弯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罢了。燕慈不会主动跟皇帝提他要娶林婉意，因为一旦他提了，善仪的皇帝一定会想着他是否已经暗地里跟荣城王府勾结到了一起，反而更加不会让他娶到人了。而他也不能主动去跟荣城王府提亲，他是假太监的事情暂时不能暴露，而不暴露的话，荣城王府肯定不愿意把林婉意嫁给一个宦臣。不过虽然暂时不能主动，但不代表他什么都不做。你心里有数就好。哎，对了，听说你这次受了伤，严重吗？多谢皇祖母关怀，不严重的。太后，长宁公主来了。就说哀家睡了，不见她，成天咋咋呼呼的，成何体统啊？除了上次在御花园长宁公主要拿鞭子抽弯弯之外，更早之前她还打算用蜜蜂蛰弯弯呢。看这小状告的，既然皇上跟端妃都不管，那哀家就管管他。皇祖母英明，那孙儿先退下了。皇祖母，您可得给长宁做主啊！那林婉意肯定是会巫术的，不然为何长宁明明是要打他，可是最后我回到院中，腿却越来越疼，现如今都走不动路了。太医都是束手无策，肯定是那个林婉意施了巫术。端妃是沈家的亲戚，也该好好的敲打敲打她了。来人，送长宁公主回揽月宫，她腿脚不便，就不要出来了。端妃教女无方，年前就不要出揽月宫了，手中后宫事务就交给林贵妃吧。这几年大周许多城池都干旱，百姓们叫苦不迭，皇帝就派工部去各个城池都修建一座雨神庙，用来为大周百姓祈雨。20余座雨神庙马上就要建成了，可谁知道会在这几天接连倒塌，最后爆出来工部尚书赵公贪赃枉法，为了中饱私囊弄虚作假，其中肮脏事无数，这才惹了天怒。静安，你这是怎么了？脸色这般难看。母亲，工部出事了。这段时日来，许多人要求娶林婉意，都把帖子送到了荣城王府。那些册子上的男子经常第二天就会出现一些意外，最惨的是那姜望，竟然被发现晕倒在了继子的榻上。外界现在都在传我克夫呢。弯弯，你来克我吧，我命硬。燕都督，你都躺了1个时辰了，再不起来，我的腿可是要废了。为夫来给你揉一揉。
叹红尘故里，花落有几度？世间繁华且清风平。婉婉，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亲眼看到我阿父杀了我母亲，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有家了。燕慈，所以婉婉，以后就让我们共同组建一个温暖的家，好不好？你知道咱们成亲很难，用不了太久，咱们就可以成婚了。你已经去荣成王府提亲了？没，陛下会给我们赐婚。什么？陛下善疑，所以他一定会让你嫁给京城勋贵世家之子。但荣成王府肯定会慎重为你挑选夫婿，更不会将你嫁给七皇子一派或者是九皇子一党。皇帝同样也不会让你嫁给九皇子，因为他担心九皇子以后赢了，那你就是皇后了。但年底之前，你的婚事必须定下来，陛下等不了太久。而且，如果是我娶你，对他来说还可以羞辱荣成王府。我母亲他们未必会答应。燕慈跟荣成王府的人都十分熟人，父王对燕慈的印象很好，但这些好却不足以让他们同意将女儿嫁给一个宦臣。这你就放心吧，我自有办法说服他们。我错过了弯弯许多事情，每多为你做一件事，我的心就会被填满一些，一点一滴，最终汇成汪洋大海，填补我们错过的那些岁月。怪不得说9000岁是陛下跟前的红人呢，你这也太会哄人了吧？对他那都是虚伪的哄骗，但对我家弯弯才是真心的。不信你摸一摸，我这心可真了。都督刚才接到宫里的消息，进宫去了。出了什么事？据说是工部尚书出事了，具体的奴婢就不知道了。难道工部尚书是九皇子的人？这几日沈家有没有什么动静？沈家二爷要回来了。当初因为老侯爷去世，二房跟大房闹了不愉快，沈二爷就带着家眷远离京城到地方上任去了。在这个节骨眼回来的话，应该是见到沈家大房不行了，回来抢权的。郡主，沈世子又要成亲了。就算沈玉白不顾沈老太太未满100日祭，也得顾及她亲娘刚过世，这还没满1个月吧。那杜青青虽然不是郡主了，但也是沈玉白明媒正娶的世子夫人。如今人虽然残了，还没死啊。沈玉白是不是要狗急跳墙了？仁义礼智孝信，他什么都不要了，他跟谁成亲？兵部尚书杜宇唯一的嫡亲侄女杜宁燕，不过他们不是马上成亲，而是先订了婚，明年再成亲。原来是杜宁燕。当初最反对他跟沈玉白这门亲事的就是杜宁燕。如今工部那边又出了事，还不知道会如何。看来七皇子是打算利用自己的表弟来笼络兵部尚书了。对七皇子来说，沈玉白是不是只剩下这点用处了？可他估计还没有告诉其他人，他已经不举了吧？阿父，我不想娶杜宁燕。你不娶她，那你还想要娶谁？你若能娶了她，七殿下才不会彻底放弃你，放弃咱们沈家呀。父亲，倘若我能够挽回弯弯的心，那七皇子同样不会放弃我。眼下弯弯对我有一些误会，但我会去努力解除他对我的误会。可是他好像对沈家敌意很大。肯定是之前祖母跟母亲在的时候为难过弯弯，但如今祖母跟母亲都不在了，他对咱们沈家的怨怼应该也会减轻了许多。说不定有了荣成王府的助力，咱们沈家会重新变为侯府。阿父，你可知我身子近期不大行，但弯弯却会研制一种药，让我恢复如常。别犹豫了，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考虑，我夫人的最佳人选还是弯弯啊！更不要说在那么多女人中，我自始至终最爱的一直都是弯弯，此心天地可见。那杜青青，你打算怎么办？她本就身子不好，这天马上就要冷了，没挺过去十分正常。那这2件事你都抓紧一些，毕竟你二叔一家要回来了。我跟弯弯成亲那么久都没有圆房，
倘若我可以让弯弯有了孩子，那他是不是就更会快点原谅我？你来了，这几日都没见你，是公布那件事情波及到你了吗？那雨神庙倒塌的事情板上钉钉，只不过就是需要查的时间久一些，毕竟贪银两的事情都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皇帝不想连累哪个皇子，所以会给他们摘干净的时间。工部尚书是九皇子的人？对，我家弯弯真聪明。我还不是你家的。快了，陛下这几日心情不好，连带着对荣城王府也没有多少耐心了。3日后，他会让三皇子举办一场蹴鞠比赛，到时候会让京城之中的贵族子弟都来参加。也就是变相的让你选夫。三皇子不是有腿疾吗？如今皇帝的儿子中还活着的只有4个，除了11皇子还年幼外，就剩下了3皇子、7皇子以及9皇子。3皇子的生母其实是一个浣衣局的宫女，当年因为一场宫宴意外被皇帝临幸，但却是一个福薄的，刚生下3皇子就撒手人寰。当时皇后还在，仁慈地将孩子带回自己宫中抚养，可没过几年皇后病逝，3皇子就成了无人在乎的小可怜。在他7岁那年，被5岁的7皇子推进冰窟窿中，冻伤了腿，至此落下了残疾。后来还是太后不忍心，将3皇子接入慈宁宫给养着，一直到他过了13岁，住进皇子府。咱们这位陛下最喜欢往人的伤口上撒盐了，他让3皇子主持这场蹴鞠，其实还在提醒有一些人不要肖想自己根本不配得到的东西。今晚我要早点歇息，明日起早要去城外那个庄子上看看，准备好明年都种一些什么草药。正好我明日有空，与你同去。晚风捉住纸上开，昨夜晕染明月下。他云修行神仙下凡落飞家。风吹帘动窗棂，外面经过不疑或袈裟。云游四月八荒，舍弃了荣华。文文起了吗？郡主今日有事去城外的庄子上了，这个时辰应该已经出城了。那你知道庄子在哪里吗？奴婢不知。文文何时回来？郡主说明日再回来。那好吧，我明日再过来。你怎么来了？为何木晚堂我就来不得啦？我还以为你追不上我二哥，特意来弯弯这里，打算曲线救国。哦，你说话这样夹枪带棒的，你吃醋了？我吃醋？算了，我走还不行吗？听说顾伦郡主貌美如花，倾国倾城，今日就让哥们几个乐呵乐呵。嘿，哈哈哈，你这小丫头还怪横的呀！哎呀，待会儿哥哥让你哭出来，好不好啊？先别打死，问问是谁让他们这么做的。是。弯弯猜到是谁呢？不是7皇子，就是9皇子。主子，是9皇子。不等我们回京城，京城内大街小巷也就开始传我被歹人侮辱的事情了。林贵妃是想要彻底毁了我。弯弯想要怎么做？都督还记得之前说9皇子并不是陛下的亲生儿子？记得。9皇子应该是陛下亲生的，可是林贵妃或许跟其他男人有染过，不然当时林贵妃为何会那样的紧张这件事，还连夜处理了许多事情？林贵妃肯定是心虚了，把这件事情泄露给7皇子，这对7皇子来说可是一个收拾9皇子最好时机。悠悠山亭外，万里云烟如梦来。不知世俗尘埃，小女子不才。外面在干什么？回世子，是3夫人找了道士来，说是最近家中接连死人，不太吉利，所以来给做法事。还有，吞吞吐吐的干什么？赶紧说！杜家刚才派人过来退亲了。什么？他虽然不喜欢杜宁燕，认为杜宁燕的容貌、才情等都远远比不上林婉意，但对方竟然跟他退亲了，这不是明晃晃打他的脸吗？没道理只让我一个人这样惨，倘若不是因为杜青青那个贱人，我就不会跟弯弯和离，更不会变得如此凄惨。杜青青，我今日这样凄惨都是拜你所赐，你早就知道弯弯的真实身份，为何不告诉我？杜青青活生生的让他拧断了脖子。
拜见郡主，拜见都督。薛长山以前是跟着我做事的，一次意外断了脚踝，就让他在这里给我看庄子了。他娶妻生子了，也就没让他动地方。走，我先陪你四处看看。真喜欢这样惬意的生活。如果弯弯喜欢，可以经常回来。京城那边一摊子的事情，后天的蹴鞠比赛还指不定会出什么幺蛾子呢。只要弯弯想来，随时都可以来。京城的事情你也不用烦扰，一切有我。燕慈，你为何对我这样好？可能是上一世你救了我。上一世明明是你救了我啊！傻丫头，我们很早就相见了，只不过是以一种十分离奇的方式，因为其中还夹杂着许多复杂的血海深仇，暂时无法与你说明了。庄子后边的山洞里有一处温泉，我带你去。弯弯在想什么？在想如何感谢嘟嘟啊。想要感谢我，十分简单。几度春风，热胭脂红，花月落。舒服吗？小径之中，花蝶如丛，却能觅前踪。郡主，李小将军、明月县主都在等着你呢。李小将军跟明月县主昨天就来了，他们扑了个空，今日又来了。我劝你歇了做我二嫂的心思，我二哥那么聪明的人，绝对看不上你这种泼辣的女人。啊！你说谁泼辣？你们怎么来了？我跟他可不是一起来的。林婉叶，明日三皇子在城北园林那边举办蹴鞠比赛，听说是专门为你准备的相亲宴呢。知道了。原来你知道了呀？到底是哪个混蛋提前告诉了弯弯？我收到了帖子了。那三哥，明日我们一起过去吧。好的。谁来了？9000岁来了，来得很低调。现在世子正在书房中跟他说话。燕慈来了。郡主，王妃一直在等着您呢。母亲，何事这么忧愁？还不是上面那位口中说着什么体恤我们亲人刚刚团聚，却又说着什么你一日不成亲，你二哥三哥也不好回荣城，竟然明晃晃的威胁我们。李锦、黎苍他们之前是奉命送杜青青进京成亲，实则是让他的婚事成为荣城王府的软肋。之前这件事，荣成王他们就跟杜青青说过，杜青青本人是愿意的，他们也就没有阻拦。现如今林婉意倘若不从，那么皇帝就会给荣成王府按上谋逆之罪，第一件事就会把李锦跟黎苍扣留在京城。这些人我都看过，要么是7皇子一派的人，要么就是9皇子一派的人。不，其实还有一个人。不，还有一个人没有在这些名单上。的确，他们是有心思想要巴结荣城王府，但却也不敢得罪那2位皇子。明日他们更不会出现在蹴鞠比赛上。不，这个人不仅能出现在蹴鞠比赛上，而且还不敢得罪2位皇子。叶慈，世子清楚，很早以前我就跟荣城王府绑到了一起，如今刀已经架在荣城王府的脖子上了。你们没有其他更好的法子，你们又不舍得林婉意，担心她再次遇人不淑。这件事我做不了主，你在这里等着，我去后院同母亲说一说此事。好。二哥。母亲，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同你和弯弯说。我不同意这件事儿。妹妹好像是并不太反对的样子。或许弯弯可以跟那燕慈假成亲。弯弯，你是如何看的？母亲，二哥，燕都督对我有恩，不过我想要知道你们是否信任他。之前听三哥说过，燕都督是我父王的故人之子。的确如此，但具体是哪个故人，你父王嘴巴紧得很，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只是告诉我们一点，说燕慈可信。事已至此，的确没有更好的法子了。二哥，燕都督是不是还没有走？我想单独跟他谈一谈，可以吗？也好，你同他说清楚，只是假成亲。等回头你有了心仪的人，或许是我们荣城王府，再也不需要受到皇权桎梏的时候，他一定要还你自由身，而且一定要让他平素里与你相敬如宾。
你要用假成亲的法子帮荣成王府解围这件事，我母亲跟二哥都是同意了的，只是他们感觉到委屈我。还有就是希望你谨遵假成亲这件事情，以后倘若荣成王府不用再受皇帝桎梏，你就给我自由。婉婉，在他们面前是假成亲，但在我这里是真的。那你明日也参加蹴鞠比赛吗？当然要名正言顺的赢了那群不学无术的酒囊饭袋。那好吧，母亲他们还担心着，我出去就跟他们说，我们说妥了的。好，我也得去进宫给咱们那位陛下敬献这个毒计了。我很期待再次为弯弯脱下凤冠霞帔。王妃，刚接到消息，说是沈世子夫人没了。东方嫣然之前一直关着冯兰，实际上他知道，只要皇帝护着嘉柔公主，冯兰这个人证其实一点用处都没有。哦，那让人去送冯兰上路吧，跟他女儿做个伴。是。婉婉，委屈你了。我也是荣成王府的一员，也幸而我不厌烦燕都督。母亲，这件事我给父王写一封信，告知他吧。好。是弯弯，若是将弯弯新婚夜进入了都督府的事情宣扬出去，到时候看哪个皇亲国戚、富贵子弟愿意娶她，弯弯，你只能是我的。什么？你说让那林婉意嫁给你？是。言辞，朕知道你愿意为朕排忧解难，这样的确能够让荣成王府十分气恼。只不过他们怕是不会答应吧？他们自然是不会同意的。但不是还有明日的蹴鞠比赛吗？你要去参加，并且赢了那比赛，这等事情不容易成吧？陛下放心，微臣自然都会安排好了。既然你要成婚了，朕一定给你准备一份丰厚的新婚贺礼。那就先谢过陛下了。好了，明日事情要紧，你赶紧回去准备，一定不可出纰漏。是，那臣退下了。赵福安，当年燕慈净身是哪位太监给督办的？回陛下，是去年去了世的孙公公。奴才记得当年您要挑选几个机灵的小太监，就正好去选中了燕都督。谁能够想到，几年过去了，当初那个被断了根、脸色惨白、差点死过去的少年，如今竟然能够成为叱咤京城的9000岁。他心中的疑虑打消了一半。大理寺卿上书弹劾沈玉白，大理寺卿认为沈玉白成日耽于儿女私情，根本不顾政务，希望将对方调离大理寺，而大理寺正是燕慈的地盘。莫非沈玉白得罪燕慈了？如果真是如此，皇帝突然就明白为何燕慈提出要娶那林婉意了。一来是为他排忧解难，二来燕慈肯定是想要公报私仇。想通后，皇帝心底剩下一半疑虑也彻底打消。燕慈啊燕慈，打着帮朕的名头，却是在给自己报仇啊。明日去整理一个章程出来，大婚需要的东西都要准备好，聘礼要按照最高规制来准备。都督，您终于要把郡主娶回来了。是啊，终于要把弯弯娶回家了呀。这等差事怎么就落到咱家殿下身上了？谁不知道殿下腿不便呢？这是皇命，不许乱说。是，如果是我娶了那顾伦郡主，毕竟嫁给我这个瘸子皇子，能够让皇帝放心，也不用让荣成王府以后被老七或者老九利用了。但凡那林婉意聪明一些，就会知道我是他最好的选择。婉婉，没事的，你尽管去挑选。倘若没有选中心仪之人，那三哥就赢了那蹴鞠比赛。估计是母亲他们担心三哥别说出去什么，所以就暂时没有告诉他我已经决定要嫁给燕慈的事情。三哥不必担忧我，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婉婉，我待会儿就在那边，你若有事直接喊我便是。是。真羡慕你有哥哥，虽然这个黎苍咋咋呼呼的，但是对妹妹还怪好的。你我是朋友，我兄长自然也算是你的兄长。我才不会喊黎苍那样的人为兄长呢。平阳公主之前跟林贵妃走得近，而杜家又是亲近七皇子的，这两人怎么走到了一起？郡主殿下，今日这场蹴鞠比赛是陛下专门让三殿下为您举办的，所以需要您提供一件贴身物件。到时候谁赢了这蹴鞠比赛，得了郡主的青睐，那物件就送给谁。
郡主殿下，这是何物啊？这是我新研究出来的毒药啊，可以毒倒一只大老虎呢。郡主殿下，要不您换一样贴身之物吧？这东西有点危险啊。这就是我的贴身之物啊。那奴才就下去了。看来这个顾伦郡主不是很听话的样子。你这是怎么了？我之前跟三皇子是有婚约的，不过婚约刚定没多久，他腿就断了，然后我母亲他们就给退了亲。幸好是退婚了，他怎么越长越丑啊？林婉叶，你三哥怎么没有上场啊？哎呀，沈玉白那种客妻的，谁给他勇气上场的呀？沈玉白，你都娶了多少个夫人了，怎么还来凑着热闹？你知不知道，我成亲当天晚上，林婉意在都督府待了整整1夜。你胡说八道吧！这等事情我怎能会胡说啊？难道是往我脸上贴金吗？我可以跟七哥的人去争抢林婉意，但倘若看上林婉意的人是燕慈，这指不定就有父皇的授意在里面。九殿下，您没事吧？红队少了一个人，我来本都督来陪你们玩玩吧。莫非陛下对顾伦郡主的婚事有了其他的什么安排？原来那沈玉白说的都是真的，燕慈真看上了顾伦郡主。燕都督，这样不太好吧？哪里不好？对了，从明日开始，你就不用去大理寺当值了。燕都督，加油啊！一定要赢过对方。黎苍心里面想得很简单，燕慈是他们荣成王府自己人，而不管七皇子还是九皇子，都是外人，只要不让外人赢了就行。婉婉，等我来娶你。三皇子，今日这场比赛劳烦你了。郡主客气了，这是父皇的命令，我必然要将这场蹴鞠比赛办好。郡主是聪慧之人，如今荣成王府如日中天，老七跟老九又争抢的厉害，郡主你不可嫁给他们任何一方的人，而郡主的尊贵身份须得皇亲国戚才能够相配啊。我也没有成亲。他不是腿有疾吗？这等情况之下是不能成为皇储的。难道说他的腿疾是假的？蹴鞠比赛马上就要分出胜负了，郡主快些做抉择吧。只要在那比赛结果出来之前，我就有办法终止比赛。终止比赛，届时后续的事情一切就都好办了。三殿下，为何你的人拦着我不让我进来？我是吩咐不许闲杂人等来打扰郡主，他们竟然连明月也拦着。等我回去，一定好好责罚他们。你该不会是看上了林婉意吧？不行不行不行，你腿又不行，长得又不帅，你可配不上他。我的姑奶奶啊！踢得漂亮！比赛结束，红队胜！你们几个蠢货，你们知道林婉意跟我成亲当晚，是不是我要送礼物给获胜者了？是，郡主殿下。这是我的贴身之物，也是我刚研制出来的毒药。我退出。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青梅竹马，等着我回去娶她，我也退出。我其实是段姓，不知道顾伦郡主敢不敢嫁了？你敢不敢试试药？那可是能药到一只老虎的毒啊！文文，快点跟三哥走。去哪里？我的小祖宗啊，还能去哪里？到人世跑路了呀！得罪了，如果等燕慈死了，咱们就跑不掉了。燕都督怎么会死？不是你说的那瓶子里面是毒药吗？只不过是在试探燕都督而已。试探？婉婉，你竟然选了燕都督，你不知道他是太监吗？虽然说燕都督是宦臣，在我的眼中，他不知道比你要强多少倍呢。我们成亲了几个月，可是你我都没有圆房。哦，怪不得你一个妻妾都留不住啊，原来是因为你不行啊。燕慈，你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你会答应娶婉婉？你自己缺点啥不知道吗？你别整你的破袖口了，行不行？三哥，这件事是母亲跟二哥我们一起商议的结果。你们什么时候商议的？为何不带上我呀？带上你，今日这出戏就会演不好了。你也知道这件事怎么就这么复杂呢？脑子都要烧起来了，还是十分蒙圈，不够用了。婉婉，你回去安心等待便是，回头我会与陛下求来圣旨。好。怎么一个两个的都不告诉我？我就那样不靠谱吗？倒也有地方用得上你，还有哪里用得上我？你因不满我要娶你妹妹，所以跟我打了一架。打架？这事情他擅长啊。我不同意人们歧视。燕慈，你就想娶我妹妹。李小将军，今日切磋就到这里了，我还有事，先告辞了。算你跑得快。婉婉，那你是要先回木婉堂，还是先回王府？回王府。燕慈求了赐婚圣旨后，肯定要送到王府的，到时候王府众人还得再演一出戏。
有人已经在放出消息，说你无人愿娶，只有被迫嫁给9000岁了。这件事早就料到了，如果不是太过火，就随他们去。毕竟这场流言会让她嫁给燕慈这件事变得更加合理。你是说今日那林婉意最后选的燕慈？父皇，儿臣以为今日李婉意选燕慈实乃无奈之举，荣城王府定然不会同意她嫁给宦臣，还不如让儿臣娶了她吧。你也看上了那李婉意？没有，父皇也知道儿臣已经是个废人了，哪里有资格谈什么情爱啊？主要是儿臣想要为父皇排忧解难。宣是，燕都督，陛下宣您进去。都督，三皇子刚才在跟陛下求娶顾伦郡主，今日燕都督好风采啊！三殿下谬赞了，再有风采又能够如何？咱家可是一个无根的人呐。燕慈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提醒了皇帝，三皇子虽然有腿疾，但他有生育能力，他的孩子如果再有荣城王府的支持，那以后也是可以坐上皇储位置的。想要娶顾伦郡主，不就是昭昭的狼子野心吗？待会儿去荣城王府传圣旨，一定要心平气和呀。臣遵旨。都督，陛下是让奴才去监视的，等回来奴才该如何说啊？照实说便可。是。李小将军，我今日可是带着陛下的圣旨来的，你们荣城王府打算抗旨不成？不，我就是单纯的想要揍你。那改日我们再切磋武艺吧，今日正事要紧。还是都督厉害。燕慈，你这手脚倒是够快啊，赐婚圣旨都给求来了。这件婚事毕竟是郡主亲口允下的，赐婚圣旨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哼，滚你的什么锦上添花，我不同意。陛下的意思是，倘若郡主不想嫁给我，那她就要嫁给沈玉白了。我死也不会再嫁给沈玉白的。燕慈，让我们把弯弯嫁给你也不是不行，但你得答应我们一个条件，婚后要与弯弯相敬如宾。如果以后她有了心上人，你得写和离书给她，不得纠缠。李世子，那照你这样说，我岂不是成了一个工具？那这场婚事与我有什么利处？利处？燕都督肯定知道是什么了，不然你也不会趟这一趟浑水。不，我认为能够娶到顾伦郡主是我三生有幸，怎能说是浑水呢？燕都督，如果3年之内我找到了心仪的人，你就写和离书给我，如何？好，那这圣旨，郡主殿下您就接了吧。虽然我同意了这门婚事，但婉婉今年犯太岁，不要立即成婚。那王妃殿下认为婚期定在何时合适？明年再说吧。那婚期就定在明年，等算好了明年的吉时，我再送过来给王妃跟郡主过目。今日就不打扰了，在下告辞。婉婉呐，今年过年你想不想回荣城王府过呀？中途我们还可以去趟药谷见一见你外祖父。我们可以都离开京城吗？没事儿，把你三哥抵押在这里就行了。肯定是燕慈骂我了，要不然就是齐明月那个野蛮女人骂我。是应该回去看看亲人们的，如果官家允许的话，那你就多陪陪他们。是。今日蹴鞠比赛的事情被他们传得沸沸扬扬，说是你主动选的那燕都督。婉婉呐，你们不用担心我，是我自己愿意选燕都督的。嫁给燕都督其实很好，他府中人员简单，我嫁过去不用孝敬公婆，也不用担心后宅妻妾之事。你没有进宫去复命吗？不用我回去，赵福安回去会把今日在荣城王府发生的事情都禀告给陛下。赵公公不是你的人。赵福安是我的人，但是表面上陛下派来的耳目，但实际上还有武功高强的暗卫在监听。燕慈和李锦都发现了皇帝派来的暗卫，所以他们就将计就计，按照约定好的演了这一出戏。刚才母亲跟我说要带我去荣城过年，半路上还会去一趟药谷。之前我要跟林家人抢与你相处的时光，如今还要多算上一个荣城王府了。燕慈，婉婉，今年过年要与我一起守岁，你又不能跟着我一起去。只要婉婉愿意带，那我就有办法同去。你能离开京城吗？他很想跟林婉意一起过着第一个新年。婉婉，我在荣城王府说的话是做戏不作数的。哪一句不作数？3年后与你和离那一句。燕慈，你今天听了那么久的蹴鞠，不累吗？不累，只是泡澡而已，怎么
也需要体力吗？倘若温温想做点什么其他事情，为夫是有体力奉陪到底的。好不容易跟荣城王府相认，成为身份尊贵的郡主，结果就这样嫁人了。荣城王府怎么会同意让她嫁给那位啊？哎呦，最可怜的是啊，之前听说沈世子可是不举呀，如今这位顾伦郡主注定了是命中无子啊。那丫头倒是一个苦命的，怎么总是遇人不淑呢？这件事我始终感觉哪里怪异。按道理来说，荣城王府不应该答应这门亲事啊。哪里怪异啊？母妃，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你可还记得当初在平阳姐姐的簪花宴上，我不是撞破了燕慈跟一个女人欢好的事情吗？而我们一直没有查出来那个女子到底是谁。你的意思是，那日在房中的女子就是那林婉意？之前不是沈玉白带着林婉意新婚夜在都督府待了一整晚吗？随后燕慈跟那林婉意就在簪花宴上偷情，沈府开始衰落，沈玉白为了能够继续帮七皇子，就忍痛将自己夫人让给了燕慈，一定是这样的。如果燕慈真的被七皇子那边给拉拢过去了，对他们可就不妙了。只是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劲儿呢？母妃，我得先去如厕。你这是怎么了？如果身子不适，宣太医给你瞧瞧。一转眼你都要娶妻了呀？朕怎么听说那荣城王府给你提出了3年之约，你答应了？是有这回事，臣自然是要答应的。不过答应是一回事，3年后怎样又是另一回事了。毕竟人已经进了都督府，还不得听臣的？你也不要太过，他毕竟是荣城王府的掌上明珠，只要荣城王府一日循规蹈矩，你就要善待那丫头。是，陛下。其实现在并不是迎娶林婉意的最佳时机，可他哪里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弯弯再次嫁给旁人？还是要先将弯弯娶回都督府，以免再生什么波折。好在如今朝中已经有一半力量被他收入囊中，希望明年七皇子跟九皇子争点气，互相多咬几口，那么他在明年年底就能实现愿望了。林太医，这是要去哪里？见过燕都督，下官正要去给贵妃娘娘请平安脉。等今日你下旨，我们一起喝上一杯，去忙吧。九殿下是饮食所伤，脾胃虚弱，臣给开一个方子，回头按照这上面抓药服用。近期一定要清淡饮食，切记不要饮酒，吃辛辣之物。表叔，你这瞒得可真够深呐！表叔先是不声不响地收养了荣城王府走丢的女儿，随后又不声不响地得了燕都督做女婿。哎呀，娘娘啊，你可别说这件事了，可吓坏下官了。当初下官并不知道弯弯的真实身份，刚刚在路上见到9000岁，哎呀，我这个腿呀，当场就吓软了呀。就他这种胆子，领养了林婉意的事情肯定是意外，至于燕慈跟林婉意的婚事，肯定更是不知情的。燕都督，林太医，我跟弯弯已经订婚，朝堂之外，我就是你的女婿，你不用这样局促。弯弯把你们林家人当亲人，那么以后你们自然也是我的亲人。这些是我让钦天监给选的成亲的黄道吉日，你带回去看一看。这次不再是为了做戏哭哭啼啼，而是真情实感地触动了感情。燕都督，我人微言轻，也没什么本事，也不知道您跟弯弯的亲事中是否掺杂着什么其他事情，我只希望您一定善待弯弯呐，我求您了。你喝酒了？喝的不多，是跟岳父大人喝的。你去找我阿父了？我让钦天监选了一些明年适合成亲的黄道吉日，让他带回林家看看。另外，我也派人给荣城王府送了一份。你想选哪一天？我掐指一算，今晚移洞房。跟你说正经的呢。婉婉，我是担心夜长梦多，恨不得立刻将你娶回都督府。
我自风流，路过人间，一壶酒。风吹来梨花香，那有女儿香，一点朱砂映月光，落入满地霜，不是人间的纷纷。这个燕慈可真是居心叵测，他怎么不说明天就成亲呢？母亲，这件事也耽搁不了太久时间，一日弯弯不同燕慈成亲，龙椅上的那位就会对荣城王府不放心。罢了罢了，明日去问问弯弯的意思，选一个年终的时间吧。是。小锦，你让人准备起来，过几日我们就要动身出发了，先回趟药谷，然后咱们就直接一起回家。我给九皇子下毒了，估计接下来他不瘦个10斤20斤，我跟他姓。小仓啊，你说啊，咱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弯弯，你父王还没见过他，这个年是不是应该带着弯弯回荣城过呀？应该。那小仓，你虽然从小不是跟弯弯一起长大的，但你们是嫡亲兄妹，你是不是应该爱护妹妹呢？那肯定应该了呀，母亲您放心吧，我肯定会对弯弯好的。如果谁敢欺负她，我定然不会轻饶对方。那好，到时候我们带弯弯回荣城过年，你留在京城作为人质，让龙椅上那位放心吧。哦，我不是。小仓，弯弯这些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呀，明年她就要嫁给燕慈了，今年恐怕是她能够回荣城过的唯一一个年呐。可是母亲，我也想回去跟你们一起过年啊，要不就把二哥留在这里。你二哥是荣城王世子，他留下，如果你父亲哪天突然不行了，那你要让荣城王府群龙无首吗？父王身强力壮的，哪里那么容易不行了呀？难道小仓，你打算让母亲独自一人留在京城吗？母亲，您快别哭了，我留下来就是了。哎呀，我家小仓最懂事。小锦，你去写个折子，对皇帝禀明这件事儿吧。是。燕慈，李锦上书说，今年他们全家要回荣城过年，不过会将黎苍留下，你怎么看？黎苍毕竟是荣城王府的军权掌管者，留下他来，自然比顾伦郡主要有用。但那李锦最是狡猾了，或许他们有什么其他事情要做，也不得而知。陛下不得不防。那依你之见，朕该不该答应？毕竟顾伦郡主刚与荣城王府相认，明年还要与臣成亲，这次您准许他回荣城过年，更显皇恩浩荡。臣打算趁机跟着一起去，臣是顾伦郡主的未婚夫，跟着去合情合理，到时候就可以探查一下荣城王府的真正实力了。他总是担心荣城王府会私自屯兵，但之前不管派去多少探子，都徒劳无功。如今有燕慈出马，自然是事半功倍。可如果荣城王府有问题，你被发现了，岂不是会很危险？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臣愿为陛下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不可不可，燕慈，届时不管如何，你切记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危。朕需要你，也只信任你。是，陛下。皇帝允了李锦上的奏折，同意让他带着母亲跟妹妹回荣城过年，并且附加了一句，担心他们的安危，所以让燕慈全程护送。他本想着自己被孤零零地留在了京城，大不了除夕那天去都督府找燕慈喝酒好了，结果燕慈也能去荣城过年了。燕慈跟顾伦郡主大婚之日，最后定在了来年7月初7。还好，你逃婚的时间还十分的充足。你总怂恿我逃婚，怎么你不害怕燕都督了？怕呀！可是你是我的朋友，我怎么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你第2次加入火坑啊？你是什么东西？你竟然敢碰我！顾伦郡主待我如亲妹，你不过是一个贱婢，回头我就让郡主姐姐把你这贱婢打发卖到青楼去。主子，沈五姑娘来了。沈静言来了？咱们木婉堂不是不允许沈家人进来吗？所以门口的人就拦了她，她非要在那儿撒泼，正在闹呢。我出去看看。
郡主姐姐，你终于出来了！那贱婢竟然敢摔我，你不能不罚她呀！哦，回头你去找昭妍，这个月月钱翻倍。是。郡主姐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是不是忘记自己姓沈了？怎么就成了我妹妹了？我早就与你们沈家人撕破脸皮，我这木碗堂也绝对不会允许沈家人进。那你为何还要帮着沈静柔？沈静柔提前离开沈家，搬进了未婚夫刘文举家。最开始，沈静言是十分瞧不起这个四姐，她更是看不上四姐的夫家，毕竟那只是一个商贾之家。可沈家接连发生了许多事情，愣是让沈静言嫁不出去了。她这才着急，结果却看到四姐沈静柔在刘家过得风生水起的。沈静言偶然间得知沈静柔时常来木碗堂，心想莫不是林婉意给沈静柔撑腰了，才让她在刘家混得这样好。为了能够让自己寻觅一个好夫君，沈静言这才来木碗堂，打算到林婉意跟前哭一哭委屈，示示弱。他来闯一次，你就丢一次。林婉意，你得意什么呀？虽然你成了郡主，但是你却要嫁给一个太监，你活该一辈子命里无子。你说谁命中无子呢？沈静言口无遮拦，都直接被燕都督用暖炉砸了脸。万一燕都督知道我一直怂恿林婉意逃婚的话，以后还是不要建议林婉意逃婚了。因此，陛下与你同去了吗？允了。他一直怀疑荣城王府在私自屯兵，我以你未婚夫的身份与你同回荣城，正好帮他打探这件事。这等事情，你倒也不必都详细的告诉我。怎能不说呢？你可是我夫人，夫妻本是同知连理，休戚与共。岁月难得沉默，秋风厌倦漂泊，夕阳赖着不走，挂在墙头舍不得我。世子，这是那杜姑娘托人给您送来的纸条，奴才想杜姑娘可能不想与您退婚，您要不私下里再去找一找她。二叔一家人马上就要回来了，倘若不在那之前振作起来的话，这辈子就全完了。来，伺候我沐浴更衣，我要出门。是，世子。福临，是。主子，那杜姑娘去了茶馆，跟沈世子见面了。他们都说了什么？杜姑娘担心沈世子以后不能有子嗣，沈世子则是哄骗她说自己之前的妾室都有了身孕，一来二去的，两人就腻歪到了一起。最后杜姑娘是红着脸离开的。有人想要往火坑里跳，就让他跳吧，反正兵部尚书也不是什么好鸟。荣城王府一行人在腊月初8的这一天动身出发，距离过年还有20多天，时间上绰绰有余。弯弯，你外祖父还有你父亲他们肯定会高兴极了。母亲，我也是高兴极了。上一世我竟然错过了那么多的幸福，那这一世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点点滴滴。我听说你之前在木碗堂门口将那神武姑娘给毁容了，你这样维护弯弯，不怕龙椅上那位起疑心吗？他本来疑惑这件事，但当林贵妃去给他吹枕头风，认为我对弯弯过于好了的时候，咱们的陛下反而开始怀疑林贵妃跟九皇子那边是不是打算离间我跟他了。我一直不懂，明明他那样信任你，你为何还要暗地里跟他作对？遥望着薄暮天，有几曲念着窗前，花絮随风灯看不厌。那一秒停格了时间，忽如梦，恍然间，故身边慢慢思念，两心间相隔了多远，落满眼轻寒的画面。燕慈，你怎么来了？一整天没有见到夫人，甚是想念。燕慈，别动。他从开始进来就是要给我揉腰的，还特意带了药。夫人，舒服吗？燕慈，都怪我家弯弯太美味了。
主子，您这月事提前了10多天，这有一些不正常呀。这几天又要下雪了，您要不就休息几天再动身吧。没事，你去给我准备一些汤婆子啊，还有多打一些热水。如今看来，还是那避子药用的太多了。就算是他添加了再多温凉的药材，最终是药3分毒。言辞，婉婉，对不起，今晚别碰我，我来亏水了。我不碰你。燕慈，婉婉这几日身子不适，怎么你也跟着身子不适了？可能是我太担忧顾伦郡主了吧。燕慈，你可还记得你跟弯弯只是假成亲，日后你可是要还她自由的。我自然记得。记得是一回事儿，但他也绝对不会放林婉意离开。在他这里，没有和离，只有丧夫。如果最后失败了，尸骨无存，那个时候他才会允许林婉意离开。你们为了守卫大周得罪了陇西人，结果龙椅上那位却一直忌惮你们，变着法的想要控制禁锢你们。你父亲犹豫颇多，我就想着你何时会想通，直接谋反呢？你当谋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吗？我们的兵力都在荣城，距离京城路途遥远。再说了，如今朝堂之上风云骤变，就算是有你做内应，谋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原来你果真想过呀。这不是你挖好的坑吗？我自然是要跳的。还不到时候。七皇子正妃沈亦柔怀孕了，这对于一直沉浸在阴霾中的沈家算是一件大喜事。所以虽然沈家二爷已经赶了回来，但他们还不能立刻把大房给撸掉。比起还没有正妃的九皇子，七皇子这算是更近了一步。他的心情好极了，特意大肆操办一场喜宴庆贺这件事儿。皇帝也很高兴，还赏赐了许多珍稀宝玉来。世家勋贵、皇亲国戚自然都要到场来庆贺。可谁都没有想到，喝醉了酒的杜宁燕跟沈玉白不知道怎么的就睡到了一起，还被人给撞破了。这下子杜宁燕不嫁沈玉白也得嫁了。哇，好大一张床啊！母亲，为什么我感觉这一幕似曾相识呢？当初就是传闻，沈世子跟那静宁郡主在揽月宫成了好事，后来静宁郡主才不得不嫁给了他。哎呀，幸好你不再喜欢沈玉白了。喜欢他做什么？我怎么感觉他现在都跟金玉堂的小官差不多了？倒也不至于。不对呀，这金玉堂可都是些男妓呀。明月，你去过金玉堂？没有，这哪能啊？我已经心有所属，怎么会去那等地方呢？明月啊，那黎世子一直躲着你，想来应该是对你无意，你还是放弃吧。母亲，我突然看到朋友了，过去说说话，你就先回家吧。好奇怪啊，你怎么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回荣城过年啊？啊，你是被他们抛弃了呀？那咱们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也被林婉意抛弃了。你不是喜欢我二哥吗？怎么又扯到弯弯身上了？其实吧，我之前跟林婉意是情敌。哎呀，算了，不提那个小官。后来我竟然越看林婉意就越顺眼，而且感觉她好好啊。那是我嫡亲妹妹，能不好吗？后来我就想着，有林婉意这样好的人，她的哥哥也不会差吧。如果注定是要嫁人的，那肯定是嫁到他家会更有趣啊。可我也是弯弯的兄长啊。哎，你不行，你太笨了，会影响我孩子考状元的。切，你怎么不喝酒？哟，喝就喝，谁先趴下谁是小狗。好啊。两人一边说着沈玉白跟小官差不多，一边又说着等回头林婉意跟燕慈和离后，他们都要给他找更好的夫君，还会说七皇子跟九皇子都没有帝王之相。总之这俩或是什么大逆不道，什么惊世骇俗说什么。明月，快住手啊！阿父，你怎么来了呀？你也是来喝酒的吗？哦，对了，我跟你说，黎苍竟然说他肚子上硬硬的呢，我才不信呢，一定要亲自摸摸看。谁都别拦着，让他摸，让他看看，小爷绝对没有说谎。先把你家主子送回府，一切等明日他醒酒再说。是。
杜家人本来十分生气，可后来因为七皇子出面做说客，甚至许出了以后倘若七皇子妃生的是男孩，就让杜宇的孙女嫁过来做正妻。倘若七皇子以后问鼎天下，那么他的嫡长子就是未来的太子啊，太子的正妻那不就是太子妃，未来的皇后吗？所以杜家立刻同意将杜宁燕嫁给沈玉白，婚期本来定在了来年的3月初3，也不知道为何沈玉白坚持一定要把婚期选在7月初7。可这个是林婉意跟燕慈成婚的日子，他对杜家人的解释是，在科举考试之后，他要以状元之位迎娶杜宁燕。沈玉白那个混蛋肯定是故意的，我就猜他对林婉意还贼心不死呢，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也就杜宁燕那种大傻子还愿意嫁给他呢。还有七皇子一家，那可真是会画大饼，我看他呀，别争皇储了，去改卖炊饼好了。哎呀，明月，人家沈玉白跟杜宁燕的婚事好歹是定下来了，谁都不会再对那日他们俩的事情说3道4了。倒是你跟那黎苍的事情打算怎么办呢？母亲，我跟黎苍什么事？我们俩可清白得很。我知道你们俩孩子就是喝多了，你身上一个扣子都没有解开，可是当时场面有一些狼狈，多多少少影响了你的归玉啊。哎呀，没事没事，母亲，我不在乎。你不在乎，那人家李小将军也会不在乎吗？母亲，你看我毕竟是女方，然后这件事我都不在意了，李小将军那边应该也不会多说什么吧。你父亲说下朝后就亲自去荣成王府找他聊一聊，我阿福口才可好了，应该会妥善解决这件事情的吧。一想到他家人都不在，总有一种在欺负他的感觉呢。仲叔，你在这里坐着多久了？怎么一点动静都不出啊？太吓人了！小少爷，你可记得昨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发生什么了？昨晚你和明月县主都喝醉了，两人拉扯到了一起，衣衫不整，然后齐侯爷就带人出现了，让人把你先送了回来。当时我跟齐明月衣衫不整到了什么地步？少爷，当时人家明月县主的衣裳十分完好妥帖，倒是您亵衣都被他扯到手里了呀。弯弯见过外祖父。好，这几日外边冷，赶紧随我们入谷，谷中暖和一些。婉婉呐，听闻你从小就熟悉义理知识。阿云，你看到没有？你妹妹来了，在你外公这里，咱们可就都失宠了。咱们也都应该多宠一宠婉婉。你可知道嘟嘟在哪个房间？主子，您是想嘟嘟了吗？婉婉，你是身子哪里不舒服吗？我没生病，我正在沐浴，你去外边的花厅等我。福灵天泉他们在外边守着，不用担心。婉婉，你上次来癸水肚子很疼，应该就是服用了那药的副作用吧？虽然是你特殊调制的药，效果极好，但是药3分毒，以后不要服用了。为什么突然说这件事？你是要让我给你生个孩子吗？不是，我不会再让你有孩子，除非等到你自己愿意的那一天。那等你想要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倘若燕慈去找其他人解决，虽然暂时不要孩子了，但却也有其他法子夜夜笙歌。夫人可愿意配合我？他本就不懂什么房事，如今少得可怜的经验还都是燕慈教的。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小主子才会出生。哎，天泉，你说第一个小主子会是男孩还是女孩？这种事儿我怎么会知道啊？哎呀，就是猜一下嘛。那我也猜不到，猜到岂不是越举了？这个死木头，为什么这次不是天机来呢？啊，荣成王妃来了！王妃，您过来了，是找郡主殿下有事吗？她正在沐浴。是的，奴婢这就进去告诉郡主。
又不是外人，我直接进去找弯弯就好了。王妃殿下，您手中拿的东西重不重啊？叫不奴婢来拿着吧。不重，你这小丫头还挺机灵的。多谢王妃殿下夸奖。待会儿王妃愤怒的要砍死我们家嘟嘟时，一定要死死的抱住王妃，给嘟嘟争取穿上衣裳逃走的机会。母亲，您怎么来了？嘟嘟大人呢？不用起来，这是从你外祖那儿翻出来的灵药。你不是来癸水的时候肚子很疼吗？这个药有奇效，分为内服跟泡用。多谢母亲。都是自家人，这药包我帮你放进来了啊，隔2日泡一次，每次半个时辰，就会慢慢改善你的腹痛。那个内服的药丸，每天晚上的时候服用1颗就好。你继续泡澡啊，母亲先回房了。燕慈，你没事吧？婉婉，你夫君可能有事了。啊，是呛到水了？是要流鼻血。月光不解风情，心愿故作冷静。或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嘟嘟府就要有小主子了呢。婉婉，睡吧。嘟嘟好梦。婉婉，好梦。林婉意的确做梦了，在睡梦中，她随着祖父进宫去了太医院。祖父跟太医们都忙，小婉意就自己四处走走，结果她竟然走到了假山处，突然听到了哭声，看到了一个手掌受伤了正在流血的小男孩。他见过，为什么又见到了这个孩子？我祖父是太医院最厉害的太医，我也会给人看病。我给你看看手上的伤吧，有点疼，忍着点。本太子才不怕疼呢。你是太子？本来还想要等本太子长大，让你进宫做大夫，现在看来还是算了吧，你智商太疼了。上次梦到那个小男孩比这次梦中大一些，他当时浑身是血，说有人杀了他的母后，这次又梦到了他，这应该就是本朝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本朝皇后是被人害死的，但是如今太子又去了哪里？为什么从来都没有人提及过？梦中对方的模样虽然年幼，但很健康，不像是身子不好早夭的样子。那么肯定就是有一个十分强大的人将这一切都给掩盖了起来。如今这天底下，谁能够手眼通天，这般厉害？之前让燕慈帮忙查去，一直没有结果。想来或许其中有什么皇族秘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能让燕慈再查下去了。万一他惹上麻烦了怎么办？嘟嘟现在在何处？嘟嘟跟离世子出去了，他们好像昨天的正事没有谈完。你是说，如今3省6部你已经掌握了一半？对。可是即便如此，兵部不在你的手中，那么就是一个大问题。知道为什么我最后对兵部动手吗？你是担心打草惊蛇？因为七皇子只要一日把兵部握在手中，那么他就会十分淡定，并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势力已经被人蚕食了。这是其一。其二嘛，只要七皇子手中有兵部，九皇子就会一直对付他。鹬蚌相争，渔翁才好得利。燕慈到底跟皇帝有什么仇？这件事我暂时还不能定夺，等回荣城后，我会与父王好好商议。燕慈，你要理解我们，你只是孤家寡人一个，但我有着我都在乎的家人们。李世子，你说这话未免有一些见外。等到明年七夕过后，我就要名正言顺地喊你一声二哥，我与荣城王府也是一家人了。婉婉见过二哥，见过嘟嘟。二哥，我有2句话想要单独跟燕嘟嘟说一下。好，那你们先聊着。燕慈，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梦吗？让你帮忙去查哪个皇后是被人害死的事情吗？自然记得。我又梦到那个孩子了。那个孩子说他是太子，还是我朝的太子，但许多年前都说太子随皇后全部因病亡故，可我见梦中的那个孩子十分的健康，又怎么会早夭？如果想要让一个孩子早早没了，早夭不就是最好的借口？我就是担心这其中有什么天大的阴谋。
所以燕慈，你不要继续去查了，万一惹祸上身了呢？那好，我继续追查了。那弯弯今晚也泡澡吗？不泡，不跟你说了，我要去见外祖父了。我没有看错吧？怎么看都像是有问题的样子。母亲，是发生什么事了吗？这是钟叔刚刚飞鸽传书送来的消息。哎呦，我就不理解了。之前看明月那小姑娘挺精明可爱的，她怎么就眼花了，看上你三哥还要强睡她呢？哎，我一直以为他喜欢的是老二呢。母亲，这话您可不要乱说了。我与明月县主从来没有单独说过半句话。如今这样看来，莫非小仓要与明月县主成婚了？信中写的是啊，齐家有意两家结亲，不过成亲事情不着急，可以等我们过完年回京城再议。可这种事情总是女儿家会吃亏。你弟弟不是酒量很好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他当初生离仓的时候，除了脑子忘记带了，是不是还忘记其他什么了？老祖宗，您肯定是舍不得郡主殿下吧？那回头就让他在药蛊中多注一些时日啊。看到弯弯手腕上的手镯了吗？已经变了颜色，他的正缘已经到了呀。只要孩子们幸福，就比什么都要强。江半夏今年17，只比林婉意大了1岁，还是药老的关门弟子。他这次会跟着来，会在京城待上一段时日，帮林婉意的木婉堂坐堂治病。母亲，为何外祖父不出药蛊？因为你外祖父的医术了得，能活死人生白骨。还有一个方式告诉他，以后不要出药蛊，出去后必有血光之灾，也算是因为他本事太大太逆天的代价吧。原来是这样。你外祖父最开始根本不相信，后来他就出谷给人看病，路上遇上了泥石流，你外祖父死里逃生，但你外祖母与他同行，却没能逃出来。后来那个方士告诉他，如果不将自己囚禁在谷中，就算是他侥幸命大，但身边亲近的人会一个接一个的出事。等我以后要多回来探望他老人家。你随意回来，倘若燕慈拦着你，我们去说他。等他们愿意接受燕慈了的时候，他就要把真相告诉家人们。小少爷，王妃殿下说你去跟齐家人说一下，等过了年他们就回京城来谈你跟明月郡主的婚事。我要跟那齐明月成亲。明月县主是长公主唯一的孙女，地位并不低，再加上齐家几代单传，明月县主可谓是含着金勺出生的呀。我管他含的是金勺还是银勺子，跟我有什么关系？之前齐大人找他聊过，对方话里话外是想要定下这门亲事，但黎苍很茫然，所以就推脱自己父母都不在，要书信一封问问意见。其实齐明月挺漂亮的，性格也很直爽，尤其是一身红衣策马奔腾的时候，又飒又美。可是我现在还不想成亲啊。黎苍这次不敢去喝酒了，他去了平时喝茶听说书的馆子。各位看官可知，接下来如何？如何？好大一张床啊！那公主跟状元郎真的暗度陈仓了？那是当然了，只不过那状元郎本是有发妻的，这样一来，他那发妻就成了多余啊。还好，讲的并不是我跟齐明。我操！哈，怎么是你啊？竟然是你！走，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去。等一下，我还没付银子呀。齐明月，你要干什么？我跟你说过，上次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你才能扒我衣服，这次可不许了。哎呀，这个蠢货，你给我闭嘴！黎苍，既然你也不想成亲，那咱们就想想办法，趁着你家人回来之前，把这件事情给解决掉吧。啊，你为什么不说话？难道你真要跟我成亲？当然不是。黎苍、明月，怎么是你们？这个亲，他们不想成还不行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父王的腿是怎么伤的？为什么伤得这么严重？就是你丢了那年，我们进京给太后过寿辰，同时接你祖母回荣城。当时在宫中遇到了刺客，可那刺客不知道为何，竟然直接砍向你父王的腿，那刀上还有毒，就是冲着废了父王来的。
难道是上头那位？那件事情后，他果然更加紧了对荣城王府的监视。这次你的婚事就是最大的证明。你二哥写折子带你回荣城过年，他表面上装得十分通情达理，不也还是留下了你三哥，道貌岸然。文文，你不用考虑这些，天塌下来有你父王跟我，还有你的三个哥哥顶着呢。你现如今好不容易跟我们团聚，就只管幸福快乐就好啦。母亲，我是不是得过去看望祖母？老荣成王当年是先皇的伴读，后来陪着他一起做质子，回来后又一起打江山。两人虽为君臣，更像是兄弟。后来朝堂稳定后，先皇就将自己的一个妹妹嫁给了老荣成王，两人还定下了约定，以后荣成王的子嗣都将与皇家联姻，两家永世同好。而林婉意的这位祖母，就是当年先皇的妹妹昭和公主。不用着急去给她请安，今天你也累了，先回院子休息好了。这位传说中的祖母好像不太好相与的样子。这里粗使丫鬟婆子都有，但高等丫鬟还没有。回头从我院子中给你拨几个能干的。不必了，母亲，我在这里待不了多久，有粗使丫鬟婆子就够了。以后就要麻烦白芷多教一教福灵了，这是奴婢应该做的。郡主，奴婢打听到了，原来是老王妃跟王妃殿下十分的不和，因为按照约定，王爷是应该娶另一位皇室成员，可他当时却是娶了王妃殿下。那这件事跟祖母有什么关系？老王妃是怎么想的，奴婢不知，但是奴婢却是从白芷姐姐那知道，这些年来，老王妃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刁难王妃，她竟然还往王爷的房中送了18次美人呢。这老太太是多希望自己家宅不安啊！如果是母亲没有生下儿子，作为婆母闹腾，可能还会被人理解。可是如今三个哥哥都十分的优秀，真是不知道祖母还在折腾什么。哦，对了，郡主，奴婢还听说这个房子一直是王妃给您留着的。之前杜青青好几次都想要住进来，王妃都不让。听白芷姐姐说，就因为这件事，老王妃还特意训诫了王妃呢。但是王妃头铁，说不让就不让，谁都不能抢了您的这个院子，差点把老王妃给气得翻白眼了呢。还以为你今晚很忙，不会过来了。是很忙，你父王你二哥轮流轰炸我。轰炸你什么呀？他们认为我娶你是别有用心，还告诫我说可不能唐突了你。那你这是没有答应他们？我答应了，不答应都不放我回房歇息。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在唐突你啊。我把春就入眠，又见候鸟向南飞。郡主，您这回来了都不去看望老夫人吗？怎么，您走丢了的这些年，孝悌端惠、知书达理，那些贵女该有的品质，您也一并给丢了呀？婉婉，用不用我帮你扭断她的脖子？这个脖子我自己就可以收拾了。祖母那边我势必要过去一趟。大半夜喊人过去，明显是要磨搓人。放心吧，如果我迟迟未归，就让白芷去给我母亲他们送消息，定然不会吃亏。天机，跟上去，倘若见到弯弯吃亏，立刻出手，任何后果我担着。是。劳烦郡主在这里候着吧，奴婢进去请示老夫人。等一下，你就留在这里吧，陪着本郡主。本郡主怕黑呢，让其他人进去禀告就是了。他猜的没有错的话，他那个祖母应该是想要让他在寒风中站一会儿。这丫头是不是提前知道了什么？陈妈妈在外边说让奴婢进来通报。李妈妈怎么办啊？老夫人睡下了。陈妈妈，你刚才是不是在骂我？奴婢哪里敢骂你呀？陈妈妈不尊本郡主，以下犯上，如有帮忙者，同罪论处。福灵，给我讲嘴。是，你竟然敢打我！我可是一等宫女，15岁就陪着昭和公主一起来到这里了。我女儿还是王府管家的夫人。他这位好祖母应该要被惊醒了吧？
是谁在外面鬼哭狼嚎呢？是陈妈妈。去，让她赶紧给我滚进来！老夫人，您息怒。郡主毕竟丢了好多年，再加上王爷跟王妃那样在意这个女儿，您不要跟她计较。就是因为流落在外多年，染上了一身小门小户的习惯，我这个做祖母的得要教诲教诲她。那东方嫣然也挑不出毛病来，我看这死丫头再不管管呢，就要翻上天去了。可是住口！老夫人这是要把事情给闹大了呀！哎呀，如今这位郡主也不是一个吃亏的主啊。郡主殿下，老夫人让您进去。郡主，老夫人对您有偏见，您不要直接顶撞她，还是让人去喊王爷王妃来比较好。多谢李妈妈提醒。祖母，您终于醒了，孙女被恶仆欺负了。你哭什么哭啊？我还没死呢！你这样哭丧是在咒我吗你？祖母，如果是您去世了，我肯定会哭得比这个还要惨的。祖母，你没事吧？行了行了，哎呀，这么晚了，我要休息了，你赶紧走吧。祖母，真的不用孙女给您诊脉了吗？不用。哦，那孙女告退了。母亲、父王，你们怎么都来了？请郡主责罚，奴婢担心您出事，就自作主张，直接去叫王妃了。婉婉，你祖母没有为难你吧？没有呢。行了，有什么事明日再说。你们两位先赶紧回房歇息吧。王爷，要不让他们送你回去吧？今晚弯弯受到了惊吓，我要好好陪着她。也好，那我就先回去了。这大冷的天喊你过去，婆母也太狠心了。其实我听闻，最初她并不想嫁给你祖父，她当年爱慕一个人，只不过那人最后娶了别人。当初她如果不想嫁，祖父肯定也不会硬要娶她的。你祖父根本不知道你祖母心里边有人。你父亲出生后，你祖母自认完成了先帝交给他的任务，再也没有让你祖父进他的房，你的祖父也终生没有纳妾。我还以为祖母单纯是因为她是萧家人，所以都只考虑萧家。你祖母并不是萧家人，她是当初那位妃嫔娘娘带入宫的。还有，后来我让人查到，你祖母当初爱慕那人姓齐。难道是齐明月的祖父？就是不知道当年是谁先喜欢了谁，还是谁先负了谁。你祖父当时因为打仗伤了腿，也被你祖母嫌弃的。祖父当初也是伤了腿，这么巧合吗？对吧？如果说现在龙椅上的那位忌惮荣成王府，忌惮荣成王离爵，可以理解，但老荣成王跟先帝那可是亲如兄弟啊，先帝又怎么会对老荣成王下手？杜管家，你岳母被打，我祖母都没有说什么，你难道不明白吗？世子，奴才昨日不在府中，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呀。不过您放心，奴才会尽快把那些嚼舌根的下人都处理了。该罚的罚，该打的打，该发卖的发卖了。我想具体如何，杜管家应该知道怎么做。是，奴才知道。王爷，老夫人身子不适，歇息啦。不是，我只说几句话，在这里说完就走。要不去隔壁堂屋吧，这里风大，您别着凉了。白日里风都这样大，那晚上岂不是更寒冷？结果你们却让弯弯在这里吹冷风。母亲，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连带着也不喜欢我的妻儿。之前我们都不跟你计较，但弯弯丢了这么多年，她马上又要嫁人，这可能是唯一一次回来家中过年了。倘若你不喜欢待在这王府之中，那么就去菩提寺吧，那儿清静。主子，这边的街市上卖的东西跟京城的都不一样，在城西有一个街市，竟然晚上都不闭市的。我去请示一下母亲，可否去那边？你母亲他们肯定会以那儿很乱，不许你去，所以还是让为夫带你去，咱们偷偷的去，偷偷的回。我须得换一身男装，我给你带来了。你如今是男装，这口脂自然是不可没的。待会儿我们以兄弟相称。好啊，那弯弯喊一声哥哥来听听。如果你今天不想喊也行，
等下次夜里再喊。老板，这蘑菇你摸过了吗？自然是摸过了，都是亲手分拣晾晒过的。那你家人这几日是否都腹部不适？你怎么知道啊？这种蘑菇叫枯断肠，只是碰一下蘑菇上的菌子进入口中就容易腹泻，幸好你们没直接吃。公子，除了这株灵芝，小老儿还指望着这个多卖银子养家糊口，其他的东西你看上什么就可以挑选什么，小老儿送您。老板，这灵芝跟枯断肠多少银子？我直接付给你银子好了。这灵芝要50两银子，至于这些蘑菇，小老儿送给公子好了。多谢。我看你这唬人的功夫倒是一流啊！刚才这位公子肯定是糊弄你的，他就是想要不付钱就要了你这堆蘑菇。这颗灵芝跟那些蘑菇我要了，我给你100两。那你把这个东西卖给他吧。我哥哥，咱们去其他地方看看吧。好，婉婉在想什么呢？我之前还想要跟你讨要茯苓呢，这丫头实在是机灵，她还会教我原来的贴身侍女们本事。我的婉婉啊，其实我对你早就蓄谋已久，当初才会派丫鬟去你的身边。都说这刚被找回来的顾伦郡主美若天仙，只不过可惜了，之前嫁过人，但那等美人嫁过人后，岂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啊？这男人正是从疆域那边流窜于此的采花贼陶七，或许一夜风流后，那美人郡主说不定会对他念念不忘呢。你找谁？你们2个男的怎么进了郡主的院子呀？你不也是男子吗？死了？应该没死透。婉婉，你快回房歇息，这人我来处置。主子，你不用管，回去伺候婉婉歇息。是。天机，把人给送到那个陈妈妈屋里去。是。主子，你要不要去泡个热水澡？可别着凉啊！不泡澡了，太晚了。这次梦中的画面不再是朱红色的宫墙跟耀眼的琉璃瓦，而是一处十分破败的房子，看起来好像是一座废弃庙宇。你好像一直都没有长个。我帮你。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咱们都见过好几次了，而且我也帮了你好几次了，咱们不算是朋友吗？朋友关系你不是很正常的吗？我从来没有过朋友。我才没有哭呢。你没哭。我叫林婉意。我叫穆星逸。穆星逸。小太子说他叫穆星逸，大周皇族姓萧，7皇子、9皇子他们名字中间都有一个景字。很显然，穆星逸是小太子他自己给自己改的。至于这穆字，小太子不会莫名其妙的给自己改了个不相干的姓氏。燕慈说他也姓穆，会不会认识小太子？茯苓，发生什么了？外面怎么吵吵闹闹的？主子，陈妈妈不是寡居多年嘛，她的榻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大男人。昨天晚上那人给丢到陈妈妈榻上去了。肯定是天机做的好事。那个采花大盗醒来之后，他瞬间就晕了过去。燕慈，你怎么来了？王府中进了采花贼，担心你害怕，特意过来看看你。燕慈，你认识太子吗？婉婉怎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你上次不是说不再查这件事了吗？不让你去查，是担心你惹祸上身。这次问你，是因为我又梦到了小太子了。他竟然说自己叫穆星逸，肯定是一个假名字。对，那是他的假名字。太子的真名叫萧景逸。我这次梦到他，并不是在皇宫，而是在一个破庙之中。是啊，他终于从那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逃了出来。茯苓，婉婉在做什么？她没有被府中闹采花贼的事情吓到吧？回王妃殿下，她今日还没有出院子，没有碰上那个采花大盗。那就好。燕慈，你怎么来这里了？我昨天出去逛街，买了一些珍稀药材，想着顾伦郡主会需要，就给他送来了。你有心了。既然东西送到了，那我就告辞了，你们聊。倘若不是他昨天晚上跟燕慈一起出去的，差点都信了燕慈的话。
嫂嫂，听说这几日街市上十分的热闹，要不咱们去逛一逛，顺便再买点年货回来，好不好嘛？嫂嫂，前面不远处有一家茶楼，茶点特别好吃，咱们吃点东西，然后再回去。那我们去雅间坐一坐吧。好啊。是林家二姑娘吧？我在楼上多订了一个雅间，可以让给你们。不劳烦。哎，不管如何，我也做过你的姐夫，理应照顾你。沈玉白，你是愈发能耐了呀，当街就要欺负人了。我是见林二姑娘他们需要雅间，正好我跟朋友多订了，就让给他们。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有一些事情你并没有亲眼见到，只是道听途说，这样就对我下定论，对我不公。我对你有没有误解那重要吗？亲耳听到那些话已经影响我好几天的心情了，如果再亲眼看到，那还不得恶心死我呀。如果我是你，就在府中躲着，不要出来坏人心情啦。我跟林婉意十分的交好，你们就跟我一起上楼去用点心吗？他就不明白了，之前齐明月不是也追着他跑，对他爱慕的不得了吗？怎么短短1年不到的时间，他就变成这样了？长公主府就没有人好好教一教他的教养吗？娶这样一个厉害泼辣的媳妇回家，其实可能好像还不错。左右今晚正好闲着没事，要不去揍这沈玉白一顿。婉婉，再睡一会儿，为夫才睡了2个时辰，你一点都不心疼为夫吗？倘若不是昨天晚上你一直拉着我胡闹，你就能多睡1个时辰了。今天是除夕，要贴年红，挂灯笼，还要去祭祖，可不能迟了。好吧。去祭祖的时候不会有人来我的房间，你继续再睡一会儿。婉婉果然心疼为夫，婉婉真好。我让福林拿了一些周边小菜，还有1条清蒸鱼，全都放在这里了。我走了。夫人慢走，去备马车。是。母后，又是1年了。我说齐明月，你站在我家墙头上干什么？还不是因为你家大门关了，大过年的关什么门呐？主要是好多人要来送礼，我嫌太烦，就让人把大门关上了。倒是你，大过年的爬什么墙头啊？我父亲邀你去我家过年。李岑，你给我撒手！我不撒手我就摔下去了。那谁让你跳上来的？你难道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咱们都要定亲了，谁还在乎这个？谁说要跟你定亲了？乖，先别乱动。赶紧走啊，不然等会儿就赶不上大年饭了。好，他这样别扭的样子还怪可爱的呀。福林，你去燕都督的院子，告诉他白日里多休息休息，晚上一起守岁。主子，都督不在院子中呢，他带着天权出去了。都督说，如果你要去找他，就让天机给带路。我们去找燕都督。是，主子。慈母，穆宁烟之墓。婉婉，这是伯母吗？希望伯母可以保佑燕慈来年一切平安顺遂。今年喊伯母，等明年再来，你就要喊母亲了。婉婉，我在。这里面躺着的人是我的母亲。我知道，你刚才说过了。不，你不知道，我当初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里，将她从皇陵中挖出来的。皇陵，姓穆，我记得小太子的模样跟你一点都不一样啊。是根本不能一样。我母后当年惨死，后来穆家险些被灭门，如果我还顶着原来的模样，我根本活不到今日。所以我就用刀一点一点割了自己的面皮。婉婉，吓到你了？你为何告诉我？你是我的妻子，我自然是要告诉你的。我今日特意给天机留了话，倘若你来了，我就告诉你；如果你没来，我就再等一等。疼吗？疼，婉婉，你要疼我一辈子，好不好？好。山间晨风一路到四周，草色轻遮不住那白容影踪。我忽然间撞入你满目的从容，彼时春雨人间。对面坐着的那些都是荣城的达官显贵，每年都是如此。大年饭一起用，等用过膳后就一起登城楼、望百川、看烟花。竟然是之前在街市上见到的那个刁蛮女子。赛兰西是族长的女儿，她父亲因为练蛊出了一点小意外，所以这次是她代替父亲来的。
你是不是有一个兄长？我的大儿子、二儿子就坐在对面，你不是见过了吗？我还有一个小儿子，他在京城，今年没有回来。你还有其他兄长吗？这个赛兰西该不会是看上燕慈了吧？怎么绷着脸？燕慈，赛兰西心悦你，他一直缠着我问我兄长的事情，可那天在街市上只有咱们俩。婉婉，在宴席上，赛兰西已经见过我了，但他还是依旧去找你，问你的兄长。他一见钟情心悦的人是你，你刚才可是吃醋了？没有。真的没有吗？那我尝一尝，弯弯的唇是不是酸酸的？婉婉，我心悦。朝万里，晴川皆是你，我能遇见你，什么都愿意。婉婉呐，你快些给我拜年，我的压岁钱昨天晚上就准备好了呢。大哥也给你准备的压岁钱，还有二哥。郡主，我比你年长，你也该给我拜个年吧，我这压岁钱也是准备好了的。算起来，燕慈也的确算是你的兄长，而且回京后你也要多劳烦他照应，拜个年应该的。婉婉给燕哥哥拜年，祝燕哥哥新的一年里官运亨通，身体康健，百事顺遂。希望弯弯妹妹也百事顺遂。这到底是什么？这链子其实是一件衣裳，是裙摆上的装饰，就是不穿衣裳的时候穿的衣裳。弯弯如果不会穿，为夫来帮你。你等咱们回了京城的再穿这个衣裳吧。那好，咱们回京城再穿。我有正事问你。什么事？我怎么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梦到你小时候的事情呢？婉婉，你第一次梦到我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是跟荣城王府相认，母亲特地为我举办的宴会的那一天，我第一次梦到了你。那也是我第一次梦到你的模样。当时那人杀了我母后，我就躲在床榻下，等到那人离开的时候，母后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让我快跑。我跑啊跑啊，突然就撞进了你的怀抱。后来我是在草丛中被母后的心腹宫女救起来的。我那个时候就分不清楚见到你是我臆想出来的梦境还是真实存在的事情了。后来又陆陆续续的梦到了你，有的时候你才几岁大，有的时候是现在的模样。所以当初你在我跟沈玉白成亲的时候说的那句好似故人。之前燕慈并不知道，每次当她最脆弱、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总会梦到的女人是谁。后来在那次破庙之中，两人互通了名字。他说叫林婉意。燕慈长大后有了权势，第一件事就是让人去查叫林婉意的女子。手下给他带回来2个消息，一个是全京城叫林婉意的女子只有1名，太医林雨之的嫡长女。第二件事，那就是林婉意已经与侯府世子沈玉白定了亲，而且从那个时候起，燕慈就再也没有梦到过她了，一直到沈玉白亲手将她送到了自己的榻上。这也是为什么上一世明明他跟燕慈交集并不大，但燕慈却会在他濒死的时候冲进大火中救他吧。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错乱时空梦到彼此，但是燕慈，我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文文，既然你今日这样高兴，那就在榻上再喊一声燕哥哥。最后林婉意没有喊燕哥哥，
而是喊了一哥哥，喊了很多次。燕慈有事，他已经提前几天动身出发。在离开之前，他将天机留下，与福临一起负责保护林婉意，两人只能1个月后回京城见面了。看来父王又要错过你的大婚了呀。你放心好啦，反正啊，这次弯弯跟燕慈是假成亲，之前跟那沈玉白成亲也不作数。等下次弯弯真成亲的时候，到时候啊，你肯定就可以在场了。弯弯，你第3次成亲是什么时候啊？得亏燕慈已经提前走了。哦，不对，他还留了2个小尾巴在这里。父王，倘若以后我真的和你离开了都督府，那我哪里都不去了，回来荣城陪着您跟母亲。到时候你们不要嫌弃我就好。哪里会嫌弃你啊？父王养你一辈子。弯弯，不要听你父王胡说。以后遇到心动的、值得托付终身的男子，母亲还是希望你可以觅得良人的。好。哦，对了，母亲，你真的打算让3哥娶明月县主吗？这是一门好亲事。长公主人呐，最是温善睿智，齐大人一直不参与夺嫡，也是少有的清正之官。再加上明月那姑娘挺活泼，我也挺喜欢的。我现在就担忧，人家并没有看上你3哥。3哥也不差的，他年少有为，英俊潇洒，人又有着一颗至诚之心。倘若他们真的能够成就一段良缘，3哥定然也会对明月县主极好的。也是这个理儿。王妃，这些都是因为燕北老家闹了旱灾，连续3年地上颗粒无收，百姓们只好背井离乡。可朝廷不是每年都拨救济灾民的银两吗？可能京城出事了。燕北的灾荒竟然如此严重，等到难民们都要涌来京城的时候，皇帝才发觉3年，整整3年，朕命你们户部拨下去的救灾银两都去了哪里？启禀陛下，臣上任3个月来一直在整理历年来户部的相关资料，3年拨款的明细臣都整理了出来。乍一看这些都没有问题。季承风，什么叫乍一看没有问题？启禀陛下，是地方官员给上来的反馈是没有问题的。你的意思是下面那些官员有恃无恐，隐瞒了这批灾银？每年朝廷都是春天给各个地方拨早旱灾银，前3年发放的时候正是前任户部尚书陈平，而陈平一向是站在老七那边的。虽然陈平倒台了，但他们还有更大的大树可以依靠，自然有恃无恐了。老九，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七哥可不要对号入座啊。你行了，季承风，就今年赈灾事宜，你尽快拿出个章程来。是。今日事情就议到这里。燕慈，你去燕北那边查到什么了吗？回陛下，原户部尚书陈平每次都会把灾银克扣5成，剩余5成分发到各省，又被克扣5成，往下再克扣，到了灾民手中就只剩下1碗粥粮了。大胆！朕之前的处罚太轻了。陛下息怒，去把从陈平府上查抄的银两拨给户部，让季承风专门负责此次赈灾。不对，陈平府上也没有那么多钱。陈平当初很多银子肯定都孝敬给了老七，而老七皇帝之前已经罚了他，反正这次事情都可以推到那个陈平身上去。实在不行，还有下面那些个贪官，他得让那些人不要咬出来老七。就这样，如果银子不够，那就让季承风多想想办法。不管如何，一定要先安抚好灾民。是。燕慈，让你一直奔波了，在荣城过的这个年可还舒畅？臣客居荣城王府，他们也很提防臣。怎么，那李傕真的私自屯兵了？没有，不过荣城内外气氛极好，而且荣城还相当富庶，物产也相当丰富，所以就算是他们现在还没有私自屯兵，但他们有人有银子，倘若以后想要屯兵了，也是很快的事情。如果都说假话，生性善疑的皇帝必然不会相信，真话又不能告诉皇帝，只有这样半真半假，才会让皇帝相信。荣城竟然如此有钱，倘若让他们捐一些银子去支援燕北就好了呀。宁可让别人出银子，都不忍心苛责七皇子，还真是一个好父亲啊。陛下，这件事有些难度，
但臣会竭力去想办法。对了，你同那顾伦郡主的婚事也该准备起来了。等旱灾仪式忙完后，你就专心准备大婚相关事宜吧。好了，你去找那季承风，盯着他做好这件事。今年的赈灾可不能再出问题了。是。远都督找我有什么事儿？算着时间，弯弯他们要到了。这几日我要忙碌灾银案的事情。近期越来越多灾民在京城附近，以免路上被灾民冲撞。你带人出去迎一迎他们。多谢。李小将军，很是抱歉，有圣谕在，你眼下不得出京城。我是出去接我妹妹他们，会很快回来的。那也不行啊。赶紧放行，我有太后令牌，并且以我祈福保证，黎苍只是出去接人，太阳落山之前我们必会回来。从哪儿弄来的？你怎么会来？林婉叶可是我的朋友。哎呀，你还走不走啦？我们得快去快回。走。抓住他们！有了他们，那些大官肯定会给我们开城门的。他们身上衣裳的料子都够我们一家人吃一顿饭了，把他们的衣裳给扒下来！都给我住手！你们这群欺软怕硬的蠢货，你们跟那些贼寇有什么区别啊？嫂嫂，燕慈，文文，对不起，我应该早点从宫里脱身，亲自去接你的。我们都没有事，我会昏倒，主要是因为太累了而已。我家弯弯怎么好像是小猫一样？你身上为什么会有血腥味？你受伤了？小伤而已。怎么伤的？皇帝派我去燕北调查灾银的事情，被那群贪官发现，他们打算灭口。燕慈，以后你有我。婉婉，你已把自己许给我了，以后可不许反悔。只要你不负我，我定与你生死契阔。燕慈，你轻点儿。抱歉，下次我肯定轻点儿。林婉意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还有点恍惚，因为床榻上只有她一个人，空气中甚至连檀香味道都没有。莫非昨天晚上的一切都是梦？3、4天过去了，他都没有再见到燕慈。听说是因为燕北灾荒，牵扯出了很巨大的贪腐灾银案，事情牵涉太广，据说七皇子都被皇帝骂了一顿，然后责令在府中闭门思过。母亲，您这是怎么了？我今日不是去祈福，替你三哥上门提亲吗？那个该死的萧启念竟然也在。要搅黄这件事儿，他已经进宫去面圣了。母亲，您暂且不要太着急，如今齐家人跟明月县主的态度最为重要。他们也很看好你三哥，再加上明月那丫头自己也是同意的，本来这件事里边就没有那萧启念什么事儿。让人去查一查嘉柔公主以及她身边的人。姨母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本来今天都能把婚事给定下来了，他这样做恐怕是冲着荣成王府。明月，你真想嫁那黎苍吗？之前齐侯爷他们也犹豫过，毕竟陛下对荣成王府的态度十分复杂，这种情况下跟荣成王府结亲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能会把一直中立的齐家扯入纷争之中。阿父，母亲，我齐明月就认定黎苍了，非她不嫁。陛下对荣成王府的忌惮跟倚重并重，证明荣成王府对咱们大周很重要。而且我跟黎苍相处得很好，我还很喜欢他妹妹，他母亲。女人出嫁跟婆家人都相处得好，跟夫君也是两情相悦，这难道不是最幸福的事情了吗？皇兄，你可知季家有意要将明月许配给荣成王府的三公子黎苍？这件事朕知道，不是这两个孩子喝醉了酒，然后有了肌肤之亲，为了顾及明月的名声，
只能够定了这门亲是吗？皇兄啊，这件事情万万不可。那荣城王府本来就拥兵自重，倘若再跟齐家成了姻亲，齐家虽然这些年不争不抢，但是齐家门生极多，有许多还在朝中做官，根本不能忽视齐家的影响力啊。倘若这些人都被荣城王府所用，可明月毕竟是朕的外甥女，不能不顾及她的名声。皇兄，您可以指婚，让小旺娶了明月，小旺不会嫌弃明月名声受损。小旺不嫌弃明月，怎么不问问人家明月嫌不嫌弃小旺呢？毕竟明月是他长公主姑姑唯一的孙女，这件事儿朕要再想一想。可是齐念，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你就先退下吧。齐念呐，还在记恨着当年离绝不愿意娶她的仇啊。他这般模样，更是证明当初荣城王选的没有错。对了，你跟那婉丫头的婚事也该准备起来了吧？只是可惜了，哀家不能到场，亲眼见证你们的大婚呢。可以的，都督府有密道，我让人来安排，到时候舅舅也会来。他是不是太大胆了？没事，都安排好了。那哀家也一定要去了。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也好帮衬着一些，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丫头最后的血脉亲人出点什么事儿啊！都督，戚大人来了，正在密室等您。把之前调查驸马江毅跟他养的外室的消息送给嘉柔公主。都督，顾伦郡主也在让人调查嘉柔公主跟她身边人。那就把调查到的东西一并给弯弯，看他要如何做。你派人手，全力配合。是。都督，名单上的20余人，陛下都判了斩立决，但却只将七皇子勒令在府中闭门思过，这实在是偏袒得太显眼了。当初陈平贪的银子，可大部分都流入了七皇子的口袋啊。将七皇子库房的宝物名单给九皇子送去一份，再让人把这些钱财给倒出来，以兴楚教的名义捐给燕北受灾百姓们。这样一来，九皇子会觊觎七皇子的宝库，而七皇子宝库空了，他又会怀疑到九皇子身上，而那些钱财由前朝余党建立的兴楚教捐给百姓，皇帝肯定就急了慌了，是一举多得。那属下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去处置那些贪官了。看那些人脑袋之前漏一些口风，说是七皇子为了灭口，他们死了，但总会有一些消息流露出去。信里详尽写明了嘉柔公主的驸马江毅养了外室的事情，而那珠钗正是他外室的。那外室已经给江毅生了一个儿子，叫江旭，今年刚好来了京城，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瑶光，把这只珠钗给江毅，约他见个面。这人的相貌有5分像他的父王离绝。怎么，难不成江驸马因为对嘉柔公主深情一片，不愿意动手？替身而已，何来深情？当初我本要与我心爱女子成亲，是嘉柔公主横插一杠，才变成今日的局面。只是如果东窗事发，我也难以逃脱干系。这香料是慢性的，等到发觉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引起了其他的病症，就不会有人怀疑到你的身上了。我每次来用的都是这个雅间。杜小姐，里面真的有客人啊！赶走就是。叨扰了君主，君主怕是还不知道我马上要跟沈世子成婚的事儿吧？我知道你心中肯定十分后悔。我后悔？看吧，你马上要娶进府的妻子，心中惦记的却是我沈玉白。直到现在，沈玉白还是认为当初林婉意同他两情相悦，后来反目，主要是因为那些时日祖母跟母亲的搓磨，再后来又出现了那些妾室搞事情，阴差阳错，他们俩之间的局域越来越多，才走到了如今这个地步。我后悔当初就不该跟沈玉白成亲。怎么可能？你就是在嫉妒我。等着看吧，以后我会跟沈世子儿孙满堂的，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啦。叶都督，杜小姐不是要跟沈世子儿孙满堂吗？沈世子在门口偷听了许久，刚离开，你现在去追，或许还追得上。这等蠢得十分直白的人，也不知道嫁入沈府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婉婉，你怎能私会外男？我什么时候私会外男了？江毅，我找那江毅是为了对付嘉柔公主。你直接把毒药给他，就不担心他会反水？他如果聪明的话，就不会告知嘉柔公主。今天上午的时候，长公主进宫了。也就是说，齐家还是想要促成这个婚事？对。哦，对了，燕慈，我回城那天晚上，你来看我了。
对吧？你不记得那晚上的事情了？因为那天睡了太久，有一些头晕脑胀，所以那天咱们俩欢好的事情，我醒来后还以为是一场梦。我第二日并没有用内药，而如今才服药也晚了。都怪我上次太激动，忘记了分寸。如果真有了，那么就生下来好了。你万万不能喝裸胎汤伤身。只是如今你的身份不能曝光，咱们俩甚至还没有成亲。都怪我，婉婉，你放心，我都会安排好的，你且信我。好，你也不要有太多压力。这几日来看病的病人多了，我得回木婉堂了。让我再抱抱。主子，江毅已经把那香料加入了嘉柔公主的寝房。这就是江毅的选择了。明月县主怎么这样高兴？是有什么喜事吗？你那天半死不活的时候还喊我三嫂呢，怎么现在好啦，就又开始喊我明月县主啦？如果你不介意，我倒是可以喊的。只是我听闻我母亲去齐府提亲，但却被嘉柔公主给搅黄了。这件事我祖母已经解决了，她老人家今天上午就进了宫，其他人还敢有什么意见？妈妈，我跟你三哥的婚事应该是板上钉钉了。我想着，要不我们也7月初7成亲。沈玉白和杜宁燕也是定在了7月初7成亲。这件事情是挺晦气的，要不咱们做点什么，让他们成不了亲？不，我们都要祝福他们俩在一起才行啊！如果让他们成不了亲，他们又去祸害了其他人，可怎么办呢？你说的对啊！我还以为你单纯善良的跟小绵羊似的，林婉意，我越来越喜欢你了。他可以这样恣意洒脱，可真好啊！明月县主的性子的确很好，不过婉莹，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活法，咱们当下的人生就是命运最好的安排。我懂了，张姐，当下到了时辰，去用晚膳吧。好。祖母跟阿父母亲他们身体都康健，你不用担忧就是了。大哥大嫂的感情也极好。那怀瑾呢？快科举考试了吧？他准备的如何了？听他院子里的小厮说，这几日看书都看到了半夜呢。读书用功是好事，但万不可累坏了身子。张姐，你就放心吧，家里面都是大夫呢，会看着他呢。燕慈又出了一趟京城，要去燕北把灾银案件做扫尾。那边的官员该砍头的砍头，该发配的发配了，新的官员也一一提拔上来。九皇子趁机咬了一口七皇子，七皇子认为背后推动这件事的人一定是老九，他库房中的银钱肯定也是老九派人给偷走的。最后俩皇子狗咬狗，都被皇帝罚了。燕慈再次坐收渔翁之利，让他的心腹新任户部尚书季承风彻底掌握了户部这个钱袋子，从上而下也都换上了他的人。接下来就是要让新任礼部尚书季昌辉彻底坐稳这个位置了。季昌辉跟季承风虽然都姓季，但两人一个老家在江南，一个在北境，朝堂中从来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兄弟，因为这两人在朝堂之上针尖对麦芒，而让季昌辉彻底坐稳礼部尚书的位置，这次科举考试就是最好的机会。同时，之前屡屡受挫的七皇子跟九皇子也打算趁着这次科举考试为自己笼络人才，燕慈难免又要做一阵子部署。与此同时，要把兵部尚书杜宇拉下水也是时候动了起来。燕慈忙碌了整整1个多月，在科举考试要开始前夕才赶回京城。他已经整整1个多月没有跟林婉意见面了，所以他没有去面圣，而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先赶到了木婉堂。婉婉在想什么？这样入神。燕慈，你什么时候回京的？刚刚，这是在整理嫁妆。父王他们给了我准备了许多嫁妆，还有之前我从沈府带走的。婉婉带了2份嫁妆来，为夫是不是要准备2份聘礼？哪里有准备2份聘礼的道理？他们一个生你，一个养你，自然要感谢他们。你要同时还把聘礼下到林家，这件事要事先同林家还有荣成王府商议。好，都听夫人的。婉婉，可有想我？想。婉婉，你这是怎么了？我怀孕了，咱们能要这个孩子吗？能。会不会影响你复仇？如今3省6部就剩下兵部跟吏部，这次科举考试也可以趁机把吏部拉下水。而北境那边，我舅父已经带人开始行动了。燕慈，我去郊外庄子上一直待到把孩子生下来，等回头就对外说
是抱养回来的孩子。这是一个万全之策，主要是不能引起皇帝的怀疑，以免让晏慈前面所有布局都功亏一篑。我们的孩子要堂堂正正的出生。文文，接下来这段时日，你就在木婉堂好好歇着，大婚的事情我都会安排好，不用你担忧。那我有孕一事，暂且瞒着，等你我成婚后，先跟你家人说明此事。科举考试出榜了，沈玉白竟然考中了状元，这也让低落了许久的沈家再次扬眉吐气起来。不出意外的话，沈玉白可以顺利进入翰林院，一步登天，成为天子近臣。弯弯，你都不知道，那杜宁燕可骄傲了，也骄傲不了几天了。也是，我看她嫁入那沈家后，还会不会这样蹦跶？我听说沈大人要娶续弦呢。沈伯公的续弦是谁？安王爷的女儿，寡居多年的博雅郡主，可不是一个好相遇的主啊。我一说她跟谁交好，你就明白她为什么会成为沈伯公的续弦了。她跟谁交好？嘉柔公主。看样子她跟安王府也都站在了七皇子那边。文文，在想什么？我一直想着，为什么沈玉白他们要选在7月初7成亲？他们会不会在那一天做什么事？他是想要来一出上错花轿换新娘，是不是真想让我毒死他们沈家满门，他才满意呢？如果他真有这个愿望，倒不用文文动手，我也可以满足他。文文，你打算如何做？既然沈玉白那么喜欢换新娘，就给他换一个身份尊贵又跟他沈家七皇子一派的一伙人吧，他们肯定不介意亲上加亲。嘉柔公主。好。言辞，我觉得我现在好幸福。文文，你以后会更幸福的。会吗？一定会。睡吧，文文。他闻到了十分浓郁的血腥味儿。晏慈，你怎么会认识我？这个时候的晏慈应该是刚净身入宫，准备复仇。他认识林婉意，但在他的认知里，林婉意不应该认识改头换面的他。梦境让林婉意跟晏慈分别在不同的时空里相遇了。你不用防备我，你受伤了，一直在流血，我得立刻给你止血。你把裤子褪下来。你难道害羞啦？我记得你说过在大腿上划了一刀，我又不是没看过。伤口短期内不要碰水，还有这些激创药可以让你的伤口快速愈合，这些我都给你留着，因为我不确定下次还会不会再来。你得对我负责。大早上的，文文就找我。晏慈，我梦到了。我刚净身那一年。你怎么会知道？然后文文看光了我，然后文文就要对我负责。我现在怀着孕呢。文文，新婚夜那晚，你以为我是甄嬛臣，所以就想着我用手与你同房。提这个做什么？是希望文文可以礼尚往来。6月初6，林老太太的寿辰。文文，你今日一定要去。祖母对我极好，我不能不回去。我孕吐已经轻了一些，可以说是天气开始热了，我脾胃不适好了。那你万万不可累到。知道了。主子，库房中有一座翡翠琉璃珊瑚，特别适合送给林老夫人。您如果认为没问题，属下立刻就送过去。把东西装上马车，待会儿我去林府。是。文文，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咱们家这么多亲朋好友，人多了热闹。沈伯公的续弦，博雅郡主林婉意好像变得更加娇美了。弯弯，我高中了状元，你是不是还没有恭喜我呀？明月县主，你这是要干什么？我倒要问问你，你来干什么的？
林老爷子跟我祖父是挚友，如今林老夫人过寿，我来贺寿，理所应当。哟，你还记得林老爷子跟沈老侯爷是挚友啊？那他们两位老者都不在了，你们沈家那样欺负弯弯，就不担心老侯爷半夜给你们托梦，掐死你这个不孝子孙吗？启明月，喊本县主的名讳干什么呀？明月，小姑娘家的，何必这样伶牙俐齿、咄咄逼人的？以后若是被李小将军嫌弃了，可如何是好啊？我三哥还就喜欢三嫂这副伶牙俐齿的模样。这里可真是好生热闹啊！哇，我们表姐妹俩呀，也是好久不见了呢。这就主动撞上来了。林贵妃竟然也来了，莫非九皇子也打算拉拢荣成王府？我不知道，母亲，你去女眷那边吧，我一个人走走。蠢货，如果不是你跟林婉意和离了，如今还轮得到那林贵妃往跟前凑吗？林贵妃一方面是为了荣成王府，另外一方面那就是马上要跟林婉意成亲的9000岁晏慈。虽然林贵妃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为什么林婉意会嫁给晏慈，她思来想去，想着这其中或许有皇帝的受益，或者是皇帝已经消除了对荣成王府的芥蒂。但不管如何，只要拉拢了林婉意，他们的胜算就会比七皇子多一些。博雅君主，本宫之前听说你最喜好俊美男子，怎么到头来却选了沈伯公那个老头子？贵妃娘娘说笑了，什么喜好俊美的男子啊，我一向都很务实的。说是务实，不就是打算去站队到七皇子那边去了？弯弯，是我。你给我让开！弯弯，我想不明白，你为什么对我如此狠心啊？这都想不明白，那你这状元郎是怎么考出来的？莫非是七皇子帮你买通了考官？看来他这个状元郎还真的有水分啊！弯弯，我沈玉白自始至终喜欢的人只有你一个。你要不要去杜宁燕的跟前说？或者你去孙青莲他们几个坟头上去说？孙青莲他们就算了，不过是上不得台面的妾室。至于杜宁燕，我是没有办法，为了权宜之计，只能够暂且娶她。不过你放心。放心什么？总之，我心中有你。自从跟你和离后，每时每刻我都在后悔，我是真的知道错了。咱们能不能重新开始啊？赶紧给我让开！燕都督，你怎么会在这里啊？祖母过寿辰，孙婿怎能不来？你怎能随意打人？我怎么说也是当朝新科状元，还是伯爵府世子。你该庆幸今日是林老太太的寿辰。婉婉，她是不是这只手碰你了？哦，死了？疼晕了，真不中用。你要把她送到哪里去？如意楼。事情又回到了如意楼。沈玉白跟杜宁燕的亲事不会搅黄了吧？沈玉白不会放弃这门亲事，因为他还想着换新娘。你说的对。婉婉，林府的下人那样容易被沈玉白买通，你最好也提醒一下林家人。我总是感觉沈玉白今天此举看起来有一些冲动，但布局的这么完美，他或许有其他用意。不管是什么用意，我已经为他挑选好了黄道吉日去死。哪一天？7月初8。君主、都督，你们罚奴婢吧。这件事不怪你，是沈玉白特意布局，把所有人都给调开了。我去慈安堂等祖母，陪他聊聊天。好。查出来是谁了吗？查出来了，是郑婆子。但为什么呀？不过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而且他们也知道我们林府主子们都很仁善，任何参与这件事儿的，论罪轻重，重的有死气的直接打死，活气的交到官府以被逐处置，至于其他轻的就都发卖出去。今日之事幸好有惊无险，倘若弯弯真出了事儿，可怎么办呢？林爱卿，你这是怎么了？臣不敢说。朕命你说，你再不说，朕就让人把你拖下去斩喽！陛下，前几日家母过寿辰的沈世子竟然买通了陈家的下人，对顾伦郡主图谋不轨，幸好被及时发现，对方是世子，
臣哪里敢做什么呀？只好处置了那些吃里扒外的下人。只是这件事，顾伦郡主与臣离了心呐，臣好心难受啊！还有这等事儿？言辞回陛下，沈玉白同顾伦郡主和离之时，并不知道他的身份，想必是后悔了。而且臣还听闻，沈玉白被顾伦郡主拒绝后，心有不甘，还去如意楼喝得酩酊大醉，简直是混账！来人，宣朕的旨意，在沈玉白成亲之前，不许出沈府。宁爱卿，这件事儿你做得对，宣扬出去不好，朕赏你黄金1万两，去置办新的中仆。谢主隆恩。言辞，刚才你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好像很愤怒。对，顾伦郡主毕竟马上要跟臣成亲了，沈世子这般做，实在是不给臣面子。他不是没成功吗？不过这件事，顾伦郡主也忍下来，没有声张，这也很意外。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听说他喜欢摆弄花草药。你去朕的库房中，把那颗千年灵芝还有龙形人参给那丫头拿过去，算是给她压压惊。是，陛下。说到底，皇帝还是下意识地护着七皇子罢了，连带对沈家也有几分纵容。言辞，你认为派杜宇去剿灭北境反贼是否合适？陛下的决定一向英明，少给我打哈哈。臣也认为派杜尚书去剿灭北京反贼合适，只是九皇子年轻有为，在调兵遣将上也很有天赋，也应该让九皇子殿下去试炼试炼。所言极是，就让杜宇为统帅，让老九做一个副统帅好了，多跟杜宇学习学习。陛下英明，刀枪无眼啊！你不是最喜欢制衡了吗？等到2个儿子在你手上都废掉了，依旧是平衡的。林贵妃又复宠了，这些时日陛下都是留宿在她那儿，端妃娘娘就提出了为陛下选秀。陛下同意了？陛下本不同意，但端妃娘娘拿出一些秀女的画像，其中有一位秀女的画像很像穆皇后。是时候让道人来给她献神丹了呀。